人做梦都想不到，自己竟然会成为穿越大军中的一员。启禀王爷，王妃她已经断气了。王爷，老奴这就去给王妃整理整理，让她安心下葬。你们去吧，尽量让她走得体面些。我没死，不用收尸。这是冤有头债有主，把你下旨赐婚给战王殿下的是当今圣上，你若死不瞑目，找他寻仇便是。我们家王爷可从没亏待过你。这些我自然清楚，不需要你提醒。还有，我是人不是鬼。林烨此时也有些反应过来了，人家都说鬼没有影子，然而王妃的影子却清晰地倒映在地上。林烨顿时松了一口气，谢天谢地，阿弥陀佛，王妃娘娘福大命大，造化大，命不该绝。几人此时所处的破庙内并没有什么遮挡物，简俊瑶这边的动静玄战听得一清二楚。马车的箱子里还有一颗百年人参，一会儿让宋嬷嬷煮了，给王妃补一补身子。同样，玄战的话简俊瑶也能听到，他知道这就是原主新婚半月的丈夫，碧渊国的九皇叔战王殿下，因领兵打仗时受伤导致下肢瘫痪，皇帝顺理成章收回兵权，并将西北的2座城池赐予战王作为封地。世人都知道，那2座城就是2座鬼城，凡是走进那里的人非死即疯，从无例外。皇帝甚至还派了100名亲卫护送，明着说是保护战王安危，实则是防止他半路逃跑。此时他们正是赶往封地的路上，又恰逢百年不遇的大旱，一行人已经到了只能靠一些草根树皮充饥的地步。恭喜宿主绑定空间成功。简俊瑶愣了一瞬，很快陷入回忆。他是在末世抢夺一个空间神器时，不慎跌入悬崖丧生，才穿越至此。难道那个空间仪器跟过来了？他试探性的使用意念与那道机械音沟通。空间在哪里？话音刚落，简俊瑶眼前就出现一片绿意盎然，半空中还悬浮着一台偌大的手机。手机屏幕上除了有一个从未见过的 App 图标以外，再无其他。点开图标，映入眼帘的是空间使用说明。空间目前为1级状态，拥有良田1亩，目前种植的为高产水稻。高产水稻的成熟时间为24小时，家禽5只，产蛋间隔时间为24小时。只要攒够一定的经验值，空间即可升级。除此之外，空间内还有购物功能，购物需要空间币，空间币可以通过金银或者一些值钱的物件进行兑换。王妃，这是王爷命老奴给您煮的参汤，您趁热喝了吧。正准备打开兑换面板的简俊瑶连忙收回意识，道声谢后便接过参汤喝了起来。王妃，其实咱们王爷心中是有你的，他自己遭此大难，还惦记着您的身体，拿出他自己续命用的百年人参给您补身子。简俊瑶貌似在认真听宋嬷嬷絮叨，实则是在搜寻原主的记忆。与玄战成亲半月，玄战根本就没正眼瞧过原主，然而他今天将唯一一颗百年人参拿出来给自己补身体，这只能说明玄战对他并无一点感情，有的只是些许愧疚意或者责任。这汤不错，你们也喝一些暖暖身子。你当这煮参汤的水是天上掉下来的，想喝就喝。我们王爷都已经一整天没喝水了，若不是因为王妃娘娘闹自杀需要补身子，这些水就可以给王爷解渴了。林北的话简俊瑶没办法反驳，他在末世时就清楚饮用水的珍贵程度，这里也同样。宋嬷嬷连忙将林北拉去一边，看着2人离开，简俊瑶意识再次进入空间，点开 App，想看看是否能想办法弄一些水出来。他首先进入兑换系统，看了看空间币的兑换比例，10个铜板可兑换1空间币，1两白银可兑换100空间币，1两黄金可兑换1000空间币，银票和金票也可兑换同等价值的空间币。紧接着，简俊瑶进入购买物品界面，无数个图标瞬间映入眼帘。他打开食品商城，里面的物品种类应有尽有，而且价格也算亲民，比如一瓶600毫升的矿泉水只要2空间币，大馒头2空间币一个。简俊瑶咽了咽口水，这些他都买不起，即便能买起，他又要如何将这些拿出来？这才是最让他头疼的问题。就在简俊瑶沉思之际，玄战坐在特制轮椅上被林烨推到他面前。当他视线落在简俊瑶身上的时候，墨眸瞬间眯起。你是谁？ Vocal， 好帅气的男人。回答本王的话。简俊瑶整理一番记忆，他是替嫁来的，原主并没有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已经和宋嬷嬷说过了，我是简俊瑶，并不是简嫣然。玄战微不可察地露出一丝玩味，他从小就有个不为人知的本领，那就是拥有一双阴阳眼，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你的一切都逃不过本王的眼睛，若是不想立刻去死的话，就从实招来。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能告诉你的已经都说了。你是哪里来的幽魂？为何要占了他的身体？简俊瑶目瞪口呆，这个男人究竟有什么本事，竟然能发现这具身体的灵魂不是原主？不说实话，信不信本王现在就让你魂飞魄散？男人拥有一双阴阳眼，一眼就看出眼前的女人换了灵魂。你是哪里来的幽魂？为何要占了他的身体？不说实话，信不信本王现在就让你魂飞魄散？臭男人，你掐着我要怎么回答你？玄战，你算什么男人，竟然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动手？本王奉劝你一句，不要做无用的挣扎。
反正不说也落不到什么好下场，还不如选择性说一些实话，也许还有转折的机会。我来自2000多年以后，一个叫大夏国的地方。你来这里有什么目的？我哪有什么目的？不小心坠入悬崖，以为自己死了，谁知竟然在这具身体上醒过来。原本的简俊尧呢？他肯定是死了，否则我怎么会来到这里？据我所知，做鬼的都会有些本领，你有什么？姑奶奶的本领可大了，吃饱了就能抱你的头。回答本王的话。看到玄战那带着杀意的眸光，简俊尧算是明白了，他若不把老底都抖落出来，这个男人会立刻送他上路。有银子吗？我给你展示一下本领。哇！简俊尧看着递过来的500两银票，原本对玄战的敌意瞬间消化了不少。500两啊，能兑换5万空间币，够吃好多美食了。眼看着那张银票凭空消失，饶是见多了鬼怪的玄战也有些目瞪口呆。以往他看到的鬼魂，除了能释放出一些杀人的技能以外，并没有简俊尧这样的能力。王爷，你看好了，我现在就要展示本领了。王爷，这叫矿泉水，我们先解渴。说着，简俊尧当着玄战的面大口喝了起来，然后看向玄战，只见他根本没有喝。这水没有毒，你可以放心喝。500两银票，你就只能变出这2瓶水。被这样一问，简俊尧也意识到了，这具身体饿了这么久，光喝水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还有这些，你要不要尝尝？这都是什么？这是面包，是甜的，有点像你们这里的糕点。还有这个是火腿肠，是猪肉做的，很好吃。玄战看着腿上放着的几样东西，一时间还有些回不过神。快吃啊，吃完了把包装还给我。我的秘密被这一个人发现就算了，可不能再引起其他人的注意。玄战低着头，并没有吃那些东西，而是转着轮椅默默离开了。简俊尧已经3年没吃过如此正常的食物了，如今能再次感受到这久违的味道，激动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难道这些都是2000年以后的东西？玄战学着简俊尧的样子，拧开矿泉水喝了一口，这水的味道很不一样，清凉中透着一股子甘甜。玄战仰头一口气将矿泉水全部喝光，然后开始吃面包和火腿肠。味道不错，比宫里的点心还好吃。吃饱喝足后，玄战做了一个决定，只要这个女人安分守己，自己也不介意带着她一起赶往西北，起码还能解决他们一行人的饮食问题。而简俊尧这边，早餐结束后，危机感再次袭上心头，不知道这个男人能否饶过自己。若是他身体能进入空间就好了，只可惜他刚刚实验了 N 次都没有成功。王爷，我们做个交易如何？什么交易？玄战倒是乐得对方主动，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他想说的。在这样青黄不接的时候，我想王爷怕是有银子也买不到吃的。刚刚你也看到了，你们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然后呢？只要有银子，我就可以提供各种食物和水源，凭借这一点，完全可以帮助王爷顺利抵达西北。你的意思就是要与本王互相利用，本王提供银子给你，你给本王供应食物。是，但王爷必须答应我3个条件。什么条件？第一，我的安危你必须负责。第二，我身上的秘密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第三条，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好，只要不违背仁义道德，本王就允了你的条件。作为一个杀伐果断的王者，玄战根本不在意对方的小心思，只要他不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其他都无所谓。既然咱们已经达成协议，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了？简俊尧明白玄战的意思，无非就是要他安排一些食物和水源。那些亲卫也要管吗？他们的死活与本王无关。切，你就说大话能耐。若是早不管那些人的死活，咱们何必会那么早就弹尽粮绝？你懂什么？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即可，其他的不要你操心。简俊尧也不是喜欢管闲事的性子，索性不再追问。水稻已经成熟，请问宿主是否收获？听到系统的声音，简俊尧不自觉地扬起了唇角，意识很快进入空间，入眼的就是一片金黄，几只母鸡也在叫个不停。稻草做成的窝里面摆放着5个鸡蛋，粮食已经成熟，是否现在收获？简俊尧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是。眨眼间，田地里的水稻就全部消失不见。请问水稻是否需要加工？简俊尧再次选择了是。只见仓库内赫然出现了小山般的一堆白米，简俊尧简直欣喜若狂，天知道他有多久没见过这么晶莹剔透的白米了。收获成功，获得经验值100。当经验值达到500时，空间即可升级。简俊尧现在算是彻底清楚了，空间的经验值只需要种地即可获得。为了让空间早些升级，他赶紧打开商城准备购买种子，可只有一个水稻种子的链接可以购买。他清楚这是他的空间等级还不够。购买好种子，选择系统自动种植后，又收了鸡蛋。简俊尧的意识这才回到现实当中。只见玄战坐在轮椅上，正一脸探究地盯着他。那个，我就是想问问你，要准备什么样的食物合适？准备一些水，如果有粮食最好，其他的你可以根据眼前情况自己拿主意。我拿出来这些东西不会引起别人怀疑，有本王在，你无需担心。简俊尧要的就是这句话，他还真不怕事儿大，直接购买了3桶5升的矿泉水、白米、白面、大白菜、土豆、萝卜、鸡蛋、
就连油和调料都买了一些。他都是挑着这个时代有的购买，就是想先看看旋战让这些东西过明路的能力。看到这些食材，饶是见多识广的旋战也有些不淡定了。他以为这个女人只能拿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没想到还有这些。不过他很快就整理好了思绪。这些不错，那边有几个水囊，你去拿过来。简俊尧乖乖地取来水囊，不用旋战说，直接将桶里的水倒入水囊中，空水桶全部送去回收。旋战对简俊尧的举动很满意，这个女人还挺有眼力劲儿。有刺客，保护王爷！人穿越第一天，不仅马甲掉了一地，竟还赶上一波刺杀。简俊尧十分肉疼地使用1万空间币购买了一把麻醉枪。下，简俊尧担心这些人会醒来，连忙购买了几根绳子，将那些人五花大绑。这些人没死，他们只是暂时麻醉，用不了多久就能醒过来，正好作为活口，也可以审问一番。简俊尧说话的同时，在地上捡起一个小木棍，撬开其中一个黑衣人的嘴，从里面扒拉出一个小小的毒囊。对于简俊尧的一系列动作，旋战也不禁对他刮目相看。这个女人懂得还真多，还有她刚刚手里拿着的一个铁疙瘩，真是神奇，只要对准谁，谁就会应声倒地。看来这个女人并不坏，起码在我掐她脖子的时候，没有对我出手。旋战的想法若是被简俊尧知道，肯定会一顿神吐槽。那时候他自己要是有银子，还能让他欺负了去。等一下，王妃有何吩咐？这么多人，他们的身上肯定有银子，先搜一搜。眼下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即便搜到银子又如何？能买到食物和水吗？还不如早点把这些尸体处理了，还能少浪费一些体力。就在灵叶准备解释一番的时候，旋战开口了：“就按王妃说的做。”王爷，您不会是吃错药了吧？以往您可是不会管这些小事的，今天怎么王妃一开口，您就同意了？尽管心中腹诽，灵叶还是得照做。林北有些气不过，狠狠瞪了简俊尧一眼，不甘心地将手伸进那些黑衣人的怀中。简俊尧也加入搜寻行列，把一旁的宋嬷嬷看得直咧嘴。王妃一个10几岁的小丫头，竟然不害怕。简俊尧美滋滋地在尸体里面找银子，一顿翻找下来，竟然有360两。林叶带人去处理尸体，旋战喊来了宋嬷嬷煮饭。嬷嬷，今天咱们改善一下。改善？草根树皮，要是我的手艺再好，也没办法改善啊。那里有食材，看着弄一些吃吃就好。宋嬷嬷疑惑地走到旋战所说的位置，当她看到那些食材的时候，顿时惊呆了。王爷，这是？本王自有办法搞到这些。宋嬷嬷知道王爷的马车上有一口大箱子，难道箱子里面装的都是食物？尽管心中好奇，宋嬷嬷还是按捺住没有询问，拿了足够几人使用的食材走出去。不多时，外面就传来一阵米香，还有葱花爆锅的香味。简俊尧吸了吸鼻子，他终于盼来了这久违的味道。旋战也同样，虽然以往吃惯了美味珍馐，可饿了这么久，根本抵挡不了这股子饭菜香。我就说跟着王爷肯定饿不到肚子，你还不信？王爷有本事是咱们的福气，否则这青黄不接的时候，别说咱们在路上了，即便在京城度日也艰难得很。林氏兄弟处理好尸体回来，就被一股久违的饭菜香所吸引。宋嬷嬷，咱们有粮食了。这些都是王爷给我的。几人一听宋嬷嬷的话，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王爷的事情向来不喜欢有人质疑，即便他们对这些食物的来历在好奇，也只能忍着不问。先去看看那些人，好不容易抓到活口，能问出背后主使之人最好。失去了毒囊的黑衣人很快就全部交代了，他们只不过是江湖杀手组织的成员，做的都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勾当。至于真正的幕后主使，的确不知道是谁。旋战听着外面的动静，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但他大概也能猜到凶手是谁，无非就是他的那个好皇侄。不多时，宋嬷嬷便将饭菜送到屋里，他知道当下食物短缺，只做了一道萝卜土豆汤和素炒白菜。这个给你，咱们俩悄悄开小灶。算你有心，知道本王喜欢吃猪蹄。有喜欢的食物，旋战也不再矜持。简俊尧由于吃得太过着急，便开始猛烈的打嗝。你是饿死鬼投胎的？若不是因为饿，我怎么可能会坠落悬崖来到这个鬼地方？简俊尧从空间里取出一罐可乐，喝了几口后，终于不打嗝了。一抬眼，便看到旋战正兴味地盯着自己手中的罐子。那给你尝尝，喝着很爽的。旋战学着简俊尧的样子，将拉环打开，喝了一口。味道不错。那是，这可是我们那里最好喝的饮料。饮料就是有味道的水，你现在喝的这个叫可乐，是咖啡味道的，还有各种水果味的，都很好喝。不过我个人还是最喜欢喝可乐。两人都饿极了，不光将猪蹄吃光，就连那些饭菜也没有剩余。王爷，外面的想见您。告诉他，食物已经吃光了。旋战可没义务替皇帝养亲卫，刚离开京城那几天，他并不知道外面的旱灾如此严重。如今清楚了眼下的情况，他自然不会傻到继续供养那些人。真的就让他们饿着？你那有没有什么味道香浓一些的食物？那这个味道又香又浓，加工起来还节省时间。一包不够的话，我这里还有。人第一次看到这种缺胳膊少腿的字，他竟一个都不认识。这是什么？这个叫泡面，用开水泡过即可食用，当然煮过的口感更好一些。把包装打开。简俊尧立刻明白了男人的意思，无非就是他不知道如何打开包装袋。宋嬷嬷，
王爷有什么吩咐？把这个拿出去煮了。宋嬷嬷努力按捺住好奇心，转身出去煮面。不多时，一股鲜香浓郁的味道便飘散开来。推我出去！你还真拿姑奶奶当狗腿子使唤了？即便心有不甘，可对上玄战那深邃的眸子，简俊尧还是乖乖将人推了出去。哇！你们几个躲开，别挡着这味道飘散，找一些东西来扇一扇，让这味道飘得更远些。几人很快就找来了一块破木板，对着煮面的锅扇了起来。简俊尧看得唇角直抽抽。这家伙可真够腹黑的，不给那些亲卫吃就算了，还故意搞出味道勾引人家。头儿，我又渴又饿，若是再吃不到东西，怕是我都活不过明天。皇上可真够狠的，让咱们接下这样的差事，还不给带粮食。咱王爷同样不给吃的不说，还弄这样的味道勾引咱们。头儿，咱们已经饿好几天了，要不你再去求求战王殿下？我刚刚已经去过了，什么都没要来。头儿，要不您再去试试？在几个亲卫的不断哀求下，宋清硬着头皮再次踏入了破庙。这是本王吃过最好吃的面，你们几个也尝尝。林氏兄弟十分配合，每人吃了一大口，还朝着站在那里的宋清使劲吧唧嘴。真香！哎呀，你们绝对是故意的。属下见过战王殿下。何事？战王殿下，您看属下等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能不能赏一些粗茶淡饭？宋清只感觉自己越说越没有底气，玄战故作为难地揉了揉眉心。这天干地燥的，本王的食物只够供养自己的心腹。说好听些，我们是皇帝派来玄战身边的眼线；说难听些，只要接到命令，就立刻会对玄战等人动手。眼下食物弥足珍贵，战王若是把食物给了我们，那才绝对是脑瓜子有大包。想至此，宋清朝着玄战一抱拳，属下告退。王妃，本王那里貌似还有味道更浓郁的食物，再取一些过来。我这狗腿子是做定了，好，这次姑奶奶一定让你满意。打定主意，简俊尧步伐轻快地走进屋内，在食品商城购买了一包螺蛳粉，又将里面的食材全部摆在大碗里。那你刚刚说的就是这个吧？味道浓郁得很。宋嬷嬷，再把这个煮了。王爷，臭死了，就像有人拉裤子一样。王爷面前休要放肆。虽然在呵斥林北，林峰自己也没好到哪儿去，已经向后退出几米远。那口锅绝对有毒，玄战也被这味道熏得想撞墙。他默眸怒视着简俊尧，那意思就是要他一个解释。简俊尧很无辜，王爷，不是你要我拿这个的吗？本王是让你拿味道重一些的，谁让你拿这种狗都不吃的东西了？无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玄战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好，你说王爷不会是落懵了吧？怎么连屎都拿来煮？只是让人煮了一袋螺蛳粉，没想到一股酸臭味瞬间充满口腔鼻腔，直达胸腔。好，你说王爷不会是落懵了吧？怎么连屎都拿来煮？唉，可怜一代战神，竟然落得吃屎的境地。你胡说，院里刚刚煮的东西就很香，他们明明就是有吃的。那你说，王爷为何要煮屎？宋嬷嬷忍着刺鼻的臭味，总算把螺蛳粉煮好。王爷，这面煮好了，要如何处置？宋嬷嬷敢肯定，他们家王爷绝对不会吃这东西。王妃身子弱，先给他吃。宋嬷嬷用怜悯的眼神看了一眼简俊尧，王妃娘娘请慢用。简俊尧不顾众人异样的目光，坐在那里品尝起他久违的螺蛳粉。还是那个味道，太好吃了。看着简俊尧在那里吃得香，玄战都有些怀疑是不是自己的嗅觉出了问题，亦或者这个女人饿傻了，只要能吃的东西她都喜欢。王妃吃的东西虽然看上去像面条，可刺鼻的臭味就是从那里散发出来的。没想到战王殿下如此不待见王妃，竟然给她吃这种东西。看王妃那满脸享受的样子，明显不是装的。我也好想尝尝，总比饿死强。好像下雨了。大白天的别做梦了，那明明就是口水。你是变态吗？竟然对着这么臭的东西流口水。不信你看看，王妃明明吃的就很香。宋清再无往日的沉稳，将亲卫拉下来，自己站在石头上往里面看。果然，他看到王妃在那里吃得津津有味，貌似比刚刚那个面条还好吃。头儿，咱们现在若是想活命，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哪条路？我们若是成为战王殿下的人，属下敢保证，以他的为人，绝不可能看着咱们饿死。宋清也深知这个道理，如今他最是骑虎难下。亲卫见宋清表情有松动的迹象，继续加了一把火。头儿，你我都心知肚明，皇上派咱们出这样的任务，明摆着就是让咱们送死的。虽然大家都是孤身一人，可也不想就这样丢了性命。若是死在敌人手里也就罢了，然而并不是，我们面临的是被活活饿死。紧接着，好几个亲卫一起凑了过来，都在劝说宋清带着大家一起做战王殿下的人。看着一起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个个面黄肌瘦，宋清也是于心不忍。好，我这就去找战王殿下。而此时的玄战正蹙眉盯着简俊尧，这面条真的那么好吃？他吃的竟然如此陶醉。王爷，宋清又来了。让他过来回话。宋清这次没有抱拳，而是朝着玄战单膝跪地。王爷，属下等愿追随战王殿下，从今往后只为您一人所用，肝脑涂地。本王要如何才能相信你？
一时间，宋清有些不知所措。投名状是送出去了，可他目前确实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诚意。反之，还要战王殿下先解决他们一大群人的口粮问题。玄战也不着急，他目前的确需要一批忠于自己的队伍，可并不是什么人都能接纳的。王妃，先推本王进去，本王要方便。神经病！这位爷表面上看也不像那种厚颜无耻之人啊，区区不喊侍卫帮忙，竟然喊我一个黄花大姑娘，你要不要点脸？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简俊瑶只好在众人面前乖巧地推着玄战往屋里走，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朝着玄战的后脑勺挥舞了几下小拳头。玄战好似背后长了眼睛，对本王不敬的人，下场都很惨。王爷放心，我对您绝对尊敬。人当众就要上厕所，还非让女人带他去。你那里可有什么毒药？毒药？最好是那种到了时间不服用解药就会毒发身亡的。对于药理，简俊瑶是精通的，不过毒药吗？他还真不会。不过他空间里有个医药商城，简俊瑶快速浏览了一番，可里面中药西药都有，唯独没有毒药。就在他打算告诉玄战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药品链接，价格才3个空间币，果断购买下来。为了让其看上去更加高大上，又用了10空间币购买了一个复古小瓷瓶，将药品包装换好。王爷要的药不是没有，只不过需要更多一些的银子才可以。要多少？要多少？看着那张阴沉的脸，简俊瑶感觉自己已经冷到了灵魂深处。若不是这个男人懂得玄学，他早就在拿到500两银票的时候跑路了。只可惜他不敢妄动，万一被对方抓住，打得他魂飞魄散，可就得不偿失了。不过拿他当狗腿子使唤，也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王爷，这药可真贵了，一瓶有100粒，只要1000两，你绝对不亏。要求如何？当然就是王爷想要的那种。玄战抽出2张500两的银票，你若是敢骗本王，定让你魂飞魄散。简俊瑶目前最忌讳的就是魂飞魄散这几个字，不过低落的情绪很快被2张银票治愈。他笑嘻嘻的将一瓶换了包装的维生素 C 送到玄战手中。王爷，这种毒药我这里要多少有多少。你确定这是那种毒药？确定，若是我骗你，你就打得我魂飞魄散。哼，等我再多攒些银票，就找机会逃走，好让魂魄安生。推本王出去。王爷，你还没嘘呢。玄战还是第一次见到说话如此直接的女子，饶是他一个大男人都被说得脸红。粗俗！简俊瑶就是故意气他，见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也不再开口，推着轮椅往外走。王爷，这是皇上的亲笔信，不知这算不算诚意？玄战当着众人的面看了起来，里面的内容是玄天启让宋清时常报告战王一路上的惨状，不要让他轻易死掉。宋清看过后，立刻当着玄战的面写了回信。王爷，我告诉皇上，您已经瘦得形容枯槁，每天只有1个时辰是清醒的。这次就先这样回，下次再严重些也无妨。王爷，您看属下这诚意还不够，万一你们吃饱了又改变主意，岂不是白白浪费了本王的食物？王爷，属下要如何做才能让您信任？这是一种毒药，1年服用1次解药即可。你们若是真心归顺本王，就当着本王的面服下。宋清有些迟疑，自己怎么着都行，可对于那些兄弟，他无法替人决定。我们愿意服下王爷的药。是啊，我们心甘情愿追随战王殿下。我也愿意，总比为一个不管我们死活的人卖命好。听到这些呼声，宋清不再犹豫，倒出一粒小药丸送入口中，直接咽了下去。王爷，属下等已经饿了好几天，能否赏些吃食？有屎臭味那个也行，我们不挑剔。你们打算吃哪种？这个男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要把我的螺蛳粉拿出去送人。问过我的意见了吗？答案自然是没有。在玄战心中，已经对简俊瑶形成了一种认知，那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简俊瑶并不知道自己在玄战心目中的定位，此时正美滋滋地琢磨着，这次要跟对方要多少银子。那就给你们吃臭的吧。王妃，俊瑶，简俊瑶啊，王爷有什么事儿？俊瑶，酸死了，你还真叫得出口。看着简俊瑶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玄战有些不放心他一个人办事。推本王回去，本王要方便。这个男人还真是想背着人做事，不会想点其他理由吗？你就不怕别人怀疑你尿频？把你刚刚吃的那个臭东西准备一些。简俊瑶知道玄战这是要他给那些亲卫准备食物，亲卫的数量可不少，起码还有80多人。螺蛳粉一包就要10几个空间币，尽管他已经很有钱了，可还有些舍不得。王爷，那个很贵的。简俊瑶说话的样子很夸张，玄战从他细微的表情中发现了一丝不一样，那就是这个女人不真诚。但转念一想，如今能弄到吃食就已经很好了，还挑剔人家的品性，是不是有点矫情了？想通以后，玄战再次拿出500两银票。这些够了吗？够了，嘿嘿嘿。其实，即便玄战不给他银子，他也能给玄战螺蛳粉，毕竟刚刚一瓶维生素 C 丸就赚了一大笔。那么多人吃的臭东西，应该很大一堆。你现在就把本王送上马车。眼看着简俊瑶推着玄战来来回回，宋嬷嬷很奇怪，原来王爷正眼都不给王妃一个，怎么王妃自杀醒来以后，王爷对她不一样了？难道王爷开窍了？
人家小两口独处的时候，你个臭小子跟过去干嘛？人购买了100包螺蛳粉，没想到拆包装就已经拆到手软，他已经后悔为啥要捉弄这些亲卫，最后辛苦的还是自己。宋清，带人过来取面。都不用宋清吩咐，很快就有人以风卷残云般的速度将螺蛳粉全部搬走。不多久，破庙内再次被那股刺鼻的臭味所弥漫。我的妈呀！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是啊是啊，没想到这东西闻着臭，吃起来却那么香。咱王殿下仁慈，竟然给我们使用如此美味。玄战眯眼看着那些亲卫，若说简俊尧刚刚一个人吃的香，有可能是装的，可这么多人吃过以后赞不绝口，那就只能说明这东西是真的好吃。王妃，这东西给本王爷尝尝。切，也不知道刚刚是谁嫌弃的跑出那么远，这会儿看别人吃又馋了。简俊尧是一点面子都没给玄战留，玄战顿时黑了脸。放肆！见对方动怒，简俊尧心里也不痛快。这个男人是愤怒的小鸟吗？一言不合就出口呵斥，我也是有自尊的好吗？喂，现在是你有求于我，难道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玄战被气得青筋暴起，这个女人还真是找死。你若是不想魂飞魄散，就不要惹本王生气。玄战墨眸死死盯着简俊尧，无意间发现一个现象，这女人飘忽不定的灵魂竟然不见了。难道她的灵魂已经与这具身体彻底融合了？即便这样，玄战也暂时不打算告诉简俊尧，万一哪一天这个女人不听话了，他还能以此威胁。既然这样，咱们就同归于尽好了。若是用麻醉枪打晕他，我肯定也逃不掉。林氏兄弟那几个死忠不会放过我的。即便这样，我也不想继续过这种时常被人威胁的日子。我也是有骨气的。简俊尧敢肯定，若是他连发几枪，尽管是麻醉弹，玄战也无法活命。究竟何去何从，完全取决于玄战的下一步动作。对于简俊尧的另类，玄战并不反感，反而觉得很有趣。刚刚出言呵斥，也是习惯使然罢了。眼看着铁疙瘩对准自己，玄战不慌不忙地抬起手，想把那铁疙瘩拿过来看看。简俊尧并不知道他的意图，只以为玄战又想来掐自己的脖子。既然你不让我好过，咱们就真的同归于尽吧。连续发出3声闷响，在睁眼以为玄战会倒在自己面前，然而并没有。保护王爷，本王无事。玄战适时开口，才没让林业等人掀开马车帘子。外面安静了，简俊尧的心却不平静。这个男人身法得有多快，竟然能躲过麻醉枪的速度。同时，简俊尧也意识到了一个事实：玄战并没有要自己性命的打算，否则他早就死100遍了。谁让你总是用魂飞魄散威胁我的？我是占了这具身体，这原本的简俊尧也不是我杀的，况且我也不是自愿来这里的。说着说着，简俊尧感觉自己好委屈，他倔强地仰起头，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原本玄战想吓唬吓唬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结果在看到她发红的眼圈时，顿时有些不知所措。哭什么哭？本王又没欺负你。玄战，你个大坏蛋，还说你没欺负我，你早上还掐过我的脖子呢。简俊尧的哭声传到了马车外面，林氏兄弟面面相觑，最后把视线落在了宋嬷嬷身上。宋嬷嬷是玄战的乳母，早就知道王爷是个不会怜香惜玉的性子。他们家王爷如今已经20有3，连年征战在外，因此府中连个通房丫头都没有。王爷这个不争气的，咋还把人家弄哭了？这一天天的，能不能让老婆子我省省心？王妃，可是哪里不舒服了？要不要老奴帮您看看？莫，玄战他欺负我，还掐我的脖子。我不就刚见到你的时候，以为是鬼魂，才会那样做的吗？咋还记仇了？哎呦，王爷舞刀弄枪惯了，肯定不是故意的。王妃可莫要多想。看着眼前的小丫头哭得伤心，玄战有些后悔自己刚刚的举动，如此对待一个能帮自己大忙的姑娘家，他的确有些过分了。可他不知道要如何哄女人，还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女人。王爷，王妃她年纪小，您该多让着些才是。老奴记得您有一条新帕子，放在马车的格子里面。这提示已经很到位了，就是要玄战帮简俊尧擦眼泪的意思。若是他还听不懂，宋嬷嬷也实在无计可施了。玄战的确听懂了，并且照做。他取出帕子，扔在了简俊尧的手上，美滋滋的等着看简俊尧拿起帕子擦眼泪。本王都已经亲自给你递帕子了，你竟然如此不识趣！玄战正准备说对方不识抬举的时候，就对上了简俊尧那双闪着泪光的大眼睛，正打算脱口而出的话瞬间咽了回去。都要魂飞魄散了，才给500两，真抠门。虽然这样说，可简俊尧的心中已经乐开了花，没想到自己掉几滴眼泪疙瘩，也能换来这么多银子。这样总行了吧？行了行了，太行了！还有什么比小钱钱更可爱的东西了？有了1000两，简俊尧刚刚心中的阴霾被一扫而光。
那个，刚刚我也有不对的地方，一言不合就开枪，虽然没有打中你，可也的确动了手。简俊尧的自我检讨能力还是很强的，人家都如此有诚意的赔偿他1000两银子，他也不是那种记仇的人，直接在食品商城购买了6包螺蛳粉，看在一天赚这么多银子的份上，今天他请客，一番周折，玄战终于吃到了螺蛳粉，味道的确不错，难怪那些人吃的时候会那么享受，就连林氏兄弟和老管家以及宋嬷嬷都赞不绝口。王爷已经申时了，咱们今天是否继续赶路？今天再休息一夜，明日上路。老奴晓得了。既然决定不走了，玄战当着简俊尧的面打开了那口大箱子。简俊尧好奇地伸头看过去，只见里面放的都是兵书，而简俊尧继承了原主的记忆，看到这些繁体字也不觉得陌生。看来玄战能够成为一国战神，一点都不奇怪。简俊尧对这些兵法毫无兴趣，于是起身就准备下车。站住！干嘛？你今天用的那个铁疙瘩，给本王看看。铁疙瘩？就是你今天对付那些黑衣人的武器。玄战想说刚刚对付他的武器，想想还是算了，自己堂堂碧渊国战神，被一个小女子对付，说出来丢不起那个人。简俊尧恍然大悟，忍着笑从空间取出了麻醉枪。小心！唉，这东西叫麻醉枪，这是枪管，子弹就是从这里面出来的，对准目标，然后再按动扳机。玄战听得十分仔细，对于一个久经沙场之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杀伤力极强的武器更加吸引人。本王很喜欢麻醉枪。简俊尧当然明白他的意思，无非就是想将这把麻醉枪占为己有。不过他这次的态度倒是有进步，没有那么霸道。即便这样，简俊尧还是有些舍不得。看着他那肉疼的样子，玄战唇角勾了勾，很快又恢复如初。多少银子？本王给你买。玄战的态度一好，简俊尧还有些不适应了，话也脱口而出：麻醉枪100两，自带10发麻醉弹。话说出口，简俊尧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大逼兜。看玄战对麻醉枪的喜爱程度，他完全可以大赚一笔的。玄战没想到语气放缓了一些，竟然有如此效果，看来这女人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主。他快速在怀中取出500两银票。本王有5把麻醉枪。既然麻醉枪赚不到你的钱，我可以从其他地方入手。王爷，这麻醉枪可不光是只买个外壳子这么简单。玄战一看简俊尧的表情就知道，这女人要搞事情。这麻醉枪里面只有10发麻醉弹，若是麻醉弹用光了，这东西就会成为一堆废铁。你想表达什么？我想说的是，除了麻醉枪，我这里还可以提供麻醉弹。简俊尧话落，就等着玄战询问麻醉弹的价格。然而玄战却语不惊人死不休，先来5把麻醉枪，不要麻醉弹。玄战，你个大男人要不要如此计较？不就是赚你一些小钱吗？简俊尧黑着一张脸，在武器商城购买了5把麻醉枪，直接丢在玄战面前。面对他的态度，玄战也不恼，随即朝着外面喊人：林业、林峰、林北、管家。几人听到王爷的呼唤，纷纷赶了过来。咱们以后的路怕是不能平静，这东西给你们每人1把，留着保命时候用。哦，王爷，刚刚不会就是这东西发出来的声音吧？你说的不错，就是这个东西发出来的声音。玄战很仔细地将麻醉枪的使用方法说了一遍，然后再次回到马车内，就看到简俊尧满脸的不高兴。玄战心知，一定是这女人没得到想要的银子，不开心了。银子不是一天赚的，到西北的路还很长，也不急于这一时。玄战已经做好了被这女人榨干银两的准备，在这种饥荒时期，有粮食吃就已经很满足了，银子没了可以再赚，更何况以他的财力，这女人想让他变成穷光蛋的可能性并不大，甚至可以说不可能。简俊尧没想到这男人还会出言安慰他，一时间有些迷茫。玄战，你怎么了？突然胸口剧烈起伏，双腿也不断的颤抖。玄战，你怎么了？你腿很疼吗？简俊尧知道玄战双腿瘫痪，但具体什么原因并不清楚。见玄战依旧蹙着眉头，一言不发，简俊尧只能朝着外面喊人：宋嬷嬷、林侍卫、管家，王爷生病了。几人听到简俊尧的声音，连忙围了过来。王爷，老奴这就给你施针。不必，插几针也只不过是缓解一时的疼痛罢了，吃点痛本王还承受得了。王爷，缓解一下疼痛，总比您这样遭罪要好啊。本王说不必就不必。管家，王爷得的到底是什么病？王妃还是别问了。看玄战的样子，应该是中毒了。穿越小说里不都那么写的吗？男主是个高手，中了解不了的毒，然后使用内力将毒逼到小腿以下部位，这样就能暂时保住性命。我看王爷的情况应该是中毒了。老管家见王妃一语道破真相，有些不可思议。他们家王爷中毒的事情，对外一直是保密的。王妃，您。简俊尧从老管家的表情上就能够看得出，他猜对了。告诉我，王爷到底中的什么毒？既然王妃能看出王爷是中毒，说出来也无妨。王妃，王爷他中的是一种名为血色曼陀罗的毒，中了这种毒，皮肤会变成血红色，毒素渐渐的蔓延至全身后，起初会感觉到痛痒难耐，直到毒素越发深入体内，致人死亡。幸亏咱们王爷及时使用内力，将毒全部逼到小腿下方，才勉强保命。刚刚您也看到了。
王爷今日是毒发了，他使用内力将毒逼退的后果就是小腿疼痛难忍，无法正常行走。得到了想了解的答案，简俊尧转身上了马车。此时的玄战已经坐直了身子，貌似在运功。差不多过了半个时辰，玄战才缓缓睁开眼睛。简俊尧并没有说话，而是直接伸手去撩玄战的裤脚。玄战想躲开，奈何双腿根本不听使唤。你大胆！简俊尧眼睛死死盯着玄战的脚踝，触目一片血红。难怪这毒会叫血色曼陀罗，这纹路的样子的确有些像曼陀罗。这毒没有解药吗？你们那里的女子都如你这般豪放吗？我特喵在关心你，你却说我豪放。看着玄战又闭上双眸，简俊尧知道，与其问一个哑巴，不如去问问老管家他们。管家，王爷的毒可有解药？亦或者有解药的配方？解药的配方在咱们离京前的1个月就找到了，只可惜上面有2味药材根本寻不到。什么药材？这里买不到，万一药品商城里有呢？岂不是又可以大赚一笔？血色曼陀罗的解药由36味药组成，我们已经凑齐了34味，唯独缺少冰山雪莲和血煞陀罗花。了解到缺少的药物后，简俊尧的意识进入药品商城。由于不能像现代那样打字搜索，只能一页一页的浏览。终于在10分钟后看到了冰山雪莲的链接，只是这价格着实昂贵，竟然要250万空间币，折合成银两就是25000两。有了冰山雪莲，简俊尧继续寻找血煞曼陀罗。就在他心灰意冷，打算关闭药品商城的时候，一个灰色的链接吸引了他的视线。仔细一看，竟然真的是血煞曼陀罗。遗憾的是，已经断货了。既然这样，他只能时常来看看什么时候能到货了。我能弄到冰山雪莲、血煞曼陀罗，还要等一段时间。多少银子？不用问都知道，这女人不可能把这么珍贵的东西白白送给他。不仅这样，人家还得赚一笔。简俊尧对玄战的识趣很是满意。冰山雪莲5万两。简俊尧直接将价格翻了一番，玄战却没想到这个女人的冰山雪莲竟然如此便宜。他已经打听到，只有药谷有一株冰山雪莲，曾经有人出价10万，人家都不卖。他都已经想好了，等自己平安抵达西北以后，就派人带着20万两去试一试。本来都已经做好了被这个女人狠敲一笔的准备，没成想便宜来得如此突然，不用去求人不说，还省下15万两。这个女人不错，不算太担心，凭这一点，以后得对她好点。好，本王要了。玄战说完，就迅速取出一叠银票，数了5张递给简俊尧。简俊尧这次算是开眼界了，原来玄战给他的都是500两面值的银票，现在拿出来的竟然是1万两面值的。本王的冰山雪莲呢？马上。玄战打开盒子，对冰山雪莲的个头很是满意。血煞曼陀罗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不确定。到时候记得跟本王要银子。放心吧，你的腿好了，才能更好的保护我。就算为了我自己，我也会多留意的。玄战就知道这女人正经不过1刻钟，保证原形毕露。虽然心里不痛快，可玄战已经长了教训，他可不想再把这个女人弄哭，到时候还得用银子哄。你们那个朝代是什么样子的？若是放在3年前，我们那里是非常好的，国家从不缺粮食，想吃什么就有什么，而且医疗也很发达，很多疑难杂症都可以治好。简俊尧说了很多，玄战也只听懂了一知半解，毕竟很多名词他都是第一次听到。他让简俊尧再次解释了很多，以至于他的脑中已经出现了那种盛世的画面，那种生活真好，他也很向往。只可惜好景不长，经过上万年的沉淀，人类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幸存者寥寥无几。我就是少数幸存者中的一员。我的父母用生命保护了我，为了他们的付出，只有21岁的我孤零零一个人，努力在末世挣扎，然而还是没能躲过命运的安排，灵魂穿到了这里。听着简俊尧的讲述，玄战也不禁为之动容，他不自觉伸出手摸了摸简俊尧的秀发，被这样一安抚，简俊尧眼泪又有些不受控制的感觉。眼看这个女人又要哭鼻子，玄战赶忙取出1张银票放在他的手里，这是1000两，你千万别哭。简俊尧低头看了一眼银票的面值，即将要夺眶而出的眼泪立马就止住了。玄战，你真大方，放心吧，血煞曼陀罗的事儿我一定多多留意。这女人变脸还真快。突如其来的1000两再次让简俊尧心情大好。你这是？当然是请客喽，别愣着了，快尝尝，这些都是我爱吃的。一时间，马车内的气氛莫名和谐。玄战很喜欢这些食物，尤其是配上那个名叫啤酒的东西，吃完了感觉身心都舒畅了很多。两人在马车里吃过了小灶，简俊尧才意识到天都已经黑了，时候不早了，我想去休息了，我叫林叶他们过来抬你。等下，干嘛？我们今天就在马车里休息。玄战自己都不知道，他怎么会突然冒出留这个女人和自己同住的想法。不过话既然已经说出来了，就没有收回去的道理。我是怕你晚上说梦话，把自己的老底抖露出来。还别说，前世简俊尧就有说梦话的毛病，被玄战这样一提醒，他还真有些担心了。要不让林叶他们抬你回屋子里面住，我一个人在这里。就在玄战打算找些什么理由挽留简俊尧的时候，马车外响起了宋嬷嬷的声音：王爷、王妃，老奴已经将你们的被子拿过来了。好，嬷嬷把被子拿进来吧。
今夜本王就与王妃留宿在马车里。王妃，王爷今日收了那么多亲卫，以后都是自己人了，总不能还让他们露宿在外面。老奴就打算把咱们的位置让出来，暂时去马车里将就一夜。宋嬷嬷的意思就是告诉简俊尧，我今天不跟你一起睡了，咱们的位置也没了，你只能跟王爷一起。王爷，老奴能做的都做了，你可一定要加把劲啊，争取让王妃早日怀上小世子。简俊尧清楚宋嬷嬷的用意，他狠狠瞪了玄战一眼，同时也在不断安慰自己。这个男人是个残疾，那方面肯定不行，我完全可以当他是空气。简俊尧毫不犹豫地扯过被子躺了下去，故意不给玄战留位置。不知道玄战这一夜是怎么过的，反正简俊尧是一觉到天亮。谁让你睡在这里的？不想，闭嘴！玄战本想说不想魂飞魄散就闭嘴来着，忽然想到昨天这女人哭得可怜兮兮的样子，立马改了口。我干嘛要闭嘴？你昨夜明明就是坐在那。别吵，你是怕外面那些人没有聊天的话题吗？直荒年，堂堂战王殿下都喂不起马匹，却有一辆2匹马拉着的马车在他们身旁飞驰而过。救命！救救我！你个臭娘们，是不是活腻了，竟敢跳车？看老子不打死你！求求你放过我吧，我是出来找人的，我家姑娘是战王妃。老子才不管什么王妃不王妃的，你竟然上了老子的车，就是老子的人。慢着！简俊尧本来不想多管闲事的，但听到那女子说她家姑娘是战王妃，他这才从马车里面出来。姑娘是奴婢啊，奴婢是翠柳。翠柳。简俊尧将原主的记忆飞快搜索了一遍，翠柳是兰家送去庄子上照顾她的小丫头，两人从小就朝夕相处，情同姐妹。男人在经过这110号人的队伍时就看出，这些人一定是高门大户之人，因此对简俊尧的态度倒是不错。这位夫人，我们在处理一些家事，我现在就把这个不懂事的女人弄走，免得挡了你们的去路。姑娘，翠柳终于见到你了。别哭，这不是都找到我了吗？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男人眼看着事情不妙，拔腿就跑。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宋清见王妃吩咐，亲自带人追了过去。王妃有命，你不能走。妈呀，刚刚那夫人真的是王妃呀，这不是踢到铁板了吗？带回去，去看看马车里是否还有人。是。这下算是彻底完了，好不容易弄了几个上等货色，都交代了。启禀王妃，马车里还有4个昏死过去的姑娘。姑娘，这人就是个人贩子，这些姑娘都是他在逃荒的人中拐来的，据说要把我们送去清平县，送给县令做寿辰贺礼。混账！车内的玄战实在听不下去了，这青黄不接的时候，作为一方县令，不想着如何救灾，竟然还有心思到处弄女人。王爷息怒，这件事交给属下来处理。得到王爷的默许，林峰大步走到人贩子面前，紧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打得人贩子哀嚎声阵阵。这位爷，求您手下留情，我也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啊！眼看着再打下去，那人贩子就要丢掉性命。简俊尧出言制止，别打了。看来还是宋清那群人比较识趣，以后有机会多给他们一些美食福利，让这个不听话的林峰干眼馋。姑奶奶最大的优点就是记仇。哼！林峰，听王妃的。听到王爷的吩咐，林峰立马停手，将人拎了回来。清平县如今还有存粮？战王殿下，小人只知道清平县令那里不缺粮食，至于其他，小的一概不知。那你说说，县城内的百姓现在如何了？回王爷的话，清平县内已经没什么百姓了，能逃的都逃了，只有几个与县令交好的人家还在。听你的意思是说，县令是个作威作福的狗官了？县令他是个好官。不，县令的确是个作威作福的狗官。人贩子向来奉承县令惯了，话脱口而出，又连忙改了口。这里距离清平县还有多远？回王爷，绕过前面的弯路，再走上20里就到了。让他带路，把那2匹马套在咱们的车上。亲卫们很有眼力的上前办事，而简俊尧早已扶着翠柳上了宋嬷嬷的车。只见翠柳身上大大小小的鞭痕无数，这些都是那个人贩子打的。姑娘，那些已经结痂的是相府的人打的。简俊尧这才想起来，原主在回相府的当天，胡艳茹就派人将崔嬷嬷和翠柳带走了。崔嬷嬷呢？她没有和你一起。姑娘，你要为崔嬷嬷报仇啊！她为了掩护翠柳逃出相府，被他们活活打死了。你说什么？崔嬷嬷她……简俊尧只感觉胸口一阵憋闷，难受的要命。这种感觉就如同前世他失去父母亲人时候一样，眼泪也无声的滑落。翠柳，你等着，我去找些伤药过来。简俊尧回到玄战的马车，打开药品商城，购买了强力碘伏和1包棉球，另外又买了1盒消炎药，然后就下了马车。玄战挑起眼皮，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盯着简俊尧的背影。这女人并不是原来的简俊尧，按说对那个原身的丫鬟不会有什么感情，可看她那样子，眼中流露出的关心不似作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
他与原本的简俊瑶记忆和情感都融合了。简俊瑶和宋嬷嬷一起帮翠柳上了药，又拿出一粒白色小药片，直接送入翠柳口中。这是在王爷那里讨来的疗伤药，你先吃了它，其他的都不要想，把身子早些养好才是硬道理。翠柳只喝了一口水，把药吞下后，就将水囊放在了一边。多喝些。不了，姑娘，翠柳不渴。宋嬷嬷观察了一番翠柳的举动，知道她是个忠心的。王妃让你喝，你就喝，不要让她着急。翠柳见自家姑娘点头，这才再次拿起水囊，喝了好几口。王妃，那马车里还有4个被人贩子拐了的姑娘，王爷说我们这些大男人过去不方便，所以请您去处理一下。好，我马上就去。姑娘，那4个人都是人贩子在难民中拐来的，她们都是良家女子，若是可以的话，求您救救她们。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看着简俊瑶离去的背影，翠柳若有所思。她家姑娘变了，变得沉稳了很多，与曾经那个怯生生的姑娘相比，判若两人。翠柳已经脑补将简俊瑶的变化归功于她的遭遇，倒是省去了简俊瑶的解释。简俊瑶见4人身上都没有什么伤，便给了他们一个水囊，让他们先解渴。又了解了一些情况后，这才回到旋转的马车上。那几个姑娘都是好人家的孩子，被人贩子拐了，即便送回去，名声也毁了。你是如何打算的？据我所知，皇上给你的封地是2座空无一人的鬼城。不错，那里已经100多年无人居住了。既然这样，你有没有考虑过一路上广收难民，一起到那里生活？旋转当然想过，从接到去封地圣旨的那一天就想过，只可惜在这种饥荒时期，最好的诱饵就是粮食和水源。若是没有这些，那些难民凭什么会跟着他走？如今却不同了，有简俊瑶在，只要有银子，估计粮食和水源可以做到要多少有多少。这个计划完全可以提上日程了。只要有银子，我这里就能提供足够的粮食和水源。至于具体如何做，还要你自己去安排。我只知道，到了西北以后，总不能就眼下这100号人居住吧？这女人果然上道，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本王决定，就按你说的做。以后本王出银子，你负责食物和水源。到了西北以后，本王定不会亏待你。你少在那里给我画大饼，谁稀罕？你若觉得我的建议可行，那4个姑娘也愿意，咱们就带着她们一起去西北。你安排就是。有了旋转的认可，简俊瑶便去询问了那4个姑娘一番，她们都表示愿意跟着王妃一起去西北。至于什么鬼城不鬼城的，那都无所谓。1个时辰后，一行人便来到了清平县衙，入眼的就是一对男女，2人衣衫不整，室内凌乱不堪，画面简直辣眼睛。就在老管家带人审问县令时，简俊瑶准备一个人开溜。王妃去哪里？我就是想找地方方便一下，这不是你经常用的烂借口吗？姑奶奶今天还给你。既然这样，本王陪着你一起。不用了，我随便找个地方就好。推着本王。简俊瑶的反驳根本无效，对着旋转的背影挥舞几下小拳头，最后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推着旋转离开。本来也没有什么目的地，2人就这样在县衙的后院随意转悠。推本王去那屋子里看看。你可怕鬼？鬼？这屋子阴气很重，我担心里面有不干净的东西。你若是害怕，就走远些。你应该会捉鬼吧？不会，我只是能看到鬼，并不会捉。以往旋转看到鬼附身在他人身上，他也只能连同被附身之人一同杀死，才能将鬼驱散。还真是高估这男人了。既然你不懂得如何抓鬼，咱们还是远离这里吧。你走远些，本王一个人进去看看。简俊瑶认为这个男人既然有胆量去那鬼屋，就说明他一定有什么保命的办法，于是决定跟他去见识一番。为了安全起见，简俊瑶快速使用600空间币购买了一柄开过光的桃木剑。他也不知道这桃木剑到底如何使用，总之要做到有备无患。你要干嘛？你是谁？这句话让简俊瑶莫名的感觉耳熟，当初他见到这男人的第一眼也是被这样问的，估计又有人要被掐脖子了。只可惜简俊瑶根本听不到有人回答，只能看到旋转在那里自说自话。男人都是见利忘义的好色之徒，既然你进了这个屋子，就休想离开。眼看旋转的大手又朝自己的腰伸过来，简俊瑶知道这是那鬼又要攻击他们了，他胡乱挥舞几下手中的桃木剑。你个混蛋，那是我的。别动，这剑能降服女鬼。回答本王的话，你到底是谁？那女鬼因为惧怕桃木剑，再不敢出手，听到问话，回答起来还算老实。我本是这座宅子的女主人，谁知那个王八蛋男人却见利忘义，为了不让我阻止他那妾，竟然在我的饭食当中下毒，害得我惨死。你的丈夫是谁？当然是清平县的县令王伯达了，除了他，谁会做出如此丧心病狂之事？你既然已经死了，为何还要留在这里？我恨透了王伯达，他为了我娘家的财产，将前妻休掉后去我家提亲。我嫁给他不到半年，就发现他是个好色之徒，为此我经常与他闹，他倒是有些收敛。直到2年后，他通过阿杂手段将我娘家的钱财全部占为己有，便对我下手。我不甘心，我要化作厉鬼找他寻仇，谁知他竟然请来高人，用符将我封在这间屋子内，根本出不去。旋转听了女鬼的话，朝着房屋四周看了一眼，果然在不起眼的位置见到几张泛黄的符咒。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本王。
本王可以考虑将你从这里放出去。真的？你真的能放我出去？本王一言九鼎，不过放你出去的前提就是不能害人，否则定会让你魂飞魄散。玄战说话的时候还不忘看了一眼简俊瑶，他知道这个女人最讨厌这4个字。我是在和女鬼说话。简俊瑶的确对这几个字很敏感，在玄战说出来以后，已经双手环胸目视着他。没想到这男人还不错，竟然跟自己解释了。这句话以后少在我面前说。男人拥有一双阴阳眼，经常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放你出去的前提就是不能害人，否则定会让你魂飞魄散。请大人放心，我出去只是想找那个王八蛋报仇，绝对不会伤及无辜。本王还有问题要问，你回答完了，本王自会放你出去。大人尽管问，我定会如实相告。县令把你关在这屋子里，肯定有什么隐情吧？他把我关在这里是为了看守他的密室，我若是不按照他说的去做，他就会请人来做法，让我魂飞魄散。从他人口中听到魂飞魄散这4个字，玄战若有所思。按说他天生阴阳眼，如果自己能够掌握玄学之术，等到了西北鬼城，那也不至于被动到无处安身的地步。告诉本王，密室在哪里？就在那桌子的后面，桌上的水壶是开关。你先退到一边，待本王查看过密室，再带你出去。玄战握住桌上的茶壶，用力旋转，只见墙壁立即一分为2，缓缓朝着两侧移动，很快就出现一条可容纳1人行走的通道。然而通道内漆黑一片，根本看不清里面的情况。简俊瑶打开手电筒，只见洞口处出现了一条向下蔓延的石阶。看来探查地下室的任务只能我一个人去完成了，这里面肯定有好东西，到时候趁着玄战不在，全部收进空间，纳为己有。简俊瑶如意算盘打得啪啪响，可玄战怎么可能如了他的意？你背着本王一起。什么？你让我背着你？你能不能要点脸？长得高高大大的，让我一个瘦弱的小女子去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说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既然这样，那就等着灵叶他们过来以后，再背本王下去好了。不用，我能背。笑话，那些人来了，背着你下去，还有我啥事？为了我的小钱钱，姑奶奶拼了。幸亏简俊瑶穿来以后吃了很多好吃的，才勉强将玄战背了起来。玄战，你是猪吗？咋这么重？看在我辛苦背你的份上，下面的宝贝你可不能独吞。不对，我们那里有个规矩，见面分一半，咱们俩5-5分。聒噪。若是换做别人，敢在他面前如此絮叨，他早就将人踹出去了。今天不知道怎么了，他竟然忍了这么久。说谁聒噪呢？若不是背着你，我早就跑下去了，竟然还不领情。玄战太了解这女人的脾气了，知道若是自己在说些什么，简俊瑶保证会把她扔在这里。谁知他的这个想法刚冒头，就感觉屁股一痛。玄战，看在我这么辛苦背你的份上，我要求多分1成，要不姑奶奶就不干了。反正这里你也出不去，我一个人下去，还不是想拿多少宝贝就拿多少宝贝。真是想什么来什么。不过这女人威胁的确有道理，若是真把我扔在这，她独自一个人去下面查看，那里的东西恐怕要全军覆没了。好，本王答应你。简俊瑶没想到玄战今天如此上道，他再次费力地将人背起来，转了一个弯，一个偌大的屋子出现在2人面前。我的妈呀，竟然有这么多银子！玄战的注意力却与简俊瑶不同，而是落在了那一堆麻袋上面。如果他意料不错的话，那里面装的应该都是粮食。先去看看那些麻袋。此时的简俊瑶哪里还能听到玄战的话，他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么多宝贝换成空间币的话，他立马就能成为小富婆。玄战，这些银子我喜欢。本王知道你已经彻底钻钱眼儿里去了。本王让你看看那些麻袋里面装的什么。简俊瑶这才去查看那些麻袋，他随意摸了摸，就已经可以断定麻袋里的东西。这里都是粮食。还不待玄战开口，简俊瑶已经笑得满脸谄媚。这么多银子，王爷打算怎么安排？玄战刚刚就用手电筒照了一下，这里一共有5箱银元宝，看着挺大一堆，其实也就5万两，即便再加上那些珠宝首饰和字画，价值也不会超过10万两。这些银子对于玄战来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目前他最看重的还是粮食。这里面除了粮食以外的东西，本王都可以给你。真的吗？玄战，以前说你小气，是我错了。本王的话还没有说完，你别高兴得太早。你刚刚不是已经说了吗？除了粮食以外的都给我，咋这么快就变卦了？我的确可以答应将那些银子和首饰给你，可也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你说吧。若是你能用粮食把这个屋子填满，本王就答应把那些都给你。若是你能用粮食把这个屋子填满，本王就答应把那些都给你。填满？你这绝对是狮子大开口，密室这么大，要填满的话，我可就亏大了。不行，密室太大了。那就按原来说的，这里面的东西咱们平分。不对，你刚刚已经答应我了，我多要1成。也可以，现在就分吧。简俊瑶见玄战动真格的了，转身走到了字画附近，他要先看看空间商城物品兑换的价值。他随意拿起一张字画送进空间兑换系统，没想到这张画竟然能兑换10万空间币，这可就价值1000两银子啊！和在玄战面前哭一鼻子同样划算，更何况那里还有10几张字画，如果价值不相上下的话，岂不就是1万多两？
思及此，简俊尧又兑换了几张字画，然后又拿了一些珠宝首饰送进空间，没想到竟然兑换出90万空间币，这下他可真是赚大发了。你拿的已经可以了，剩下是本王的。眼看着东西一样一样的消失，玄战是真着急了。若是自己再不制止，还要拿什么和这个女人谈条件？简俊尧尝到了物品兑换的甜头，已经深刻的意识到，还是答应玄战的要求比较划算。我答应你的要求，把这屋子用粮食填满。玄战很满意。好，你尽管去做，本王就在这里看着。既然已经达成协议，简俊尧小手一挥，直接将那些银子和首饰等物全部收进空间。下一秒，玄战只感觉眼前一晃，好几十麻袋的粮食出现在密室内。简俊尧知道玄战是准备用这些粮食供养难民，于是他不光买了白米白面，还有玉米面和高粱米等一些粗粮。玄战刚刚说让简俊尧用粮食将密室填满，也只是想试探一下他的真正实力，没想到这女人还真的做到了。眼看自己马上就没有栖身之地了，玄战出言提醒：这些足够了。简俊尧，你大胆，竟然敢戏耍本王！不是你要我把这密室用粮食填满的吗？我这是在按照你的吩咐办事。王爷您别着急，我这就去喊林侍卫来把你背上去。哼，臭男人，这就是你算计我的下场。简俊尧粗略计算了一下，那些收进空间的物品折合银子有8万多两，刚刚购买粮食只用了2万两，这样算下来他就赚了6万多两，怎么算他都不亏。只是生气玄战那个家伙总想着算计他，不给他点教训，他就不是简俊尧了。姑奶奶什么都喜欢吃，就是不喜欢吃亏。这小姑娘也忒厉害了吧，竟然连王爷都敢算计。王妃，王爷他人呢？哦，我回来就是通知你们去后院把他背回来的。背回来？王爷他怎么了？你把王爷怎么了？我能把他一个大男人怎么着？还不是他自己非得下密室看看，结果出不来了。林氏兄弟一听顿时着急了，麻烦王妃带路。简俊尧虽然想让玄战吃些苦头，可也不敢玩得太大，万一在里面窒息了或者遇到什么危险，他可真就得魂飞魄散了。于是他转身在前面带路。你们王爷说了，这里有不干净的东西，至于敢不敢进去，就看你们的了。林氏兄弟根本不信什么鬼神之说，于是想都没想，直接大步跨进屋内。女鬼这会一心想离开这里，对于进来的几个陌生人视若无睹。林氏兄弟很顺利地进入到密室中。王爷，你在吗？本王在此。此时玄战已经运用内力，将压在自己身上的麻袋推开，坐在那里露出了上半身。若不是下半身不能动，他是真不想让属下看到自己这副狼狈的样子。死女人，等本王出去，定让你好看。林北一个人轻松地将玄战背出了密室，将人放在轮椅上坐好。简俊尧觉得在外人面前，自己还是有必要装一装样子的。王爷，对不起，都是我没用，没力气把你背上来，害你受苦了。果然，林氏兄弟听了他的话，都不再怪他了。然而玄战却气得面色铁青，可眼下也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面咽。等没有外人的时候，看本王如何惩罚你。那边可问出什么来？启禀王爷，狗县令已经都招了，他不但贪污了赈灾粮款，还伙同山贼一起抢夺百姓的粮食，然后占为己有。哼，这种狗官就该被千刀万剐。大人，那狗官可否交给我处置？你们先出去。你打算如何处置王伯达？我要把他的心掏出来看看，到底是不是黑的。不过在此之前，我想求王爷帮个忙。帮什么忙？王伯达大腿内侧请人刺了一道符，以至于我根本无法靠近他。烦请大人将他那道符破坏掉，我就可以报仇雪恨了。这个本王可以帮你，不过本王认为这样的恶人若是死得太痛快，还真是太便宜他了。女鬼被这一提醒，瞬间懂了。大人放心，我保证让他先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玄战使用内力将符咒摘掉，女鬼得到自由，身体瞬间飘了出去。无论用什么办法，尽快去城内寻找大量板车，赶路的时候带着那些粮食。回到内院，玄战一眼就看到了站在房顶正目视着县令的女鬼。宋清，把王伯达的裤子扒了。王伯达的裤子扒了。以前咋没发现王爷的口味如此重，竟然要当众扒一个男人的裤子？我们刚刚可是费了好大劲儿才给他把裤子穿好，估计这会儿还没捂热乎呢，就又给扒了。忍着心中的疑惑，宋清带人将县令的裤子当众扒掉。就这点本钱，还到处寻花问柳？若不是顾忌周围人多，简俊尧差点就笑出来了。玄战蹙眉转头，见这个女人正盯着县令看，强忍着怒气呵斥：你们那个朝代连非礼勿视的道理都不懂吗？简俊尧没成想，宋清就那样毫无顾忌的当众给县令裤子扒了，结果就歪打正着的被他看到。他此刻也意识到自己看了不该看的地方，可莫名被玄战呵斥，他心里也不痛快。人家的虽然袖珍了些，可总比某些人的强，除了能用来嘘嘘，别的啥也干不了。简俊尧，王爷，您怎么又对王妃大呼小叫了？宋嬷嬷也顾不得在外人面前注意尊卑了，连忙出言劝阻，生怕王爷性子上来给王妃苦头吃。宋嬷嬷，这是本王和王妃之间的事，你就不用管了。玄战还是第一次对宋嬷嬷用如此生硬的语气说话，宋嬷嬷也意识到了王爷是真的生气了。既然主子发话了，宋嬷嬷也不好说太多。王妃她年纪小，王爷您还是不要太严格的好。
放下这句话，宋嬷嬷便3步1回头的离开了。她希望王妃是个有眼色的，赶紧跟自己离开。谁知简俊尧却朝她笑了笑，身子纹丝未动。王妃啊，王妃，老奴也只能帮您到这里了，您就自求多福吧。无耻的女人！你今天欺负我2次，我都还回来了，咱们扯平。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早起的时候，你没经过我的同意睡在我旁边，这是你的第1个错。第2，咱们说好了，密室的东西我6你4，最后你却无耻的要我把密室用粮食填满，难道准许你算计我，我就不能报复了？再说了，我刚刚也只是实话实说而已。你给本王闭嘴！你哪只眼睛看到本王不行了？玄战此刻情绪已经接近暴走状态，简俊尧却露出一抹坏笑。本来想给你留些颜面的，你却不领情。既然这样，本姑娘就告诉你，为啥知道你不行。先说我刚来那天，不到半个时辰，你就2次要求去方便，这说明你尿频。尿频是前列腺疾病的一种表现，而且看你方便的间隔频率，已经病入膏肓了。还有，你下身瘫痪，长时间不运动的话，肌肉萎缩也会影响那个。住口！虽然玄战听不懂什么前列腺，又是肌肉萎缩的，可他也不傻，知道这些都不是什么好话。简俊尧，本王告诉你，本王正常的很。哼，这个女人有毒，若是再和她交流，肯定得气得吐血。玄战努力整理好情绪，不再看简俊尧，将目光落到县令身上。宋清，看看王伯达的大腿内侧是否有一个刺青的符咒。启禀王爷，那里的确有个符咒形状的刺青，把那刺青给本王割掉。是。就在众人不明所以之际，只见县令那肥胖的身体忽然站了起来，只有玄战能够看到，是那女鬼附身在了县令身上。下一秒，就看见县令光着身子，伸手拔下一名亲卫的大刀，当着众人的面儿，干脆利落的手起刀落，把自己给割了。管不住的东西留着干嘛？割了就一了百了，省得害人。话落，就见县令走到那一点点的小肉面前，抬脚就踩了上去，还使劲儿碾了好几下，直到他抬起脚的时候，那东西已经看不到了。多谢大人帮小女子达成所愿，让这个王八蛋生不如死。小女子如今心愿已了，请大人送小女子投胎吧。县令不仅当众把自己给割了，竟然还踩上去使劲碾了好几下。小女子如今心愿已了，请大人送小女子投胎吧。玄战此刻真的有些挠头，虽然他能与这女鬼交流，可并不知道要如何送她去投胎。女鬼见玄战迟迟没有表态，心里有些慌了。大人，您不会说话不算数吧？本王只会打鬼，并不会帮助鬼投胎。眼看着玄战又在那里自说自话，简俊尧知道他这是在与那女鬼交流。王爷，您不是最会做让人魂飞魄散的事儿吗？如今怎么又想帮鬼投胎了？虽然是被奚落，可听到简俊尧说话，玄战心中仿佛升起了一抹希望。这女人连那么厉害的桃木剑都能拿得出来，难保不会有其他宝贝。思及此，他态度极好的问道：你那里可有什么帮鬼投胎的好办法？简俊尧哪里有什么帮鬼投胎的好办法？不过他在逛空间书城的时候，的确看到过几本关于玄学的书籍。他一时进入空间，直接使用180个空间币，购买了一本外观看上去最厚的茅山道书。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玄战看着手中厚厚的一本书，有些懵。这女人为何会给自己一本书？而且上面那些都是缺胳膊少腿的字，他不认识。你是打算让本王从这书里学习如何送鬼投胎？这是目前我能想到最好的办法。你这是变着法儿的欺负本王是吧？欺负本王不认识这些字。玄战不想再给简俊尧任何嘲笑自己的机会，于是将书丢给简俊尧。你先看看送鬼投胎的方法，然后再告诉本王。王爷，您还是自己看吧，这样印象才能更深刻。本王让你看你就看。女鬼看着两人在那里你一句我一句的，来回推搡一本书，有些着急了。大人，小女子怎么办？你先暂且跟在本王身边，等本王找到合适的办法，就送你离开。好，都听大人的安排。眼看着女鬼转身要走，玄战不得不提醒：你出去可以，但不能做害人的勾当。若是被本王知道你害人，定要你魂飞魄散。既然王妃如此了解本王，那就好好看书。管家，刚刚都问出些什么？回禀王爷，亲卫们一共在县衙内找到27人，其中有4名是官差，还有6个下人，其余的全都是王伯达通过阿萨手段掳来做妾的良家女子。可从那些人的口中问出清平县的人都去了哪里？回王爷的话，那几个官差说，清平县的百姓的确都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举家出去逃荒了。不过这县城里倒是还有10几户人家，那是因为县令承诺他们，只要他们将女儿送给他做妾，便可以在大汉时期供养他们。也就是说，这县城里剩下的都是把女儿送给县令做妾的人家？是的。本王知道了，你让宋嬷嬷带人去问问那些女子，若是想离开的话，现在就可以走了。还有，命人将那狗县令绑起来，挂在城门口示众，直到咽气为止。王爷，难得遇到环境好的地方，您先好好休息一下。嬷嬷，从京城出来这一路，你也辛苦了。问问昨天就回来的那4个女子，她们做什么事情拿手？
把你手里的活往出分一分。王爷放心，老奴刚刚已经问过了，那几个姑娘都是会干活的，老奴这就去安排。此时的简俊瑶绕到屋后，视线被一堆干草吸引住。按说这附近根本没有灶房，堆放这么多干草不科学。简俊瑶将干草扒开，下面果然有乾坤，一口水井就这样明晃晃的出现了。这里竟然有水！别说，这狗县令还真挺有福气，难怪百姓都出去逃荒，他却住在这里，有恃无恐，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洗一洗了。玄战，你别睡了，快起来看看，我找到水了。水井在哪里？带本王去看看。你看，就是这里。虽然水并不是很多，可也完全够咱们这么多人洗个澡了。听到洗澡，玄战的身体顿时就条件反射般痒了起来。他从小到大还是第一次这么久没有沐浴，估计身上都要生虱子了。玄战立即找来管家和几个亲卫。当众人看到井里有水的时候，全部惊呆了。要知道，他们从京城出来，一路寻找都没有找到一口有水的井。老管家抹了把眼泪，扑通一声跪在了玄战面前。王爷，你有大福气啊，竟然能在这不起眼的地方找到水源。亲卫们也同样感激地朝玄战磕头。若是换了自私的主子，找到如此珍贵的水源，肯定会自己藏着掖着偷偷用。然而战王却不然，找到水源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起来说话，水井是王妃发现的，并不是本王。闻言，众人又朝着简俊瑶跪了下去。简俊瑶可受不起，尤其是年纪都能当自己爷爷的老管家。大家不必多礼，咱们出门在外，谁都不容易，有资源就要一起分享。简俊瑶面对玄战以外的人都能做到落落大方，这倒是让众人对他的印象好了很多。老管家欣喜地带着亲卫们去烧水，简俊瑶推着玄战回了房间。王妃的书看完了？没有，我有个毛病，一看书就犯困。把书给本王。简俊瑶连忙从空间将书取了出来，乐颠颠地送到玄战的手里。谁知玄战又快速将书推了回来。本王眼睛有些不舒服，你读给本王听。这本书给本王读完，本王给你1000两。切，1000两，你打发要饭的呢？那你说多少合适？让本姑娘给你读书，起码要这些。死女人，你绝对是钻钱眼儿里去了。为了能够学习玄学之术，玄战只能认怂，黑着脸取出一张面值1万两的银票交给简俊瑶，同时心中也产生了一个想法，以后自己还是尽量不要惹他不高兴，否则以简俊瑶这吃银子般的速度，不等到西北封地，他就得破产。思及此，玄战的态度瞬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银子你慢慢花，不够了的话再找本王要。这个男人不会吃错药了吧？变脸的速度如此快。简俊瑶也不管玄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将银票收进空间后，像模像样的拿起书。反正你都说了，这1万两是读完整本书的费用，我就从第1页开始读给你听。你看着合适就好。第1章茅山道术的起源。简俊瑶读得很认真，他没想到这种书读起来还挺有意思。玄战仔细倾听的同时，视线紧紧盯着书上的字。简俊瑶念到每一个字，他都会刻意记录一番。就当他正听得入神之时，感觉读书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彻底没了声音。我的个天呀！王爷竟然开窍了，还知道抱一抱王妃了。玄战看到老管家进来，而且还用那种欣慰的眼神看着自己，他就知道对方一定是误会了。王爷，水烧好了，您和王妃慢慢用，不够的话，老奴再去烧。本王要沐浴，洗就洗呗，用不着跟我汇报。既然你喜欢看男人的身体，那就看吧。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看。眼看着男人当着自己的面开始宽衣解带，简俊瑶的身体瞬间弹跳到地上。喂，你要干嘛？光天化日的耍流氓！玄战故作镇定地继续脱衣服，心中却在打鼓。他想用这个办法把简俊瑶吓出去，可万一自己真的脱光光了，这女人还不出去怎么办？那他岂不是就亏大了？哇，这男人的身材也太好了吧！难道这女人生活的朝代没有男女之别吗？我都已经脱成这样了，她还站在那里看着。玄战实在没有办法了，只能出声提醒简俊瑶，本王准备脱裤子了，看够了是不是可以出去了？切，身材再好能怎样？那方面又不行。放肆！你要不要试试本王到底行不行？这古代还真不是人混的地方，一言不合就要跟姑奶奶试试。你当我是那么随便的人？姑娘，你怎么一个人在院子里？王爷他在洗澡，我在屋里不方便。这话不说还好，宋嬷嬷听了以后，心情只能用恨铁不成钢来形容。他们家王爷咋就如此不开窍？王妃，您看王爷行动不方便，他沐浴的时候身边没人伺候可不行。好，我这就去喊管家来帮忙。原来这不上道的不光我们家王爷一个人。王妃，您看王爷已经洗了那么久，还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您要不要过去看一看？被宋嬷嬷这样一提醒，简俊瑶也觉得很好奇。都已经过去半个时辰了，玄战泡澡的时间的确有些长。好，我这就去看看。宋嬷嬷对简俊瑶的态度很满意，看来王妃还是很关心他们王爷的。出去！完了完了，王妃肯定是看到王爷发生了什么意外，才会被吓成这个样子。
吓死老奴了！刚才听到王妃的叫声，老奴以为王爷出事了。本王没事，嬷嬷莫要担心，本王洗好了，叫人把水抬出去吧。老奴这就去叫人。王妃若是闲着无事，继续给本王读书。谁闲着没事了？你都洗得白白净净了，本姑娘还脏着呢。玄战这才注意到，简俊瑶的确很脏。不但这样，这个女人还没有换洗衣物，原因无他，相府的人太现实，知道她是嫁入战王府送死的，连嫁妆都没给她准备。玄战本就对皇帝赐婚不满，更是不可能帮她准备什么日常服饰。还真不知道哪里跑来一只难驯服的小花猫。简俊瑶听得出玄战是在嘲讽自己，不过碍于翠柳还在身边，不想表现得太反常。他不知道在哪里拿出一条脏兮兮的帕子，假意低头擦拭眼角。王爷如此贬低妾身，真是让妾身感到无地自容。若不是因为跟着王爷一路奔波受苦，妾身也不至于落得如此田地。死女人，你就装吧。既然你想装，本王也不介意陪着你一起。这的确是本王亏待了王妃，但皇上赐婚这么大的事儿，岂是我一个小小王爷能做得了主的？只能委屈王妃了，跟着本王一路吃苦受罪。在翠柳心中，战王就是个大英雄。如今他亲眼见到战王殿下对姑娘示弱，激动得热泪盈眶。姑娘，别看战王殿下身有残疾，可对您是真的很好，您也别辜负了他的心意。我造孽！翠柳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王爷，老奴已经吩咐人烧水，一会儿让王妃娘娘也在这里沐浴一番。本王知道了。等待烧水的时候，宋嬷嬷将饭菜摆在圆桌上。王爷，这些都是用县衙厨房内的食材做的，虽然简单了些，可总比没有吃的好。宋嬷嬷也去吃饭吧，这里有王妃伺候就好。老奴告退。看到饭菜，简俊瑶也意识到了自己确实很饿。玄战并没有立刻动筷子，因为他知道这个女人肯定会变点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吃。果然，下一秒，大大小小的盘子瞬间出现在餐桌上。玄战虽然每次都觉得简俊瑶变出来的东西很好吃，但有一点却一直很好奇，那就是这个女人每次拿出来的食物都是肉类，从没有过素菜。你很喜欢吃肉吗？我从小身体就很瘦弱，妈妈为了让我胖一些，每顿饭都会给我做各种肉食，我也就养成了无肉不欢的习惯。后来进入末世，别说吃肉了，即便想吃一些正常的食物都是奢望。玄战此刻恨不得狠抽自己一巴掌，他真是没事找事，干嘛要问东问西的？若是这个女人哭起来，以他现在的胃口，怕是1000-2根本哄不好。好了，那些都过去了，先吃饭。你若喜欢吃肉，等咱们到了封地，本王就让人饲养各种肉食动物，保证让你每天都有肉吃。玄战自己都没觉得，如今的他是越来越会哄人了。简俊瑶听他这样一说，果然不那么难过了。其实我这个人还是很好满足的，只想过一些正常人的生活，高兴的时候有人分享，不开心了有人开导，就这么简单。当然了，我也希望在我们互相利用期间，能够少一些算计。玄战想想这2天发生的事情，自己做的的确有些不够男人。这女人即便套路在身，也只不过是个姑娘家，他一个大男人以后还是尽量担待些吧。好了，本王以后尽量克制一下自己的脾气，你也同样，说话的时候不要总带色。简俊瑶见好就收，他知道玄战能说出这些话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反正他也没打算长期与这个男人在一起生活。等到了封地以后，若是可以的话，他会跟玄战提出，看在他路上帮忙搞粮食的份上，给他一个属于自己的地盘，然后他就可以过那种梦想中的生活。姑娘，崔嬷嬷让翠柳告诉您，夫人的死绝对与相府之人脱不开干系，还有兰家的失踪也有蹊跷。崔嬷嬷还说，让姑娘您一定跟战王殿下好好相处，将来有机会回到京城去报仇，也要有个拿得出手的身份。翠柳，崔嬷嬷还说什么了？姑娘，我和崔嬷嬷被人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面，还有好几个老妈子看守。这些话还是崔嬷嬷在看守之人换班的时候趁机告诉我的，再没有其他的了。我知道了，崔嬷嬷的仇我一定会报的。姑娘，我被关在相府的时候，听看门的老妈子们聊天，他们说等你顺利出嫁以后，就会送我和崔嬷嬷去该去的地方。就是因为这句话，崔嬷嬷才起了逃跑的心思。翠柳和崔嬷嬷该去的地方，这到底是哪里？难道与兰家失踪有关系？玄战算准时间才操纵着轮椅进来，入眼的便是一个仙气飘飘的美少女，一时间竟有些惊呆了。那个什么时候能给本王读书？我现在就读给你听。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道理，简俊瑶还是懂的。他取出书，接着上次的地方读了起来。玄战依旧紧盯他读到的每一个字，他相信以自己过目不忘的本事，用不了几天，这本书他就能自己翻阅了。然而简俊瑶读完了第1章便停了下来，这才念了不到1刻钟，本王还想继续听。这是驱邪煞咒，需要用符纸、符笔和朱砂画出这样的图形，然后再配上咒语，才能发挥其作用。不过这个符咒的力度也会因人而异，要看施法者的功力。你那里能弄到符纸、符笔和朱砂吗？符纸和符笔玄战听都没听说过，估计市面上肯定买不到。简俊瑶粗略地计算了一下价格，然后朝着玄战伸出一根手指。玄战秒懂，麻利地取出一张银票交给简俊瑶。
快帮本王把东西变出来。简俊尧被那张银票惊呆了，其实他这次只想要100两的，谁知玄战一出手就是1万两。眨眼间，玄战的面前就出现了10叠符纸，满满一纸袋子的朱砂，就连符笔都有好几种型号。简俊尧做事自然要对得起玄战的小钱钱，购买的数量是计划的10倍。与此同时，玄战在心中也给简俊尧加了分。这女人办事还挺靠谱，竟然变出来这么多东西，1万两银子花得太值了。某冤大头此刻已经完全被眼前的物件吸引，立即带着他的宝贝去桌前准备学习。简俊尧见没自己什么事儿了，便独自走出屋子。姑娘，这个真好吃。好吃你就多吃些，吃没了我再找王爷要，反正免费的背锅侠，不用白不用。王爷对姑娘可真好，如此珍贵的肉干都能一次给您这么多。两人很快来到破屋子外面，只见林氏兄弟已经带着人开始往木板车上搬运粮食。姑娘，咱们为什么要来这里？你只管看着就好了，大家辛苦了。我这里有王爷给的肉干，你们休息一下先尝尝。亲卫们忙得连午饭都没顾得上吃，此刻正饿得慌，忍不住咽了咽口水。吃吧吃吧，不够的话，本王妃这里还有，再给你们拿。林氏兄弟见状也停住了手中的动作，等待简俊尧过来给他们发食物。谁知简俊尧将肉干发给最后一个亲卫后，转身就走了。没剩下多少了，本王妃自己还要留一些。有什么可得意的？若是没有王爷，你能吃到这些？林北，不许对王妃不敬。如果我猜测没错的话，王妃在故意针对咱们。她凭啥针对咱们？你们还记得吗？当初我出面打那个人贩子的时候，王妃让我停手，我没有听她的，然后我的余光就看到王妃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口中貌似还小声嘀咕了些什么。王妃看上去并不是那种不懂事的，她应该清楚，咱们兄弟只听王爷一个人的吩咐，她不至于会为了这点小事找别扭。可王妃刚刚的举动明明就是针对咱们兄弟的，这又如何解释？难道王妃真的会因为这种事来报复咱们？除此之外，我没觉得咱们有什么事情得罪过她。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眼下咱们是领教了。看来这位王妃自从醒来以后，改变战略了。她这是要在王爷和咱们这里混到一席之地啊！如果真是这样，咱们兄弟以后在王妃面前还真要注意些。我看王爷这2天对她的态度很不一样，甚至都已经与她在马车里一起过夜了。刚刚你们也看到了，王妃如今收拾一番，那就是个倾国倾城的大美女。王爷以往即便如何不近女色，怕是在这种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也难免会对王妃动情。到时候王妃成了王爷心尖尖上的人，还不得说什么是什么？咱们还是早些认清现实为好。大哥说的对，以后咱们还是小心些伺候。现在想通了，有什么用？肉干咱们一口都没吃到。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肉干？我看你有那时间，不如想想如何让王妃对咱们改变态度吧。改变态度又怎样？到时候怕是肉干早就吃没了。行了，都别在那里站着了，赶紧干活。装好粮食，咱们也能早些赶路。姑娘，你刚刚为何不给那3个林侍卫肉干吃？姑娘，你刚刚为何不给那3个林侍卫肉干吃？你若是觉得那3个没吃到肉干的侍卫可怜，大可把你自己的分给他们一些。在原主的记忆中，翠柳就是个小气巴拉的性子，简俊尧敢肯定这句话绝对能打消他的好奇心。结果他这次真的失算了，只见翠柳肉疼的看了看剩下的牛肉干，然后转身回去了。3位，这是我的牛肉干，分给你们些尝尝。姑娘，我见那几个侍卫辛苦，把自己的牛肉干都分给他们了。简俊尧还能说什么？他气没出城，反倒搭了一堆好吃的，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就说嘛，王妃总不会做的厚此薄彼，最后还不是让丫鬟给咱们送肉干来了。刚刚是我小人之心了。不管怎么样，以后咱们都不能得罪王妃。放心吧，大哥，以后我对王妃就像对待王爷一样。我算看出来了，王妃就是年纪小，还是小女儿家的心思。虽然有想报复林峰的嫌疑，最后还不是给咱们送吃的了。是啊，我看这些貌似比给那些亲卫的还多。看来王妃还是能看出远近之分的。简俊尧并不知道自己正被林氏兄弟夸赞，他一回到玄战的屋子，就看见圆桌周围扔了10几张纸团，桌上还有几张刚刚画好的符咒成品。你看看本王画的符咒如何？简俊尧见玄战虚心请教，拿起符咒与书上的图案对比起来，别说，这男人还真有做大师的天赋，看着和书上一模一样，就是不知道管不管用。说起这个，玄战也有些犯难。简俊尧眼珠转了转，计上心头。我曾经见到过有人使用符咒，无论符咒什么功能，只要施法者一念咒语，符咒就会变大，甚至飘起来。要不你先试试看，你画的符咒能否做到那样？好，本王现在就试试。赤赤洋洋，日出东方，无似灵符，普扫不响。太上老君无急急如律令。随着玄战的话音落下，符咒果然就飘起来了，不过并没有变大，而且只在半空停留了不到3秒就落到了地上。这是怎么回事？简俊尧拿起书，再次将驱邪煞咒读了一遍，两人都露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难怪本王刚刚没有成功，原来是缺少了手诀。玄战对着书上介绍的手诀开始练习，很快就练得和书上一模一样。本王再试试。本王再试试。
大人，你竟然说话不算数！玄战没想到竟然会这么巧，女鬼在他打出符咒的时候回来了。本王正在练习符咒，并没有看到你出现。简俊尧见玄战又开始在那里自说自话，就知道肯定是那女鬼回来了，而且听话里的意思，他的符咒刚刚还打到了那女鬼身上。此时女鬼已经躲在对面的房顶，根本不敢再靠近玄战。大人，你这符咒若是力道再大些，你现在肯定看不到我了。玄战闻言陷入沉思，他自认刚刚打出那道符的时候是用了全力，虽然伤到了女鬼，可并不能起到让其灭亡的效果。若是本王再打出符咒，你能看出其威力大小吗？当然能看得出来，只不过我实在害怕那东西，您能不能不当着我的面操作？本王不当着你的面操作，你又怎知符咒的威力如何？既然这样，大人尽管打出符咒便是。小女子现在就离得远一些。闻言，玄战又拿起一张符咒，这次他的精神格外集中，双手规则的在胸前比划，口中振振有词，符咒瞬间如同一张渔网般朝着前方飞了出去，直到符咒的效应消失，女鬼才胆战心惊的来到门前。大人，您的符咒威力与刚才相似。本王知道了，你先退下吧。女鬼如释重负，一个转身就消失了身影。简俊尧再次拿起那本茅山道术查看，最后在墨页看到下面一排小字，解释了符咒打出去威力不够的原因。原来若是想将符咒的威力发挥到极致，施法者要将自己的全部精神汇集到最后指向符咒的那根手指上，这样才能使符咒的威力倍增。玄战坐在轮椅上开始练习，简俊尧无聊，索性也学着他的动作一起。一时间，屋内除了两人手臂挥舞带起的劲风以外，几乎安静的落针可闻。林烨刚走到房门前，就被里面的场景给惊到了。王爷和王妃在干啥？按说以王爷的性格，不可能做出这种奇怪的行为，这一定是王妃的主意。王爷，属下是有事禀报的。何事？启禀王爷，属下等办事失利，寻来的木板车不够装那些粮食的。林烨本以为王爷听了他办事失利会生气，谁知玄战却无所谓的说道：木板车不够，可以慢慢找。本王决定在这里休整2天再出发。有了玄战的话，林烨心里就有底了。2天的时间，怎么着也能凑够装粮食的木板车了。只是王爷今天的举动着实让他有些懵，难不成是王妃使了什么美人计，把王爷的活儿给勾走了？这件事他必须得告诉老管家和宋嬷嬷。你个毛头小子，懂什么？王妃就算勾了王爷的魂，那也是常理之中的事情，说明咱们家王爷开窍了。更何况人家是正儿八经拜过堂的夫妻。灵烨呀，你只要把分内之事做好就行。王爷和王妃是主子，他们喜欢怎么玩就怎么玩。玄战在林烨走后，立刻拿了一张符咒，按照刚刚练习出的最好状态打了出去。只见那张符咒瞬间弹出，速度不知道快了多少倍，就连符咒形成的大网也大了好几倍。大人，您这次的符咒若是打在小女子身上，小女子定会魂飞魄散。此话当真？千真万确。大人这张符咒的威力，别说对付小女子了，即便道行再高深的鬼碰到，也会是如此下场。玄战心下大喜，对着简俊尧不自觉地露出一抹迷倒万千少女的笑容。本王成功了，谢谢你。你笑什么笑啊？不知道这样很勾引人吗？是的，你很成功，你是我见过能力最强的男人。看了看在床上熟睡的男人，直接小手一挥，从空间里购买了一张现代简约式大床，然后躺了上去。太舒服了，这才叫有质量的生活。简俊尧躺在舒服的被窝里，很快进入梦乡，岂不知他的小动作被玄战尽收眼底。玄战，你个大猪蹄子，自己又不是没有床，干嘛跑我这里来？我很好欺负是吗？玄战本想趁着这个女人醒来以前回到原本那张床的，结果这床太舒服了，他才迟迟没有离开。谁知这女人竟然醒得如此早。本王无心欺负你，这是给你的补偿。玄战本以为简俊尧看到银票会立即变得欣喜若狂，然而并没有，简俊尧的小脸都被气绿了。玄战，你混蛋，你当我是花楼里面的姑娘吗？被客人睡了，赏一些银子，然后拍拍屁股走人。本王没有那个意思，这不是想着欺负了你，给些补偿吗？这话不说还好，简俊尧更生气了。你还说是吧？玄战此刻也有些反应过来了，连忙将那张银票收起来。你放心，本王会对你负责的。你能负责个屁！本王一言九鼎，既然说了要对你负责，就会说到做到。你那方面根本不行，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说对我负责，你要如何对我负责？简俊尧，你够了！若是你不信，本王现在就可以让你试试，本王到底行不行？说着，玄战的大手已经愤怒地朝着简俊尧抓去。简俊尧身子本能地向后躲去，同时手中已经出现了一把麻醉枪，枪口直指玄战眉心。你不要过来，否则我就开枪了。这东西对本王根本没有用，你就不要白白浪费力气了。我只是不喜你的态度，做事以前从来都不会考虑我的感受，我不喜欢自私的男人。简俊尧说话的同时，意识进入空间，购买了一把袖珍刀，趁着玄战不注意，刀尖狠狠扎在了他的手背上，鲜血随着刀口流了出来。玄战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这一刀就当我还你了。简俊尧看着玄战那有些颤抖的身体和伤口处流出来的血越来越黑，他有些慌了。你是不是毒发了？我这就去喊管家过来。不必。简俊尧才不会听他的，他快速将大床收进空间，然后帮玄战处理好伤口，就朝屋外跑去。宋嬷嬷，管家在哪里？王爷他好像又毒发了。宋嬷嬷听说王爷隔了1天再次毒发，担心的双腿都有些不听使唤了。不应该呀，王爷这毒多数时候都是1个月才发作一次，这次为何会2天就发作？王妃，王爷可是受了伤。简俊尧听宋嬷嬷这样问，心里就是一咯噔，完了，他闯祸了。玄战的毒肯定是怕自身受伤，否则宋嬷嬷不会这样问。本王并没有受伤。简俊尧没想到玄战会在这个时候出言袒护他，心中的愧疚感愈发强烈了。他跟在宋嬷嬷身后一起进入房间，只见玄战受伤的那只手已经用宽大的衣袖遮住，宋嬷嬷根本察觉不到。王爷，您若是痛得厉害就喊出来，总比憋着要好。本王无事，嬷嬷莫要担心。简俊尧意识进入空间，寻找血煞陀螺花。当他看到那亮起来的图标时，简直欣喜若狂。只是价格竟然要500万空间币，折合成银子就是5万两。他肉疼的先用自己的银子将血煞陀螺花买下。宋嬷嬷，王爷头上都是汗，你去打盆水过来，帮他擦一擦。老奴这就去打水。血煞陀螺花已经有了。多少银子？5万两。简俊尧这次是打算弥补自己的过错，直接告诉了玄战原价。玄战此时全身已经被钻心疼痛搞得动弹不得。银子在本王身上，你自己拿。听说拿银子，简俊尧的动作比兔子还快，小手探入玄战的怀中，上下游走。怎么没有呢？你的银子到底在哪里？这个女人绝对是故意的，再往下面一点就是了。哦，简俊尧满脸认真，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此刻的行为有多像女流氓。就在简俊尧已经摸到银票一角时，老管家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王爷也真是的，你们是新婚燕尔不错，可这种事情总要分一分时间场合。管家，你来给王爷看看吧。不用看了，本王已经找到血煞陀螺花，管家只管准备帮本王解毒就是。血煞陀螺花给你，就当是弥补我伤了你的过错。这是本王用银子跟你买的，又不是你白送我的，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弥补过错。王爷，老奴已经将解药准备好了，眼下只要将血煞陀螺花加进去，即可为您解毒了。血煞陀螺花在此，你拿去吧，让灵叶他们立刻守在院外。本王解毒的时候，不准任何人靠近。还有，无论本王这次解毒成功与否，事情都不准向外透露出一个字。老奴明白，这就安排林侍卫来这边守着。王爷，您解毒的时候就让王妃留下吧，万一管家忙起来，也有个人能搭把手。就让王妃留下吧。简俊尧见宋嬷嬷和玄战都执意如此，他也不好当众反驳，心想反正玄战是坐在浴桶里面，他自觉一些不看下面就是。嬷嬷放心，我一定尽力照顾好王爷。王爷，解毒的过程很痛苦，您要有心理准备才是。无妨，本王遭受毒发的痛苦还少吗？这不算什么，管家尽管帮本王解毒就是。王爷先喝了解药，然后就可以进入浴桶内了。玄战一仰头将药喝掉，然后脱掉外衣。简俊尧见状，连忙用手捂住眼睛，非礼勿视，非礼勿视。然而简俊尧一个没控制住，捂着眼睛的手指间就出现了一条小小的缝隙。只见玄战只是脱掉了亵衣，穿着亵裤由老管家扶着进入浴桶。既然人家穿着裤子，简俊尧也就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了。他就站在浴桶旁边，盯着玄战的表情。起初1刻钟还好，玄战并没有任何不适的表情。然而过了一会儿，玄战的额头开始出现汗珠，他的脸上也露出了些许痛苦之色。王爷，解药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您身上的痛感会越来越强烈，您一定要坚持住，只要熬过2个时辰，您的毒就解了。王爷，您已经坚持1个时辰了，再过1个时辰，您体内的毒素就会自动汇集到一处，到时候老奴就可以施针帮您排毒了。眼看着玄战唇角有血渍，简俊尧猜测他应该是把嘴唇都咬破了。管家，就没有什么止痛药给王爷使用吗？王爷这个毒很特殊，若是能用止痛药，老奴早就准备了，何至于让王爷如此受罪？既然药物不行，简俊尧得想个能够分散玄战注意力的办法。你要不要听我给你读书？本王要听，不过要换一版。好，我给你读一读其他的。简俊尧在书城内看了一圈，果断购买了一套4本装的《西游记》。他假意走到床榻处，在老管家视线看不到的地方，将书从空间取出，然后搬了把椅子坐在浴桶旁边，绘声绘色地读了起来。玄战清楚简俊尧给自己读书的用意，他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声音中，这办法果然好用。玄战听着听着就入神了，貌似身体上的疼痛感都减轻了不少。简俊尧这次是真的拼了，一口气读了半个多时辰。起初老管家并没有将王妃读书当成一回事儿，谁知听着听着就有些入迷，直到玄战的
皮肤渐渐恢复正常。老管家连忙上前：“王爷，毒素已经集中到您的手臂以下，老奴这就施针，帮您把毒血清除。”闻言，玄战将双手从浴桶中抬起。老管家看到他的手震惊了。按道理，王爷的毒循环到手上以后，双手会变成黑红色，而且还会随之肿胀起来。如今王爷的一只手，除了有一个深深的伤口以外，并没有出现黑红或者肿胀的现象。老管家终于明白王爷今日为何会毒发，明明就是他身体受伤所致。王爷却不说，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隐情。老管家拿起玄战的另一只手，用银针快速刺破几处血管，就见黑色还带着一股腥臭味的血液流淌出来。过了半刻钟左右，玄战流出来的血才变成鲜红色。恭喜王爷解毒成功！老天有眼，天不绝本王。玄战一扭头，就看简俊尧正站在那里傻笑，笑容是那么的真诚，不含一丝杂质。他此刻万般庆幸，当初发现他灵魂有问题的时候，选择饶他一命。谢谢你，谢谢你。少在那里煽情，以后少欺负我一些，比什么都强。王爷，老奴这就去烧水，帮您清理一下身上的脏污。管家，这次算你有眼力。若是王爷和王妃能够感情再升温，你的功劳最大。哪里，王爷早日抱上小世子才是正经事儿。咱们再等等，等王爷和王妃温存过了，咱们再进去。对，都听宋嬷嬷的安排。简俊尧实在受不了屋内的腥臭味，干脆去院子里面等着。谁知就听到老管家和宋嬷嬷在那里窃窃私语。合着这些人都在算计我呢，难怪那个臭男人会突然拉我的手，这肯定都是宋嬷嬷和老管家教的。宋嬷嬷，管家，谁准备好了？为何不提进去？你们是想让王爷被自己的臭味熏死吗？王妃莫急，老奴这就叫人抬水进去。管家，本王什么时候才能正常行走？王爷莫要心急，老奴敢肯定您的毒已经彻底解除，只要多加锻炼，不日就能行走如常。交代给林氏兄弟，本王毒已解的事情要守口如瓶，不准透露给任何人。老奴晓得，一会儿就去再叮嘱一遍。王妃那里，他那里本王自然会交代。本王解毒的事情，希望你不要透露给任何人。谁稀罕管你这些破事儿？再说了，你就算让我说，我也得有人说才是。知道了，我不会说出去的。若是曾经的简俊尧，玄战还真不放心。如今这具身体换了灵魂，他也就没什么担心的了。你这会儿正好无事，扶着本王走一走。简俊尧扶着玄战的一条手臂，在屋子里慢慢行走，这画面看上去十分和谐。而此时京城的御书房内却充斥着满满的火药味。简上安，朕赐婚你家嫡女为战王正妃，你却弄个乡下丫头嫁过去，以此来糊弄朕，你好大的胆子！皇上息怒，当初您圣旨上是说将臣的嫡女赐婚给战王，臣嫁给战王的也的确是嫡女，而且还是嫡长女，强词夺理！你可知朕当初要将简嫣然赐婚给战王的真正用意？恕臣愚昧。朕拿你当心腹，觉得你的女儿可以让朕信任，真是想在战王身边安插一个可靠的眼线。如今你却弄个乡下养大的丫头嫁给战王，你告诉朕，他懂什么？他能替朕做什么？简上安当然知道皇上的用意，若不是简嫣然为此寻死觅活，他也不会让简俊尧嫁入战王府。想到简俊尧看上去唯唯诺诺，没什么主意的样子，若是想要他做皇上的眼线，只要自己多加利诱，就不信那丫头不听话。启禀皇上，虽然嫁给战王的不是嫣然，可俊尧也是臣的亲生女儿，同样是相府正儿八经的嫡女。若是想要她为皇上所用，臣立刻修书一封给她就是。此话当真？臣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好，简爱卿就当着朕的面给你的女儿写信，正好宋清的信鸽回来了，朕还有事交代他，连同你的信一起送到即可，这样还能避免玄战起疑。经过连续2日的练习，玄战行走的进步神速。即便这样，他平时依旧坐在轮椅上，看上去与曾经的身体状况无异。管家，你去叫林业他们带几个木板车过来，这房间里面有食物。听说有食物，老管家立刻跑去找人。当林氏兄弟看到那么多食物的时候，简直惊呆了。这屋子虽然他们都有些膈应，可也仔细检查过，根本就没看到有这些东西。此时林氏兄弟已经对自己产生了质疑，属下办事失利，请王爷责罚。下不为例。属下一定吸取教训，以后保证不再犯这样的错误。都起来吧。林业等人站起身，心里还有种不真实感。王爷就这样饶过他们了？若是换作以往，至少要挨20棍。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大部队将要启程的时候，宋清收到了玄天启的飞鸽传书。玄战没想到这次的飞鸽传书竟然是2封信。他打开第1张字条，内容依旧是老一套。你去给他回信，告诉他本王如今找不到一点食物充饥，已经饿得不成样子。是。玄战打开第2张字条，这次他倒是显得兴趣浓浓。王妃，有你的家书。我的家书？正是。简俊尧接过那张小纸条，看过后他都被气笑了。玄战，这自大狂是我亲爹。
是不是你亲爹？这个问题得问你娘。我要给我亲爹写回信。玄战一看简俊瑶的样子，就知道这女人又开始憋坏了。简俊瑶也没有背着玄战的意思，坐在石桌前写了起来。想要消息，银子来换一条消息，白银万两，不支持货到付款。简俊瑶知道这信会先到达皇帝手中，为了防止被皇帝看到，破坏了他的赚银子大计，他特意从空间购买了瓶502胶水，将写给简尚安的字条牢牢粘好。若是简尚安真的愿意出万两银跟你买本王的消息，你不用考虑本王的感受，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无形之中，玄战有种感觉，简俊瑶肯定不会真正出卖他的消息给简尚安。一会儿咱们出发的时候，我能不能最后离开？为何？当然是想要充盈一下我的小金库了。好，你尽量不要耽误的太久。老管家这边已经开始张罗启程，玄战让众人将物资全部带到院外，他和王妃稍后就到。简俊瑶没想到玄战也留了下来。我要跑着办事的，你行吗？放心，本王不会拖你的后腿。简俊瑶为了节省时间，每到一个房间就会直接小手一挥，将东西全部收进空间。这举动把玄战看得目瞪口呆。我好了，咱们可以走了。你把这些东西都弄到什么地方了？这个是我的秘密。王妃和本王一起乘坐原本那辆马车。你不就是想让我给你读书吗？告诉你，马车行驶的时候，休想让我给你读书。无妨，本王不要你读书。我还想跟翠柳说说话呢。姑娘，您还是跟王爷在一起吧。王爷身体不好，您方便照顾，翠柳会一辈子在您身边伺候。咱们说话的时候多着呢，也不差这一时。是啊，王妃，翠柳这丫头机灵，老奴甚是喜欢，正好让她与老奴在一起，老奴多教她一些东西。不容分说，宋嬷嬷和翠柳就一起将简俊瑶推了上去。女鬼不知跑去哪里溜达，这会儿也回来了。她很自觉地坐在马车上方。大人，小女子就在这里，若是有什么突发状况，也能及时发现。如此甚好。马车缓缓启动，大部队正式出发。简俊瑶意识进入空间，准备将刚刚收刮的东西处理一下，看看究竟能换多少小钱钱。可当他将一张7、8成新的拔步床送到兑换界面的时候，他直接呆住了。天啊，竟然只有50空间币，一张大床只值个烧柴的价格，一定是兑换系统不识货。简俊瑶一气之下，将收刮来的东西一股脑送进兑换界面，最后一合计470空间币。费了那么大力气，竟然只换了470个空间币。简俊瑶鼓着腮帮子在那里生闷气，却不知他的表情被玄战尽收眼底。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女人吃瘪的样子，他就很想笑。你是不是在笑我？本王心情好不行吗？你根本就不是心情好，明明是在笑我。哼！玄战本以为简俊瑶会因此跟自己闹腾，谁知他竟然出奇的没有回嘴。难道他在憋什么大招？思及此，玄战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银票。王爷，前方山脚下有背阴的地方，咱们要不要暂时休息一下？休息吧，让大家吃过午饭再赶路。宋嬷嬷指挥着春红等人开始准备午饭。简俊瑶坐在一个阴凉些的地方，意识进入空间。请问宿主是否选择将空间升至2级？毫无疑问，简俊瑶选择了是。空间升级开始，时间为1小时。简俊瑶只感觉眼前一花，意识立刻被弹出了空间。为了不让自己傻傻的等待，简俊瑶抬腿便朝着身后的大山走去。姑娘，你要去方便吗？翠柳陪着您。简俊瑶并没有反对，有人陪着溜达溜达也挺好。姑娘，这里不行，容易被人看见。再往里面走走。不知不觉间，两人的身影彻底在那些亲卫们的眼中消失。姑娘，那里好像有个死人。简俊瑶倒是比翠柳沉稳很多，死人算什么？还能有丧尸更可怕。你若是害怕，就站在这里别动，我去看看。简俊瑶不慌不忙地朝着翠柳口中的死人走去。翠柳不放心，硬着头皮跟了上去。哇，这男人长得也太俊了吧，比女人还好看。姑娘，我们还是赶紧下山吧。翠柳，他还活着，你现在就下山找人过来。不行，翠柳不能将姑娘一个人留在这里。听我的，快去。好，翠柳这就去喊人。姑娘您一定小心。快去吧。翠柳很快就将几名亲卫带到简俊瑶面前。快过来，2个人把他抬下去。亲卫二话不说领命办事。玄战眼见着简俊瑶一行人从山上抬下来一个男人。管家，你给他看看，头上流了很多血，腹部也有伤。管家，怎么样？还有救吗？管家也不知道要如何回答。这人伤得太重，若是想救他，得用不少好药材。不仅这样，即便是救活了，也需要很多补品来将养。这事老奴做不了主，要去询问一下王爷的意思。他那里的确有些好药材，可都是给王爷准备临时在路上应急的。老管家不敢贸然用在这人身上。玄战远远的就看到简俊瑶那焦急的神色。这女人还真是随便就回了一个男人，竟然如此关心。莫名的，玄战的心里就升起一团火。王爷，那人伤得太重，必须用些好药材才可以。若是换作以往，玄战也许不会吝啬这些身外之物，可就因为心中那股子无名火，他果断拒绝了。那人与本王非亲非故，本王为何要舍掉药材去救他？老奴懂了。玄战，一条人命在你眼中，难道还不如那些药材珍贵吗？放肆！本王做什么还不用你来说道？
简俊尧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人受伤，第一感觉就是想救他，并不只是因为他长得俊那么简单。我今天就放肆了，不就是一些破药材吗？你至于如此小气？简俊尧越想救那个男人，玄战就越不想满足他，他倒要看看是何方神圣，竟然能让简俊尧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如此顶撞自己。灵叶，推本王过去看看。灵叶应了一声，推着玄战来到那男人近前。玄战在看到那张脸的时候，就是一蹙眉。竟然是他！竟然是他！既然是熟人，你更要施以援手才是。玄战并没有理会简俊尧，而是继续盯着那人的脸看。王爷，这人好像是兰家少主。玄战并没有应声，而是看向老管家。管家，救人！简俊尧能够看得出玄战与这人应该有些渊源，否则以他刚刚果断拒绝的样子，不可能无缘无故的变卦。再看玄战那有些焦急的眼神，简俊尧再次浮想联翩。这男人向来宠辱不惊，难得从他眼神中看出一抹担忧。这古代人普遍早婚，玄战如今已经20有3了才娶亲，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不但那方面不行，还很有可能是个弯的。难怪他被我看光光了都不觉得害羞，原来是把我当成了同类。玄战此时并不知道自己一个钢铁直男已经被人给活生生掰弯了，他眼睛紧紧盯着老管家正在施针的动作。这人无论如何都要救活。看着玄战离去的背影，简俊尧愈发觉得自己的猜测准确。他看了一眼仍旧昏迷的谪仙男子，转身跟了上去。简俊尧刚刚坐稳，脑海中就传来了一阵电子音。空间升级完毕。简俊尧迫不及待地进入空间，谁知空间的唯一变化就是多了一条看上去20平米左右的小水坑，里面有10条鱼。简俊尧点开大屏幕，映入眼帘的就是空间升级说明：空间状态2级，新增鱼塘功能，增加家禽家畜养殖品种鸭、芦丁鸡、猪。目前空间最多可养殖家禽家畜数量10，增加作物品种小麦、玉米、西瓜。简俊尧很满意，立即购买了4只芦丁鸡和1头猪崽子，又果断种植了半亩地的西瓜，另外半亩地种植了玉米。王爷，老奴已经给那人用了最好的药，救治过程还算顺利，老奴该做的都已经做了，能不能醒来就只能看他的造化了。本王知道了，你去看看，暂时安排一辆马车给他，咱们午餐结束就启程。是，老奴这就去安排。简俊尧在听管家说那人能不能醒来要看造化的时候，就一直在观察玄战的表情，然而玄战的表情并没有露出任何一丝异样。这男人还真是冷血，不管怎么样，两人好了一回。听说那人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的时候，竟然能够做到无动于衷，难怪人家都说上位者没有感情。玄战不顾那人的死活，他简俊尧可不能不顾。王妃，这人是外男，您上来不太合适。简俊尧知道这人昏迷是外伤所致，外伤的致命点除了失血过多以外，还有破伤风和伤口发炎，怕是这个时代的医术根本控制不了这2种情况的发生，因此他过来的主要目的是想给这男子打针的，一针破伤风，另外就是抗生素。有了这2种药品的摄入，相信这男子能保住性命的机会更大一些。简俊尧眼珠转了转，管家，是王爷找你有事，让本王妃来通知你。管家，是王爷找你有事，让本王妃来通知你。好，老奴这就过去看看。见老管家离开，简俊尧以最快的速度将2种药物注射到男子体内。刚刚将东西收拾好，老管家就回来了，不高兴全都写在脸上。王妃，王爷根本没有找老奴，您骗老奴，这是何意？老管家虽然不高兴，可眼前之人毕竟是王妃，见王妃在那里一言不发，只能暗自叹了口气，将人劝离这里。简俊尧硬着头皮回到马车上。你骗老管家来本王这里，意欲何为？我那里有更高级一些的药，对那人的身体有帮助，有老管家在，我不好操作。玄战能够看得出简俊尧并没有说谎，可他心里还是觉得不是滋味。你的那些药，他付银子了吗？简俊尧翻了个大白眼，他倒是想要银子，可也得那人醒了以后才行啊。你放心，我不会厚此薄彼的，该要的银子谁都不能欠下。听到这话，玄战的心情好了不少。那位可是碧渊国首富兰家的少主，银子要多少有多少。记住你说的话，若是他不给你银子，就让他写欠条。就在2人说话的时候，马车已经缓缓启动。1个时辰后，玄战忽然听到女鬼说话：大人，前面有一大批人，全部朝着咱们的方向走来，目测差不多有70、80人，男女老少均有。不过看他们的表情，仿佛遇到了什么事儿。本王知道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应该是有一批难民过来了。这位贵人，求您救救我的孙子吧！老头子就这一个孙儿，他若有个什么好歹，老头子就算死了，都没脸去见我那为国捐躯的儿子呀。老管家来到孩子面前，伸手把脉，面色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凝重。王爷，这孩子应是前几天得了风寒，没有及时救治，导致高热，如今只剩下一口气吊着了，怕是神仙来了也无计可施。本王知道了。在老管家看那孩子的时候，简俊尧也一直在盯着，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感冒，竟然能要了那孩子的性命。我去看看那孩子的情况，也许能找到救他的办法。你懂医术？我不懂医术，但我懂得药理，而且你也知道我的秘密，我能够拿出你们这里没有的东西。
你去试试也无妨。你先别哭，让我再看看孩子的情况。简俊尧先是翻了翻狗蛋的眼皮，然后又伸手捏住他的两腮，喉咙果然红肿的。孩子此刻呼吸困难，小脸憋得通红，很明显是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此刻怕是已经影响到了支气管，难怪老管家看了以后会束手无策。支气管炎若是得不到及时救治，会造成肺功能缺失，时间长了，人必定没救了。这样推算下来，这孩子得肺炎的可能性更大。这孩子如今病得太重，我也不敢保证一定能够救活他，不过我可以试试。夫人，只要您能救活狗蛋，老头子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哪怕是要了我的命都在所不辞。我医治这孩子必须把人抱去我那里，你们家里人不能去看。另外，我刚刚已经说了，并没有完全的把握救活这孩子，所以你要考虑清楚，再告诉我是否选择要我救治。老村长听说孩子要被抱走，一时间还真有些拿不定主意，更何况人家也不能保证把狗蛋救活。老头子，咱们就听这位夫人的。如今狗蛋这个样子，即便不去救治，怕是也撑不了多久，还不如死马当做活马医。那就拜托这位夫人了。简俊尧没有说话，而是抱着狗蛋快速返回马车上。王爷，王妃她无妨，随他折腾去吧。王爷疼王妃，愣是要惯着，只是可惜了，那么小的孩子，临死还不得安宁。俊尧一边给狗蛋吸上氧气，一边挂着点滴，而玄战那边也没闲着，他正在询问老村长一行人的情况。我们都是小河村的村民，这次旱情，庄稼颗粒无收，幸亏有人在山上找到一条溪流，勉强供我们一村人使用。本以为我们就这样熬，总能熬过这次旱情，谁知却遭遇了无妄之灾。昨夜突然来了一伙强盗，不但抢走了我们仅剩的一点食物和水源，还把村里的姑娘和年轻妇人全部抓走，然后将我们这些人赶了出来。小老儿的儿媳妇也被强盗强行抓去，如今生死未卜。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去报官？你不用担心，这位是咱们碧渊国的战王殿下，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便是。您就是战王殿下？正是本王。战王殿下，小人的儿子就是铁骑军的一员，只不过在2年前的战役中阵亡了。刚刚那个孩子就是他留下的唯一血脉。铁骑军是玄战一手建立起来的一支精锐队伍，号称拥有以一敌百之勇。2年前与番邦的战役中，的确损失了100多名将士，玄战还为此痛心了好久。老人家，起来说话，你的儿子叫什么？回王爷的话，草民的儿子叫赵天虎。王爷，铁骑军中的确有一个叫赵天虎的，2年前在与番邦的战役中丧生。本王知道这个人，比武的时候表现很突出。老人家，现在你能告诉本王，为何你们不去报官了吗？不瞒王爷说，这一带的百姓都知道，我们的县令大人是与强盗穿一条裤子的，2人狼狈为奸数年，即便是有强盗来抢劫，谁又敢去报官？大人，小女子知道那些强盗的事情。女鬼的声音突然在玄战耳边响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玄战并没有搭腔，而是命老管家取来一些粮食给这些村民先充饥，他则吩咐灵叶推着自己回马车里。你这是在做什么？这些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医疗工具和药品。用你的这些东西就能救活这孩子？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有80%的把握。你一定要尽力救这孩子的性命，需要什么尽管跟本王提。就是这孩子的父亲曾经是我铁骑军中的一员，2年前为国捐躯，只留下这么一根独苗。你放心吧，但凡我能救他都不会放弃。玄战应了一声，便朝着车顶方向问道：给本王说说那些强盗的事情。大人，小女子也只是前几年了解一些情况，那些强盗的老窝就在前方不远处的乌云山，大约有70-80号人，他们的确与王伯达勾结，做了很多欺男霸女之事。不仅这样，那些强盗抢劫来的财物也会分给王伯达一部分，因此每有百姓去报官，都被他轰了出去。长此以往，百姓都知道县令与盗匪勾结，便无人再去申冤。王伯达，还真是让你死得太容易了。简俊尧已经习惯了玄战与那女鬼的交流模式，对此已经没有什么可笑的感觉。他坐在那里继续盯着狗蛋看。玄战，你快看，这孩子的手指动了一下。玄战看向狗蛋的手指看了半天，也没见动一下。是不是你眼花了？不可能，他的手指明明就动了。你看，他的食指又动了。这次玄战是真的看见了，他不得不佩服这女人的本事。连老管家都说无力回天的人，简俊尧竟然给救活了。这些算本王给你救治这孩子的酬劳。简俊尧还是第一次见玄战如此心甘情愿地给自己银子，原本他救这孩子的时候也没想过要钱。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尽力保住这孩子的性命。灵叶，你带几个人先去小河村打探一下情况，然后回来向本王禀报。是。宋清，你带领剩下的亲卫做好战斗准备。是。我要爷爷奶奶，你们在哪里？
孩子乖啊，不哭，姐姐这里有糖糖。玄战还是第一次看到简俊尧如此温柔的一面，一时间他有些看呆了。若是自己和这女人生个孩子，他也会这般温柔对待吧？你先抱一下，我找找看有没有什么逗小孩子的东西。玄战身上忽然多出来一个孩子，还有些不适应，不过他还是学着简俊尧的样子，小心翼翼地哄着。别哭啊，病好了就带你去找爷爷奶奶。孩子快看，姐姐这里有好玩的。玄战，没想到你还挺有小孩子缘。玄战阴沉着一张脸，将狗蛋塞回简俊尧的怀里，嫌弃地往下拖自己的外袍。本王好心救你，你竟然敢往本王身上撒尿！狗蛋被这话吓得，身体本能地朝着简俊尧的怀里缩，哭声也戛然而止。玄战，不就是一泡尿吗？你至于如此吓唬一个孩子？宝贝不怕，姐姐保护你。宝贝的爷爷奶奶就在外面，姐姐是在给宝贝治病，等你的病好了，姐姐就带你去找他们，好不好？好。见狗蛋不哭了，简俊尧总算松了一口气。再看玄战，他正坐在那里气急败坏地盯着自己的亵裤看。我把头转过去，你换上吧。按说玄战看到简俊尧给自己变出一套应急的衣服，该高兴才是。相反的，他心中的火气更大了。无耻！玄战，你什么意思？我好心给你拿衣服，你却说我无耻。说你无耻都是轻的，你一个姑娘家，为何会藏着男人的衣物？简俊尧这下算是明白了，这男人肯定以为他拿出来的东西都是他提前存储好的。你都没搞清楚状况，凭什么这样说我？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存男人的衣物了？这就是证据，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你知道什么？这些东西都不是我储备的，而是临时花银子购买的。购买的？玄战能够看得出，简俊尧说话的时候眼神清明，并不像说谎的样子。当然是购买的，否则为什么你每次需要我提供物品的时候，我都会跟你要银子？简俊尧越说越委屈，玄战是彻底相信了。如此看来，这女人整天张口闭口都是银子，这样就可以解释得通了。既然知道自己做错了，玄战便没有再开口，而是伸手准备拿那套睡衣。你要道歉，否则别想用我的东西。玄战看了看自己的亵裤，还是硬着头皮说了句对不起。不行，态度不够诚恳。简俊尧今天非要制止这个男人的一身傲气。此时玄战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只不过一直以来的习惯让他无法跟一个女人去低头。思来想去，他无奈地从怀中取出一叠银票，将一张1000两银票递了过去。你以为银子是万能的吗？哼，本姑娘才不稀罕。那到底要怎样？玄战真是一阵头大，这个贪财的女人此刻无外乎就是嫌弃银子少。这样总行了吧？简俊尧斜眼看了银票一眼，没好气地接过来，心里已经乐开了花。本姑娘刚才说错了，银子就是万能的，这次就这样算了。若是有下次，多少银子都解决不了。我转过去了，你快换。玄战铁青着一张脸接过睡衣，心中不断的腹诽，还真是不长记性，都告诫自己多少次了，尽量少惹这个女人，就是管不住自己。现在好了，一身免费的亵衣立马升级到2000两高价。简俊尧听玄战那边没有动静了，才慢慢转过身，低头一看，狗蛋的裤子也是湿的，于是他当着玄战的面将狗蛋的裤子脱了。你要做什么？这孩子本来就生病，穿着一条湿裤子怎么行？简俊尧说着话，已经将玄战的亵衣扯了过来，顺势就要往狗蛋的下身去包裹。这女人还真是一点男女有别的观念都没有。本王来。堂堂一国战神殿下，此时马车里竟散发出一股尿骚味。王爷王妃，不会是这孩子尿了吧？尿了本王一身，嬷嬷再去帮本王取一件外袍过来。王爷请稍后，老奴这就去取。姑娘，要不要翠柳帮忙？不用了，你去忙吧。听了简俊尧感人的话，翠柳不但没有离开的意思，反而跃跃欲试的想上马车去帮忙。简俊尧连忙说道：这里真的不用你帮忙。就在说话之时，翠柳已经来到了马车上。简俊尧抬腿踢了玄战一下，随即横眉立目的给他使眼色。滚下去，没规矩的东西！翠柳这才意识到，马车上还有个高高在上的战王殿下，王爷这里不比他们在庄子上，规矩大得很，不知道会不会因此给姑娘惹来麻烦。王爷息怒，奴婢这就滚下去，请您不要责怪姑娘。说你没规矩，还真是愈发没规矩。你姑娘如今已经是战王妃，你竟然还不自觉些改口。奴婢错了，奴婢以后定会改口称呼王妃。行了，知道错了就赶紧滚，找宋嬷嬷好好学一学规矩。翠柳如释重负般下了马车。简俊尧看到玄战呵斥翠柳，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很畅快。虽然翠柳对他忠心耿耿，可他需要的是一个听话的丫头，而不是处处主动为他考虑还帮倒忙的人。希望这次的教训能够让翠柳有所改变。启禀王爷，小河村的情况属下等已经打探清楚了，小河村的确已经被一群强盗占领，强盗数量大约70-80人。以目前的情况看来，他们并没有立刻离开的打算。还有，他们抓到的那些村里姑娘和妇人，全部关押在村东头的一个屋子里。据说等到了晚上的时候，他们的大当家会先去挑选自己喜欢的，然后才能轮到其他人。因此，属下可以断定，那些女子在天黑以前还是安全的。你们兄弟带上宋清，另外再带上50名亲卫，可有把握将那些强盗一举歼灭？属下等保证完成任务。那就立刻行动，在天黑以前，我要听到你们的好消息。
属下遵命。眼看着林业已经带着人离开，老村长带着村人恭敬地围了上去。那些强盗驱散了以后，你们有何打算？老村长带头迟疑起来，他们是被迫逃离小河村的，就连要去哪儿都没想好。王爷，草民求您给指条明路吧。若是本王带着你们去西北，你们可愿意？老村长再次迟疑了。虽然他没有什么见识，可也听说过西北极其荒凉，即便他愿意，也不代表全村人都愿意。王爷，恕草民僭越，草民想了解更多一些去西北的安排，这样也好询问那些村民的意见。这一点，即便老村长不问，玄战也是要说一说的。不瞒老人家说，本王听说皇上赐予我的封地目前是2座空城，本王也有心将那2座城好好建设一番。这样的话，就需要大量的人去居住，因此本王便打算在路上广收难民，与本王去西北共同创建新的家园。当然，这一路上的吃住问题都由本王负责，只要本王有一口吃的，就不会让你们饿肚子。另外，本王这里也不养闲人，除了年迈之人和孩童，其他人都要付出劳作换取食物。草民明白了，请王爷稍等，草民等这就去商量商量。老村长先是询问了大家的想法，那些村民们的回答基本一致，因为他们即便现在回到小河村，也是面临着被饿死的境地。仅仅1刻钟的时间，小河村78口人跟着战王去西北的事情就敲定了。玄战听后心中大喜，别看本王身有残疾，又要去西北荒凉之地，但绝对不收偷奸耍滑之人。要跟着本王一起去西北，就要踏踏实实的做人，将来才会有好日子过。王爷放心，我们小河村的村民都是憨厚老实之辈，绝不会做出偷奸耍滑之事。就在老村长和玄战说话之时，简俊尧抱着狗蛋下了马车。我的狗蛋，你真的被救活了！我的狗蛋，你真的被救活了！老人家，孩子虽然没有性命之忧了，可他的身体实在太弱了，还需要好好调理才行。多谢王妃救命之恩，请受草民一半。老村长无需多礼，我这也只是随手之劳而已。狗蛋，告诉爷爷，你的裤子呢？是狗蛋没憋住，要在叔叔身上了。老村长此刻想死的心都有了，狗蛋这胆子也忒大了，竟然敢在战王殿下身上撒尿。他连忙抱着狗蛋跑去玄战那里请罪。草民罪该万死，请王爷责罚。老人家何罪之有？草民的孙儿不懂事，尿在了王爷的身上，草民罪该万死。无妨，孩子又不是故意的。老人家，你这样会把狗蛋吓到的。王妃，这孩子……哦，本王妃一不小心就把他救活了。什么叫不小心把人救活了？我怎么就不能一不小心救活一个濒死之人呢？王妃，您到底是如何救治好这小童的？可否告知一二？管家，这是王妃的独门医术，不想外传。是，教我医术的师傅说了，我治病的办法没经过他老人家的同意，绝不能告诉任何人。老管家依旧不死心，据他所知，即便是一谷的谷主也没有这么高超的医术。不知王妃可否告知老奴，您师承何人？管家，关于我师傅的事情，恕我不能透露半分。管家，王妃的事情，本王都不会随意询问。老管家这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做的的确有些逾越了。老奴知错。玄战知道老管家喜欢钻研医术，并没有怪罪的意思。就在两人说话之际，林业一行人赶了回来。启禀王爷，属下等幸不辱命，已经将那伙强盗全部歼灭，如今抓回来他们3个头头，等待王爷亲自审问。你们辛苦了，先把那3个人带到本王面前。救命啊！娘，狗蛋要娘。若是想让这娘们活命，就给老子让出一条路来，否则老子不介意临死拉个垫背的。放肆！战王殿下在此，岂容你猖狂？老子不管什么战王不战王的，老子只知道今天要活。简俊尧快速地收起麻醉枪，他也是情急之下才直接开枪击中黑脸汉子的眉心。玄战幽深的眸子看了他一眼，对他打枪的准头甚是佩服。岂不知简俊尧在末世练习的就是爆头，让他打别的地方还真不一定这么准。属下失职，请王爷责罚。刚刚宋清亲眼看到那黑脸汉子挣脱束缚，夺了属下一把刀后将那妇人挟持，奈何他的距离比较远，想出手帮忙已经来不及。聂尔等是初犯，并且没有酿成大错，本王这次就不追究，起来吧。玄战心里清楚，若是换作以往，他定不会轻饶。然而眼下是特殊时期，希望他的一次仁慈能够换来这些亲卫的一点忠心。宋清万万没想到，王爷竟然如此仁慈，看来他带着亲卫们选择投靠王爷是正确的。王爷不责罚了，并不代表他肯放过手下之人。事情结束以后，自己去领20鞭，以作效尤。是。这时，林业已经带着另外2个强盗头头过来了。对于玄战来说，这2人根本没有什么审问的必要，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结果只有一个死字。不过他在得知简俊尧的东西是靠银子购买以后，他不得不做一番长久考虑。说，你们的老巢在什么地方？你们多年来抢劫的财物都藏在什么地方？王爷这是怎么了？
以前对这些身外之物毫不关心的人，今天一开口就询问人家的财物放在哪里。两名强盗头子哪里见过气场如此强大之人，一时间竟然被吓尿了。玄战嫌弃的捂住鼻子，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绝不允许一天闻这种味道2次。王妃，推本王离开。灵叶，你留在这里审问，务必要问出本王想知道的事情。男人不知何时转性了，居然开口就跟强盗要钱。简俊尧鼓着腮帮子生闷气，竟然跟他抢生意。等灵叶问出那些强盗财物的藏匿地点，本王会带着你一起去。玄战可没忘记简俊尧的本事，他既然能把县衙搬得连个耗子洞都不剩，到时候完全可以把那些强盗的老巢也搬干净。此话当真？当然。那咱们现在就讲好那些财物要如何分配。分配的问题，咱们到了现场再决定。简俊尧撇撇嘴，不过有得分总比没有的好。林业那边并没有多费劲儿，就问出了强盗老巢的位置，就在小河村靠北那座山的后面。玄战立刻下令，先去小河村休整1夜。不到1个时辰，众人便来到小河村。老村长将玄战等人安顿到自己家中。趁着这会儿有空，本王想看看茅山道术里面的下一个符咒如何制作。玄战本以为简俊尧会不愿意，谁知他今天竟然出奇的痛快。好，反正闲着也是闲着。1个时辰后，简俊尧念得口干舌燥，只见玄战利落地从床上站起身，然后在一个小包裹里面取出一件夜行衣。你要去哪里？你若是想跟着本王一起，就快些准备。他相信这女人一定会买到夜行衣，因此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咱们要去哪里？当然是去你最想去的地方了。没想到惊喜来得这么突然，简俊尧立即在空间里购买了一套迷彩服和登山鞋，当着玄战的面快速穿好，又将长发在脑后绑了个简单的丸子。我们走吧。这是你们那个时代的夜行衣吗？这个叫迷彩服，是我们那里军人穿的服装，在野外的时候是非常便于隐藏的颜色。这个叫登山鞋，穿起来很轻便，最大的特点就是防滑，适合走山路的时候穿。玄战听后，已经开始嫌弃的往下脱自己的夜行衣。你这衣服不错，给本王也买一套。多少银子？本王给你。银子就不要了，这次算我送你的。玄战学着简俊尧的样子，将迷彩服穿好，又穿上了登山鞋。你跟在我后面就好。出了屋子，玄战的大手就本能地拉住简俊尧的小手，两人一路来到北山脚下，又翻过了一座低矮的山丘，一条清澈的溪水就映入两人眼帘。这水不错，明日就让他们都来这里取水，多准备一些再上路。按说这溪水里该有鱼才是。你想吃鱼了？当然想吃了，我知道很多种鱼的做法，每种都那么好吃。你若是能弄到鱼，明日可以找机会来这里试试。明日我定要来这里走一趟。咱们还是抓紧赶路吧，趁着天亮以前回去。两人再次翻过一座不算高的山丘，眼前豁然出现一片房屋。两人知道这里就是强盗的老巢无疑了。为了防止这里还有留守的强盗，简俊尧使用2000空间币购买了一把连发弩。这是弩箭，若是喜欢，就送给你一把。哇！这弓弩能连发？这的确是连发弩，可以连续发射20次。有这么好的武器拿在手里，玄战脸上不自觉地洋溢起和煦的笑容，手也不自觉地摸了摸简俊尧的头。谢谢你。切，只要你少欺负我一些，一切都好说。就在玄战努力回想自己哪里欺负过简俊尧时，忽然感觉前方有声响传来。简俊尧和玄战对视一眼，然后同时发出2支弩箭，精准地射到两人的眉心处。算上这一次，玄战已经见到简俊尧2次打中敌人眉心处了，他不得不对简俊尧刮目相看。等一下，先检查一下他们身上是否有值钱的东西。这女人还真是一点收刮到银子的机会都不会放过。眼看着简俊尧的手就要伸进强盗的衣服里面，玄战立马阻止了他。本王来。玄战从两人口袋里翻找出几块碎银子，凑在一起，目测也就20两的样子。他嫌弃地将银子丢给简俊尧，这点银子也犯得着你翻意思？你可别小瞧这20两，能买一把连发弩呢。怎么又把自己的老底给揭了？玄战，你又欺负我。好了，本王不是那种小气的人，肯定会让你赚一些的。哼，算你识相。好了，时候不早了，不要耽误了正经事。两人走出去没几步，玄战不经意间又牵起了简俊尧的手。简俊尧知道这个男人是为了保护自己才这样做的，不过他身体上传来的一种酥麻感到底是怎么回事？天啊，这些强盗不会把人家的布料仓库给洗劫了吧？很有可能。这些布料看上去并没有太名贵的，一般都是百姓们经常购买的麻布和棉布。本王知道你可以将这些布料全部收起来，但是我知道这些布料我可以先收起来，到时候用来给愿意跟着咱们去西北的难民做衣服。本王就是这样打算的。反正这些布料也不是很值钱。玄战生怕这个女人会肉疼，还不忘解释一番。既然已经有了决定，简俊尧小手一挥，直接将这些布料收进空间。至于如何见光的问题，就不是他该操心的了。简俊尧当着玄战的面开始数银票，越数越是心惊，竟然有30万两。这些强盗可真够厉害的，竟然比那贪官还有钱。有什么好厉害的？都是靠抢得来的，不知道坑害了多少人。玄战，你说这些东西我们要如何分配？这些全部归你。那这些银票呢？这些本王用来救济难民。
这不公平。再说了，你想救济难民，光有银票就行吗？玄战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只不过他太了解简俊瑶了。这女人爱财，若是这些银票轻易就到了他手里，他再想谈条件就难了。这些银票都给你，也不是不可以。这次你有什么条件？本王刚刚已经说了，这些银子想用来救济难民。简俊瑶沉思了一瞬，他自认爱财，可并不贪财。我愿意用这些银子购买粮食来救济灾民，前提是你要信任我。救济灾民购买的物资也要视情况而定，我只能向你保证，这30万两银子，我愿意全部用在购买物资上面。什么时候花完了，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玄战见简俊瑶说话的语气不是一般的认真，毫不犹豫的点头答应。好，就依你说的。话落，玄战不再有任何顾虑的将银票还给简俊瑶。简俊瑶将银票送进空间，视线再次落在那些银锭子和首饰上面。这些东西以你一个人的能力肯定搬不走，就当是我帮你救济灾民的酬劳了。好，没问题。玄战回答的丝毫不犹豫，两个人第一次如此和谐的解决了一件事情。等两人出了山洞，在经过那条小溪的时候，简俊瑶的肚子忽然没出息的叫了起来。是不是饿了？确实有些饿了。你若是饿了，就吃饱了再赶路，反正这里也没什么野兽，安全不用担心。虽然空间商城内能买到各种即食食品，可眼下难得没有外人的好机会。简俊瑶想自己做一些家常菜。现在什么时辰了？我们最多可以在此停留多久？现在应该刚刚到子时，我们最多可以在此停留1个半时辰。1个半时辰就是3个小时。简俊瑶觉得时间完全够用了，他一时快速进入空间，在商城内开始选购食材。没一会儿，便多出了很多玄战没见过的东西。你帮我把鱼清理一下。简俊瑶本以为会将玄战难住，然而想象中的画面并没有出现。只见玄战手脚麻利地刮掉鱼鳞，连鱼鳃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你会做饭？不会。不会做饭，会清理鱼？本王曾经在外征战的时候，经常风餐露宿，蹲在河边吃鱼是常事。看那些士兵清理鱼，看多了也就学会了。听你的意思，你是第一次清理鱼？是。这男人绝对有做大厨的天赋。趁着简俊瑶在那里忙活着做菜，玄战爱不释手地拿着那把连发弩仔细查看，真是越看越喜欢。若是他的手下每人都能够拥有这样一把弩，战斗力肯定会提高无数倍。这东西能大量购买吗？简俊瑶想想自己这张没有把门的嘴，他就恨不得抽自己几下。玄战见他一脸肉疼的模样，就知道这女人的财迷本性又暴露了。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吃瘪，自己竟然没有以前那般高兴了。本王知道你这连发弩的价格。玄战说着话，就从怀里取出1张1万两银票交给简俊瑶。简俊瑶一脸对银子没兴趣的样子，将银票收进空间。连发弩20两一把，1万两可以买500把。本王需要100把即可。简俊瑶不解地抬起头，他相信肯定是这男人没有想面额银票了，才会给他1张1万两的。我可没有银子找给你。不用找了，剩下的以后若是需要补充剑支的时候再说。简俊瑶心里最清楚，哪怕给100把连发弩补充10次剑支，也用不了多少银子。他这次的确是赚到了，没想到玄战还挺够意思的。你放心，剑支包在我身上了。简俊瑶一使进入空间，快速购买了100把连发弩。连发弩已经备齐，你什么时候需要？你先帮本王收着，等找到合适的时机再拿出来便是。好，又赚了一笔。简俊瑶乐呵呵地继续做他的小厨娘。1个时辰后，4道菜全部做好。为了让野餐变得正式一些，简俊瑶在商城内购买了1个帐篷，里面放上桌椅，还在上方挂了1盏充电灯。简俊瑶亲自帮玄战盛了1碗山药排骨汤。你先喝一些汤，我在里面放了人参，很补的。这汤很鲜，又没有猪肉的腥味。那是，这可是我妈妈教给我做的，当然好喝了。简俊瑶又让玄战尝尝酸菜鱼和红烧狮子头。玄战今天出奇的没有吝啬，不断的夸赞好吃。这个番茄炒蛋拌着白米饭一起吃，我能吃2碗。这样的菜本王也能吃2碗。这红色的叫番茄，这东西就是番茄，是从国外引进的品种。趁着简俊瑶高兴，玄战又指着帐篷顶上挂着的充电灯问道：这灯是什么原理？这灯是需要电的，电是一种十分高科技的东西，要过1000多年以后才会被人发明出来。玄战显然有些失望，这么好的东西竟然不能使用。既然充电灯不行，帐篷总行吧？这个帐篷呢？能不能卖一些给本王？路上总有能用上的时候。简俊瑶一听，自己的生意又上门了。这个没问题，只要有银子，要多少有多少。1个帐篷100两。简俊瑶刚刚买的帐篷是最大的，折合成银子就是35两。玄战都已经做好了被宰的准备，没想到1个帐篷他只要了100两。见简俊瑶的态度诚恳，玄战反倒觉得自己占便宜了。要么说呢，他就有做大冤种的本质。玄战随手取出5000两银票交给简俊瑶。简俊瑶有些吃惊，咱们一共不到200人，根本没必要买50个帐篷吧？不，本王只要5个帐篷即可。你没发烧吧？数都算不明白了，5个帐篷要5000两。你就当本王不会算数好了。到手的银子不要是傻瓜。简俊瑶直接将银子送进空间。好，银子我收下了，多出来的多请你吃几顿大餐。说起大餐，玄战现在还真的对简俊瑶产生了依赖，怕是以后没有这女人拿出来的美食，他都会没胃口了。好，
一言为定，本王就等着你请客。见两人吃的差不多了，简俊尧便开始整理东西。就在他将帐篷刚刚收好的时候，玄战忽的一把拉住了他。别出声。人只是在野外吃了个饭，没想到竟然捡到一只老虎。玄战，这小家伙我很喜欢。你想养着？玄战倒不是害怕老虎，只是担心这小老虎长大了，野性一出来，简俊尧招架不住。动物和人一样，都是有感情的。它们虽然不会表达，可也懂得感恩。只要我好好待它，它一定会听话的。简俊尧不断替小老虎说着好话。玄战见简俊尧是真心喜欢这小家伙，索性不说了。他若喜欢养着就是，只要有他在，不怕这老虎翻出花来。既然你喜欢，就养着吧。你放心，我保证把它养得乖乖的，不闯祸。下山的路很顺利，回到老村长家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两人刚刚换好衣服，玄战就听到头顶有人跟自己说话。大人，我刚刚随意溜达，看到你们救回来的那位漂亮男子已经醒了。本王一会儿就过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他告诉本王，你救回来的那个男人醒了。玄战的语气不自觉中带着一股子酸味，不过不管他咋酸，反正简俊尧没听出来。简俊尧本以为玄战换好衣服会立刻去看那男人，谁知人家直接躺在床上休息了。既然相好的都不去关心，他一个陌生人也不打算表现得太过积极。他抱着怀里的小老虎闻了闻，身上的味道着实有些难闻。他当即买了一些给宠物用的洗澡工具。别动啊，乖乖的，给你洗香香。对，就是这样，洗洗这只小爪爪，小尾巴也要洗一洗。玄战算是发现了，这女人不是不会温柔，而是都给了别人或者动物。思及此，他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了。为了讨好她，该花的冤枉银子也花了，怎么就没见他对自己也偶尔温柔一下下？你没睡着啊？快来帮我把这浴巾铺好，千万不能让这小可爱着凉了。玄战的暗示算是白费了，人家根本不懂。眼看着简俊尧已经将小老虎从水里捞出来了，他只能硬着头皮起身，然后拿起简俊尧说的叫浴巾的东西，将小老虎包裹其中。好了，你先抱着，别让它着凉，我把这里收拾一下。玄战要是早知道是这个待遇，他肯定继续装死。你以后就是我的了，要给你取个名字才好。想了半天，简俊尧都没想出个好听的名字。玄战，你给点意见呗。终于又想到他了，反正都是有需要的时候，他堂堂一个王爷，怎么可能被一个女人呼来喝去的？本王困了。有什么好得意的？让你给我的小老虎取名，是看得起你。玄战懒得和他斗嘴，干脆继续装死。简俊尧抱着小老虎思来想去，终于有了灵感。我想好了，你就叫李凤琴了。这个死女人，给老虎取个名字都能如此不着调。喂，你笑什么笑？有那么好笑吗？本王还是第一次听说，给个畜生起名字还带姓氏的，带个姓氏就算了，还姓李。本王想问问你，这畜生的姓氏随了谁？还有，这明明就是只公老虎，你却给取了女人的名字。你懂什么？这叫潮流，你一个古代人怎么会懂？本王懂不懂不重要，不过你可以去当着外人面喊这老虎名字试试。试试就试试，天亮了我就去试。玄战笑着再次转过身，准备趁着天亮以前养一养精神。简俊尧抱着小老虎躺在了床外侧，反正玄战喜欢男人，他先休息一会儿再说。当简俊尧在睁眼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大亮了，床里侧的男人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与他一起不见的还有小老虎。简俊尧连忙起身出了屋子。李凤琴，你跑去哪里了？李凤琴，王妃娘娘，您喊民妇有事吗？李凤琴，你跑去哪里了？李凤琴，王妃娘娘，您喊民妇有事吗？大婶，你叫李凤琴？是啊，民妇的闺名就叫李凤琴，不过自从嫁给老头子以后，就没人再这样叫了。我知道了，这也太巧了吧！好不容易给小老虎取了个有个性的名字，结果还碰到同名的了。看来这名字还真不能叫了，万一给村长家的婶子听到，还不得以为我在那侮辱人。王妃娘娘，您找民妇有什么事儿还没说呢？现在没什么事儿了，你去忙你的吧。简俊尧头都大了，他真的不知道要如何解释，总不能告诉人家自己的老虎与他同名吧？李氏晕乎乎的点点头。好，民妇去忙了，王妃有事喊一声就行。真不知道王妃娘娘是怎么知道我闺名的。简俊尧继续在院子里面寻找小老虎，刚走到转角处，就看到玄战正坐在轮椅上跟林烨说话，怀里还抱着他的李凤琴。见玄战脸色通红的样子，就知道这男人肯定是看到了自己刚刚的窘状，憋笑憋得脸红。行了，记住本王说的话，你去忙吧。是。还是你厉害，这么快就给小老虎找到亲戚了。那又怎样？大不了当着人家的面我不叫了便是。你觉得合适就好，本王倒是没意见。李凤琴，咱们走，不理这个讨厌的家伙。简俊尧气鼓鼓地回到房间，抱着小老虎观察，想要重新给他换一个名字。小家伙，你和人家撞名字了，我只能给你重新取一个。看你头顶有个王字，干脆姓王好了，就叫王富贵怎么样？有名有姓，富贵吉祥。王妃，早饭好了，翠柳伺候您吃饭。
翠柳被吓了一跳，不过很快她就反应过来了，这是一只猫。王妃，您这是在哪里弄来一只猫啊？是王爷送给我的。没想到王爷还真宠着您，定是怕您在路上寂寞，才派人寻来一只猫给您解闷。既然翠柳愿意自行脑补，简俊尧也乐得不用解释太多。这时林北也推着玄战回来吃早饭，玄战的脸上依旧挂着浅笑，即便这样，翠柳看到他还是有些害怕。你们俩都出去吧，本王和王妃用餐不需要人伺候。王富贵，你先去一边玩去，等我吃完了早饭再陪你。这女人脑子绝对有问题，好好一个老虎，不叫李凤琴了，又改成了王富贵。你笑什么笑？姓王是因为他头上有个王字，名字叫富贵，有什么不好？富贵吉祥的日子，谁不想要？王富贵挺好，寓意不错，就叫王富贵吧。今早玄战可是看到了，老管家拿着本子给那些村民登记的时候，老村长的名字就叫赵富贵。哼，算你识相。刚刚吃过早饭，老管家就过来禀报，说昨天救的那个人已经醒了好几个时辰了。推着本王过去看看。简俊尧见状也跟了上去。这女人还真是，看到个长得好看的男人就巴巴的往上凑。眼看着进来的几个人，蓝锦轩的眸子眯了眯，一眼就认出了坐在轮椅上的人。战王，正是本王。蓝锦轩再次打量，一眼就看到了跟在玄战身后的简俊尧。小姑姑，小姑姑，你是在叫我？我绝对不会认错，你就是我小姑姑。她不是你的小姑姑。不，我绝不会认错，她与我小姑姑的画像一模一样。胡闹，这明明是本王的王妃，怎么可能是你小姑姑？闻言，蓝锦轩才恍然大悟，眼前的女子的确不是他的小姑姑。不好意思，是我病糊涂了。你是我的表妹简俊尧。玄战此刻也意识到了，当初皇上下旨赐婚的时候，他以为对象会是简嫣然，为此他还派林业对简相府调查了一番。调查中得知，简尚安曾经的发妻好像就姓蓝，简俊尧则是简尚安发妻所出，而眼前的这位也姓蓝，他们之间可不就是表兄妹的关系吗？你姓蓝？我叫蓝景轩，你母亲蓝雪琴是我嫡亲的姑姑。蓝景轩的出现让简俊尧在古代有了第一个亲人，不过该问清楚的还是要问的，哪怕是为原主问，他也一定要搞清楚。听说我被亲生父亲送去庄子上不久，蓝家就在京城消失了。我想知道，你们走的时候明明知道我在那里过得不好，为何没选择带着我一起？蓝家既然会在他被送去庄子以后送去崔嬷嬷和翠柳照顾他，就说明蓝家并不是对他视而不见。然而他们突然消失，却没有想着带自己一起，这件事的确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简俊尧能够看得出，对方并不想回答他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想将真相告诉我，不过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听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件事儿非同小可，等表哥见到祖父询问过后再行吗？王爷，蓝某多谢您的救命之恩，日后若是有需要蓝家的地方，蓝家定会鼎力相助。玄战并没有应和他的话，而是反问：据本王所知，你蓝家的产业多数在江南一带，为何会在这饥荒时期跑来北方？闻言，蓝锦轩看了看简俊尧，露出一抹苦笑。半月前，听说表妹嫁与王爷为妃，而且是立即启程赶往西北，又恰逢青黄不接的年纪，祖父担心表妹路上受苦，便派我带了几车粮食和一些物资送过来救济。没想到这一路上强盗和流民横行，我们好不容易护着粮食抵达青州府地界，却遇到了一伙黑衣人，带来的物资全部被抢。护卫们为了掩护我离开，也丢掉了性命。我带着一身伤逃进山里，才躲过一劫。幸亏有您和表妹相救，才能活命。你说的黑衣人具体在什么位置？他们就埋伏在官道两侧。王爷若是去西北的话，肯定会经过那里。玄战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些人肯定是冲着他来的，看来出发以前他要做好万全准备才是，毕竟队伍里多了那么多愿意跟着他去西北的百姓。本王知道了，你安心养伤。本王让你帮忙买的连发弩都准备好了吧？都准备好了吧？都准备好了。你打算如何让那些连发弩见光？一会儿你跟着本王一起上山，再去一趟强盗藏财物的那个山洞。好，见玄战的事情安排好了，简俊尧这才意识进入空间，购买了一只乌鸡等补血的食物。你这是？表哥他失血过多，这些都是补血的东西，我想给他煮汤来补一补身子。本王解毒的时候也没少流血，怎么没见你给本王也补一补？这男人啥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眼了？我那时候不是没想起来吗？林业，把宋嬷嬷叫过来。宋嬷嬷，这些东西你拿去让人煮好，给蓝公子送去。对于那些红枣和药材，宋嬷嬷倒是没觉得有什么，可这黑皮的鸡肉又是从何而来？眼看着宋嬷嬷盯着那只乌鸡饭寻思，玄战解释道：“这是林业在山里打回来的野鸡。”不疑有他，宋嬷嬷恭敬地拿着东西出去了。林业也没有多想，他知道王爷昨夜上山了，这野鸡肯定是他猎回来的。叫上林峰和林北，告诉宋清带上20人，跟本王一起上山。是。林峰和林北陪着本王与王妃先上山。林业带着宋清和精卫们多带一些水囊，在山里找一找水源，为时与本王在强盗的老巢会合。属下能领命。几人用了不到1个时辰，就抵达了强盗藏财物的山洞。你们2个在这里守着，本王与王妃先进去看看。把东西都拿出来吧。玄战话音刚落，就见地面上出现了一大堆连发弩。
这些足够用了。本王昨夜探查，发现这山洞里有一种非常高级的弩箭，可以连续发射20次。王爷，世上真的有这么厉害的武器？不错，本王昨夜已经试过了，用着非常顺手。王爷，属下可以先看看吗？你们俩都去看看吧。林峰和林北兴冲冲地走进山洞，不多时，他们每人拿着一把连发弩走了出来。王爷，这是我见过最好的武器，有了这个，来再多的黑衣人也不怕，保证让他们有来无回。趁着休息的时候，简俊尧意识进入空间，一眼望去，地里的西瓜和玉米已经完全成熟，就连昨天购买的猪崽子也长得又肥又壮，看上去至少要有300斤。肉猪已经可以出来，请问宿主是否现在处理？简俊尧选择了是，只见那只猪忽然就不见了，不多时，仓库里面就出现一大堆分割好的猪肉。系统君，你太棒了，我爱死你了！旋战，我这里有一头大肥猪，你要不要买？旋战，我这里有一头大肥猪，你要不要买？你昨天赚的不够多？不是不够多，就是吧，我这里每天可以提供1头猪。旋战越听越迷糊，这女人不是说她的东西都是用银子买的，可是她为何要每天买1头猪？你若是觉得猪肉无处消化，不买便是，为何还硬要卖给本王？本王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总不能你说卖给我什么我就买什么。其实这猪是我自己养的，每天出来1头。本王倒是很好奇，你在什么地方养猪？就是一个神秘的空间，我也是因为想得到这个空间，才会意外来到这具身体里面的。能跟本王说说空间是什么样的吗？空间就是一个虚拟的存在，我也只能够意识进入，里面的一切都可以使用意念来操作。旋战听后陷入沉思，空间太过于神奇，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他要好好整理一番才是。简俊尧见他发呆，连忙问道：我把空间的事情都告诉你了，每天1头猪你到底收不收？收。1头猪你打算出多少银子？我空间养出来的猪肉肯定很好吃，尤其是在这种有银子买不到食物的时候。旋战若是出价太低，我可不干。要回去问问管家，他平时采购的时候猪肉是什么价格，本王就给你什么价格。合着我拼掉马甲，竟然将猪肉谈了个市场价。既然这样，我宁愿以后不在空间里面养猪，也不让这该死的男人占便宜。打定主意，简俊尧也不再上杆子和旋战讨价还价，气鼓鼓地坐在一边。等林业带着宋清等人赶到后，一行人便将那些公母全部带了回去。这女人什么时候学会吃独食了？本王也渴了。渴了找宋嬷嬷要水喝去，跟我说什么？看来这女人是还没有消气，猪肉本王也只能找机会让你往出拿。总之不会亏了你就是了。不会亏了我，那是多少？10两1头总行了吧？旋战今天特意问过老管家，以往在市场上购买1头猪的价格就在3两到4两银子之间，他多出1倍多的价格应该可以了。这话不说还好，简俊尧直接抱着西瓜躲开了。开玩笑，这种青黄不接的时候，别说猪肉了，怕是连老鼠肉都吃不到。1头猪你竟然大言不惭的只出10两。旋战也很无奈，那可是长期的买卖，若是他再傻大方的用100两甚至1000两购买1头猪，估计不用到西北，他的银子就得被这个女人榨干。就在两人僵持的时候，老管家敲门道：王妃，蓝公子说想见您。好，我马上就来。见简俊尧快步走出去，不高兴几个字瞬间写在旋战脸上。表哥表妹的最容易出故事，虽然他没拿这女人当成自己的妻子，可也不想因为疏忽让自己的头上长绿草。表妹，过来坐。表哥，看你现在的样子，精神了很多。是啊，喝了些鸡汤，身体就感觉到不一样了。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聊的那叫一个亲近。旋战坐在门口的轮椅上，已经赤裸裸的被人给忽略了。更夸张的是，他竟然看到蓝景轩从怀里掏出一叠银票。表妹，都怪表哥没本事，本想带一些物资给你的，没想到路上都被人给抢了。如今表哥这里只有1点银票，就当做是给你的见面礼。等表哥回到家中，再另行准备其他物资给你送来。若说简俊尧对什么东西最没有抵抗力，目前来说就是银子了。贪财好色的女人，蓝景轩真是有本事啊！刚与这女人第1天见面，就投其所好的送银票，不就是银票吗？本王又不是没有。思及此，旋战气恼的操纵轮椅来到床边，蓝景轩貌似刚刚看到他一样。王爷，我送表妹20万两做见面礼。不愧是蓝家，还真是阔气，一个见面礼而已，出手就是20万两。现在旋战的第一感觉就是，眼下自己要是不做些什么，肯定会被蓝景轩给比下去。本王的王妃要用银子，本王自然会给。蓝公子还是把银票收回去吧。我给表妹的银子与王爷给的性质不同，王爷的银子是交给表妹用来管理王府中馈的，而我的银子是给表妹用作私房，这两者并不发生冲突。表哥，你别理他，他有银子也不会给我，让我来管理王府中馈的。什么？蓝景轩显然有些不可思议，在他的认知里，当家主母就是要做掌管家里中馈的事情。据他所知，战王殿下只有表妹这一位王妃，竟然连中馈都没有交出来。
看来战王殿下根本没将表妹放在心上。思及此，蓝景轩就有些按捺不住的想替简俊尧讨个公道。王爷既然不想让表妹管理王府中馈，这就说明您对表妹不满意。若是这样，不如让我带着她一起回蓝家可好？蓝景轩这话的试探程度居多，另外还有想杠一下玄战的意思。玄战彻底被蓝景轩的话激怒了。蓝景轩，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连本王的王妃都敢宵想。他就说表哥表妹的早晚要出事，这两人竟然当着他的面儿就敢如此造次，还真是不把他放在眼中。眼看着两个男人因为自己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简俊尧连忙起身做和事佬。你们两个不要冲动，我又没说要去蓝家。再说了，我表哥说的也没错，我是你的王妃，可你却不信任我，不给我掌管中馈之权。玄战墨眸紧紧盯着简俊尧，你想要掌管本王的中馈？你想要掌管本王的中馈？简俊尧现在还真是骑虎难下，只能硬着头皮说道：哪个女人嫁人以后不想管夫家中馈的？莫名的，玄战听到简俊尧亲口说出想管王府的中馈，他的火气竟然小了很多。你若是愿意管，本王今天就把中馈交于你。这些是本王目前的所有身家，全部交给你来管理。至于以后，本王还会努力赚银子，让你过得衣食无忧。看着玄战那无比认真的眼神，简俊尧差点都相信了。好，今后你的中馈就归我管了。玄战心中一阵悸动，难道这就是人家常说的家的感觉吗？银票一共63万两，你说好了，以后咱们的大小事宜都交给你来管理。说完，玄战还得意地看向蓝景轩。20万两算什么？本王敢将全部身家交出去，你敢吗？蓝景轩还是比较理智的，见事情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根本不想继续与玄战杠。王爷英明，如此蓝某也就放心了。玄战忽然有种被人双黄了的感觉。本王累了，王妃推着本王回去休息。简俊尧生怕这两人又对起来，连忙推着玄战出去。刚回到房间，他就将那63万两银子拿了出来。那银子还给你。为何？我知道你不是心甘情愿这样做的，我刚刚接下银子，也是希望你们两个人不要继续剑拔弩张。玄战是真的没想到，这女人竟然能把到手的银子吐出来。他刚刚交出银子的时候，的确是有些冲动所为，可这会儿却不那样认为了。本王是认真的。玄战不会是吃错药了吧？刚刚还在因为大肥猪的事情闹不愉快呢，就因为表哥的一句话，他竟然真的要把银子都交了，这太不可思议了。你真的没必要争一时之气。本王没有怄气。想必你也清楚我的个性，对于银子并没有什么抵抗力。若是你把银子都交给我，就不担心我携款潜逃？你见过哪个小贼在偷人钱财以前还会提醒一番的？那你说说，这些银票交给我都需要做什么样的开销？你看着安排就是。既然本王选择信任你，就不会再过问。玄战很聪明，他知道这女人心思通透，若是安排路上的一切物资，他想出来的肯定比自己合理。既然玄战都这样说了，简俊尧若是再说其他，就显得矫情了。好，既然你信得过我，路上的一切就由我来安排。玄战应了一声便没有开口，他把身家都交出去了，现在就等着看这个女人高兴的时候，会不会请他吃些西瓜。简俊尧此刻的心思都放在了那些银票上面，哪里能想起来什么西瓜？他早已拿起银票数了起来，不多不少，正好是63万两。这些给你，你一个大男人，身边总要有些银子应急才是。玄战莫名的有些小感动，没看出来这女人还有如此贴心的一面。好，你若是有需要再跟我说。本王能有什么需要？有你在，我相信什么都不会缺。要银子做什么？你这是怎么了？不会是因为本王把银子交给你，感动的哭了吧？玄战，你真的很过分。玄战还真是懵了，他刚刚表现的明明就很好，更何况以他如今的资产，根本不可能还惦记他身上那区3万两。告诉本王，到底谁惹你了？就是你惹我了，你个坏蛋，你把我惹哭了。简俊尧越哭越伤心，玄战手足无措的自轮椅上起身。你告诉本王，我哪里做的不对？我改还不行吗？你刚刚说的话，就是我爸爸对我妈妈经常说的话，我想他们了。对不起，本王不知道会说出和你父亲一样的话。别哭了，本王以后再也不说了。不，你要说，我喜欢听。好，你喜欢听什么话，都可以写在小本子上交给本王，本王学着说便是。改天我就写给你，你说话要算话，经常说给我听。本王说话算话。好不容易把简俊尧哄好，玄战感觉比自己打一场胜仗还要辛苦。简俊尧此刻已经悠哉地坐在凳子上给王富贵顺毛。既然玄战将全部身家都交给了自己，他就不能做得再像曾经那般小气。先说每天出栏1头的大肥猪，如今银子都在我这里，肥猪也不可能再去谈什么交易了，只能跟玄战研究个可以让猪肉见光的办法。还有天气马上就要转凉了，亲卫们和那些村民御寒的衣服和被褥也要有准备。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一行人的食宿问题。上次玄战购买的5个帐篷着实有些少，若是可以的话，帐篷的数量需要增加。玄战坐在桌边等着简俊尧什么时候想起来给自己西瓜吃，却看着这女人一直保持着一副
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他只好硬着头皮开口：“你的西瓜能不能给本王吃一些？”这半个给你，我吃这个剩下的。玄战学着简俊尧的样子，用勺子挖了一大块送入口中。这是本王第2次吃西瓜，真甜。你们这里西瓜很少见吗？何止是少见，碧渊国内根本就没有。本王曾经也只是有幸吃到过一次。你能给我讲讲吗？那是本王15岁的时候，先皇还在中秋晚宴上，每人发了一块西瓜。据说那西瓜是从海外带过来的，当时只有3个，先皇大方，就命人切成了小块给大家尝鲜。本王当时就觉得这西瓜很好吃，可跟你拿出来的这个相比就差远了。哪里差远了？无论是个头还是口感，都要差上很多。闻言，简俊尧心中已经有了成算，只盼着干旱时节早些过去，他也好利用空间内的物品赚他个盆满钵满。不多时，宋嬷嬷将晚饭送了进来，简俊尧眼珠转了转，要不咱们今天晚上还上山吧？好，晚一些咱们就上山。简俊尧主动拿出那本茅山道术读给玄战听，玄战只用了2个时辰，就将引魂符的使用以及制作方法烂熟于心。大人，您这又是为何？本王只是试试这符咒的威力。大人，下次您在试符咒威力以前，麻烦您提前告知小女子一声，也好让我有个准备。好，本王下次会告诉你。简俊尧见玄战在那里自言自语，就知道他的举动又险些伤害了那女鬼。他真想看看那女鬼到底被玄战迫害成什么样了。玄战看时间差不多了，便招呼着简俊尧一起出发去山上。而此时京城相府内，简尚安正拍着桌子暴跳如雷：“混账，岂有此理！这个逆女竟然敢跟他老子要银子！俊尧那丫头年纪小不懂事，您又何必动这么大的气呢？这叫不懂事吗？我看他这叫六亲不认，还告诉我什么不支持货到付款，这不是明显的告诉我他收不到银子就不会给我战王的消息吗？岂有此理！都怪妾身不好，当初若不是大师说他命硬，也不会把他送去郊外的庄子上。若是留在我身边养着，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你说他如今这个态度，我要如何向皇上交代？老爷，俊尧这丫头从小在乡下长大，定是吃了不少苦。她出嫁匆忙，咱们又没给她准备嫁妆，肯定是手里没银子，在战王那里吃不消。不如您就顺了她的意，给她些银子便是。这个死丫头竟然敢如此不识抬举，开口就是1万两银子，胃口倒是不小。为了相府的安危，这次就暂时给她1万两。不过也只有这一次，相府虽然不缺银子，可那些都是要留给嫣儿做嫁妆的。眼下也只能先给他1万两银子，将人先安抚下来，再慢慢想办法。想好后，简尚安拿起纸笔给简俊尧写了一封信。俊尧，为父知你时下艰难，银票已经随信附上。为父望你早日完成任务，返回京城，再另择良缘。至于银钱，父亲这里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每次1万两着实有些困难。胡艳茹见简尚安的信写好，肉疼的取来1万两银票，就等着明天简尚安上朝的时候交给皇上，一并送至宋卿那里。你们那里的人每天都吃这些吗？当然不是了，大夏国美食博大精深，这只是常见的吃法之一。等以后安定下来，我就打算开一家酒楼，将我们那里的美食继续发扬光大。你们那里除了美食还有什么？两人边喝边聊，简俊尧给玄战讲了很多现代的事情。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其实我也很迷茫，我知道你不喜欢女人，你放心，咱们顺利到达西北后，我就与你和离。若是你觉得和离丢脸的话，给我一封休书也无所谓。你若还能念着利用我顺利到达西北的情分，就在那里给我一块属于自己的净土，我保证不会去打扰你的生活。谁告诉你本王不喜欢女人的？谁告诉你本王不喜欢女人的？当初救我表哥的时候，你起初说什么都不同意，后来看到他以后就又同意了。难道你不是喜欢我表哥？玄战都快被这个女人给气死了。他没想到简俊尧竟然因为这么点小事联想到他喜欢男人。简俊尧，你听好了，本王现在郑重的告诉你，我不喜欢男人。这人还真可怜，那方面不行，连喜欢男人的勇气都没有了吗？简俊尧此刻已经有了醉意，他站起身，晃晃悠悠来到玄战身旁，手很随意地搭在他的肩头。玄战，你要有自信，就算那方面不行也没关系，男人应该不会嫌弃你的。玄战怒视了简俊尧几秒，说他什么都能忍，唯独男人的尊严不能含糊了去。借着酒意，玄战的脸凑了过去，不知过了多久，他的唇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本王会对你负责。玄战第一次感觉到动情的滋味，他并不是一个喜欢逃避的人，确定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会努力去争取，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吻的关系。简俊尧感觉自己酒劲儿已经醒了一半，算了，你还是不要为难自己了。本王告诉你，我不喜欢男人，你说的那方面到底行不行？可以随时接受你的考验。简俊尧没想到这男人会如此认真地跟自己解释，可这件事太突然，况且他们才认识不到10天，这发展的是不是有些太快了？本王知道你的那个朝代是一夫一妻制，也知道你们那里成亲以前要相处一段时间，彼此觉得合适了再选择在一起，这些本王都可以做到。若是你愿意试着和本王相处，本王也尊重你们那里的习俗。
与你好好相处一段时间，再决定我们的未来。简俊尧看着玄战那张帅气到人神共愤的脸，还有讲话时那一板一眼认真的样子，他真的动容了。不就是在古代谈场恋爱吗？好，就依你说的，我们先试试，若是不行就一拍两散，谁也别耽误谁。本王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两人谁都没想到，因为嘴馋，深夜跑出来野餐竟有如此收获。玄战心里莫名的轻松，心中不断的告诫自己，以后他的臭脾气一定要收敛好，千万不能把这个女人给气跑了。简俊尧将物品全部收进空间，两人拉着手缓缓朝着山下走去。翌日一早，简俊尧睁开眼，竟发现自己的四肢如同八爪鱼般全部勾在人家的身上。醒了？我不是故意的，反正都谈恋爱了，抱一抱也没什么，不害羞不害羞。那个，我先去看看我表哥。表哥病恹恹的，有什么好看的？多看看我不行吗？男人仅仅用了1个时辰，便学会了送魂咒的画法以及手诀。本王问你，你是否想立刻离开？大人，你已经学会送走我的办法了。只要你愿意，本王随时都可以送你离开。大人的大恩大德，小女子不知如何报答。若是可以的话，小女子希望为大人做些事再离开。本王的确有事需要你帮忙。什么事？大人尽管吩咐就是。未来几天的路上可能会不太平，本王想让你做一次眼线。只要小女子能做到的，大人尽管吩咐便是。好，这2日你先跟着本王的队伍，需要你的时候，本王自然会告诉你。等事情结束，本王就会送你离去。好，小女子全听大人安排。怎么，你对这捉鬼之术也很感兴趣？我刚刚仔细翻阅了一下，这本书内的符咒方法就3种，你都已经学会了。后面讲的都是一些武力镇压鬼怪的方法。你看这里说，桃木剑可以与鬼怪缠斗，可以碰触到他们的身体。玄战接过书看了一眼，并没有着急学习。明日咱们就要启程了，你要不要去山上走走？好。简俊尧出奇的没有询问上山的原因，他知道玄战既然张罗上山，肯定不只是走走那么简单。你们几个跟着本王一起上山。其实玄战也没有什么目的，就想找一个山洞，因为他昨夜听简俊尧说过，他空间里已经攒了2头大肥猪，若是再没有机会拿出来的话，他就不养了。于是他就想趁着白天出来碰碰运气。好在他的运气不错，在绕过一个小山丘的时候，眼前就有一个可容纳1人通过的洞口。你们几个在此等候，你的猪肉可以放在这里，让林业他们带回去。如今简俊尧已经掌管了玄战的中馈，对于这点小要求自然不会有意见，立即将2只切割好的猪肉拿了出来，一不做二不休，猪肉都见光了，也不差他空间那10条鱼。当林氏兄弟看到那些猪肉和鱼的时候，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虽然好奇王爷到底从哪里弄来的这些，不过几人都默契的没有问。王爷，如今这天气，这些肉食怕是放不了多久，不如老奴今日就安排做好给大家吃吧。嬷嬷去安排便是，不用想着节省。翌日，大部队便继续赶路。临近傍晚时，老管家过来禀报：王爷，蓝公子说这里距离他带的物资被抢之地不远了，让老奴过来知会您一声。好，本王知道了。现在您赶路，在附近找个落脚点休息一夜。是，老奴这就吩咐下去。你的任务来了。大人尽管吩咐。本王命你去前方打探一下，看看那些黑衣人的落脚点，还有他们的人数。打探清楚了，速速报给本王知道。好，小女这就去查看。上次买的几个帐篷能拿出来使用吗？拿出来使用吧。本王看到了，村民中有老弱和孩子，夜晚风大，不要染了风寒耽误赶路。有了玄战的话，简俊尧便没有了顾虑，反正不管他如何解释，理由又是否牵强，这些都不是他该操心的事情。大人，距离这里20里以外，的确有一伙黑衣人。人数有多少？小女子一个一个的数过了，正好170人。对付我一个下身瘫痪之人，还真是不遗余力呢。本王已经查明那些黑衣人所在的位置，大家今天要做的就是从4个方向进行围剿，让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属下等要如何做？本王给你们的连发弩到派上用场的时候了。王爷放心，属下等一定完成任务。安排好一切，玄战知道此时已经不是在他们面前藏拙的时候了。他当着亲卫们的面缓缓站了起来，这次也算对这些人忠心程度的一次考验。一旦他解毒的事情被京城内卫知道，就说明亲卫中有内鬼，他便可以借此机会铲除异己。亲卫们见王爷站起来了，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王爷，您的腿。本王的腿本就无事。这下亲卫们全都不淡定了，战王殿下藏得也太深了。王爷请放心，属下等今日什么都没看到。玄战对宋清的态度很满意。宋清，你派10人留下保护宋嬷嬷等人，其余人全部跟着本王走。玄战，我看到了，那些黑衣人一部分在树上，还有一部分在下面走动，位置还算集中。用这个就能看清楚他们的动静？看得非常清楚，不信你试试。玄战接过望远镜，学着简俊尧的样子，朝着黑衣人的方向看，果然看得清清楚楚。这也太神奇了，
真不知道这女人还有多少好东西是我不知道的。待玄战看清黑衣人的位置后，便给亲卫们发出了信号。下一秒，只听寂静的夜空中不断发出嗖嗖嗖的声响，树上的黑衣人如同下饺子一般，噼里啪啦的掉落下来，地上巡逻的也没好到哪儿去，一个个应声而倒。到底是什么人？你我无冤无仇，为何要突袭？既然你想知道，本王不介意让你做个明白鬼。战王？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不是战王。昨日我们打探到的消息，战王还坐在轮椅上。若是你现在说出幕后之人，本王不介意让你死得痛快些。我是不会说的。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来人，把他绑起来，先挖眼睛，再割掉舌头。亲卫们手脚麻利的上前将黑衣人五花大绑，就等着王爷一声令下开始行刑。玄战，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哼，那你就尽管试试，本王定让做鬼的你魂飞魄散。玄战说话的同时，忽然感觉怀中的女人身体忽的一颤。本王是在说别人。算你识相，若是再敢用这样的话吓唬我，我就携带你的钱财偷偷跑路。黑衣人见玄战竟然在这种时候还有心思和女人打情骂俏，更加生气了。玄战，我死后定要化成厉鬼找你索命。你想索命去找玄晴浩，是他派你来送死的，与本王何干？你怎知是太子殿下派我们来的？黑衣人不假思索地问了出来。很快他就反应过来了，他竟然中了战王的圈套。玄战，你卑鄙！来人，动手，不要让他死得太痛快。玄战，我想搜搜这些黑衣人的身。本王让亲卫们去搜，搜到的东西都给你。一番搜查下来，亲卫们从这100多的黑衣人身上，竟然搜到了3000两银子。同时，他们抢劫蓝锦轩带给简俊尧的物资也找到了。看着那边放着的好几辆马车的物资，简俊尧是真的感动了。对蓝家当年离京没有带着他一起的事情，多少释怀了一些。就凭蓝家眼前做的事情，绝不是不想管他，肯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这件事他回去以后还要问问表哥。你现在就打算离开吗？若是大人方便，小女子现在就想离开。好，本王现在就送你一程。人第一次使用送鬼咒，没想到下一秒，眼前竟然出现了一黑一白两道身影。两人貌似很尊敬玄战，朝着他恭敬地点了一下头，才带着女鬼离开。但愿你能投胎到好人家，过得幸福。已经送走了吗？是黑白无常把人接走的。快给我说说，黑白无常到底长什么样子？黑白无常和人长得一样，只不过一个穿着黑衣服，一个穿着白衣服。简俊尧翻了个大白眼。我当然知道，他们一个穿黑色衣服，一个穿白色衣服，这些还用你说？那你想知道什么？被这样问，简俊尧还真回答不上来。他就是妒忌玄战能看到那些，而自己却什么都看不到。明日开始，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茅山道术，到时候也练个阴阳眼出来，我自己看。好，既然你喜欢就学吧，到时候可以跟着本王一起看到那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一定努力学习。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去休息。王爷，昨夜从黑衣人那里带回来的物资，刚刚已经请蓝公子过来确认过了，确实是他被抢的那些。蓝公子说，这些物资都是蓝家给王妃准备的，要求咱们现在就将这些交给王妃处置。这些东西本该就是王妃的，就按蓝公子说的，交由王妃去处置。简俊尧查看了一番，一共有5辆马车的物资，其中有4辆马车里面装的都是粮食，另外1辆马车里面是1箱子珠宝首饰，1箱子名贵衣料，还有1大箱子的药材。表哥，你身体还需要养着，怎么就出来了？无碍，我自己的身子自己清楚。祖父说，表妹出嫁，相府一定不会给你准备什么嫁妆，这是他老人家给你嫁妆中的一部分。因为路途遥远，我这次过来只带来了一点。等表妹到达西北以后，表哥会找机会陆续将其他嫁妆送过去。天啊，眼前这些东西竟然只是表哥口中的一点，那么全部的嫁妆得有多少？简俊尧虽然贪财，可也不想平白占人家的便宜，当然玄战除外。请表哥替我谢谢外祖父，能给我备眼前这些嫁妆就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太多。更何况我这个做晚辈的，应该带上礼物，主动去看外祖父他老人家才是。蓝锦轩伸出一只手，本能的想去摸简俊尧的头，谁知就被一阵不悦的呵斥声给打断。蓝公子不要忘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道理，俊尧如今已经是战王妃，岂容他人僭越？王爷别误会，我刚刚只是想到表妹身世可怜，想安抚一番罢了。本王的王妃，本王自会安抚，还不需要外人插手。你们2个别吵了，我和表哥只是说到蓝家的时候都有些感触罢了。若是换作以往，玄战肯定会震怒，但他现在是真不敢惹这个女人不高兴。他努力按压下心中的火气，从怀里取出一封信给简俊尧。你亲爹来信了。简俊尧连忙接过来，当着2人的面打开。令他没想到的是，简尚安还真的给了他1张万两银票。展开字条一看，前面画大饼，后面带威胁，总之就是希望简俊尧将战王的消息第一时间报告给他。至于银子吗？以后就不能给了。哼，老狐狸竟然在这里跟我玩软硬兼施这一套。不管怎么样，他这次给你银子了，你想怎么回信就怎么回信，不用顾虑太多。简尚安，你不得好死！表哥，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没事，
表妹你别多想，我就是为你抱不平而已。简俊尧会信他的话就怪了，不过他也清楚蓝景轩有事情瞒着他，肯定有人家的理由。简俊尧趁着气头上，给他亲爹写了回信，价值1万两的信息奉上。昨夜在一伙黑衣人处获得一批粮食，战王今早终于吃饱了。唯一一个没有难民出来逃荒的县城，可如今也还有2、3天就要断粮了。你这清水县日后打算如何？请王爷提点。县令柯岩仿佛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既然战王殿下问，想必他有解决之法。柯大人可有想过，跟着本王一起去西北发展？去西北，无非就是2座空城。本王已经打算好了，这一路上广收无家可归的难民，一起去西北。本王带着人去了，那里自然就不会再是空城。至于鬼城之说，柯大人会相信吗？下官根本不相信鬼神之说。王爷广收难民的点子也很好，只是抵达西北路途遥远，这一路上要消耗大量物资。粮食的问题无需担心，本王早有准备。王爷此话当真？当真，只要愿意跟着本王去西北的人，本王保证不让他们饿肚子。王爷，你也愿意带着清水县的百姓一起吗？本王在路上已经收留了很多难民，若是柯大人有疑虑，可以到城外看看本王队伍中招收的难民，想必他们的话会比本王说的更有分量。王爷，请您给下官2天时间，用来询问百姓的意见，愿意跟着王爷一起走的，3天后下官会带着他们一起去城外找您。好，就这么定了。本王在城外等柯大人3日。王爷，下官这就想去您的队伍看一看。你随时都可以去看。本王曾经路经此地，存放了一些东西在此，这次正好一并带走。简俊尧知道玄战这样说，就是想给他找机会往出拿一些东西。灵叶，你去城内找一找，买几辆木板车回来，买好后就在这里等本王即可。是。玄战和简俊尧溜达了半个多时辰，终于找到一处快10年无人居住的院子。简俊尧一使进入空间，购买了500斤的毛线和大量棉花，又将上次去匪巢带回来的布料和空间里储存的大肥猪和面粉全部取了出来。我能想到的就这些，你觉得还需要些什么吗？在玄战心中，简俊尧准备的东西很到位，眼下队伍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衣食住行，如今已经被简俊尧都提前想到并且安排好了。本王这没什么需要的。既然这样，我们现在就可以离开了。两人回到县衙门前的时候，林业早已焦急地等在那里。本王曾经在清水县存放了一些东西，你去城外喊些人过来，把东西带走。林业是一头雾水，这几年他几乎是寸步不离地保护在王爷身侧，从没听说过王爷安排人在清水县储存过什么东西。难道是自己记性不好，想不起来了？就在这时，柯岩红光满面地带着几个官差也回来了。王爷，下官已经决定了，明日一早就开始动员百姓，一起跟着王爷去西北。不过下官也不打算强求，全凭百姓们自愿。好，3日后，本王等着柯大人的消息。王爷在城里弄到了面粉和猪肉，咱们今晚吃饺子吧。听说吃饺子，所有人的眼睛都亮晶晶的。他们都出身穷苦人家，即便没有这样的灾荒，想吃顿饺子也是奢望。如今跟着战王去西北，竟然还能吃到饺子。大家都别愣着了，赶紧动起手来。王妃发话了，众人的动作也愈发的麻利。不到1个时辰，猪肉白菜馅的水饺就煮好了。这饺子的味道不错。那是，饺子馅里面我可是偷偷放了不少调料，否则怎么会如此好吃？全天下我的王妃做饭最好吃。翌日，简俊尧让翠柳将所有女人叫到一起。想必大家也看到了，昨日王爷在清水县带回来很多这种羊毛线。王妃，原来这个东西叫羊毛线啊！可是这线这么粗，能做什么用？简俊尧觉得这丫头今天嘴欠的最合时宜。毛线顾名思义就是用羊毛纺织成的线，可以用来织御寒的毛衣和毛裤。今天我把大家喊过来，就是想教你们织毛衣，同时这也是我送给你们的第一件让自己自力更生的本领。众人听了简俊尧的解释，一个个的眼睛雪亮。我今天打算教你们一些入门级的针法，等针法学会了，咱们就开始织成品。当然，我也不会让大家白白出力，每织出一条合格的毛裤，可获得70文的工钱；织出一件毛衣，工钱100文。王妃，联合王爷在这种饥荒时期让我们全家吃饱饭，这种大恩大德，小女子根本无以报答，怎么可能收什么工钱？是啊，王妃，我们心甘情愿干活，不要工钱。大家安静一下，我说过，只要你们勤劳，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这只是我实现这个目标的开始，所以大家不要拒绝工钱。我这里还有其他赚钱的点子，这些都要到了西北才能完成，而且我也会说到做到，在不久的将来，让你们真正见识到什么才叫好日子。简俊尧一番话说得铿锵有力，不光这些女人们激动了，就连在不远处看着他的玄战都有些振奋。他相信简俊尧绝对有这样的能力。简俊尧教授了一上午，等他回到马车时，就见玄战正坐在那里想着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儿？刚刚柯岩派人来通知本王，经过1整天的动员，清水县7成的百姓愿意跟着咱们去西北。具体人数是多少？来人说了，有8000人左右。这么多？有人投奔咱们是好事。
可眼下难题也就更多了。这么多人的开销需要很大一笔银子，虽然玄战给了简俊尧60万两，还有匪巢里面收缴的30万两，表面上看挺多的，可到了西北还需要一点一点的建设城池，这些需要的银子数量会更多。玄战感觉交给简俊尧的那些银子只是杯水车薪，即便玄战没说得太明白，简俊尧也能了解他担心的问题。你在京城或者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产业吗？本王在京城倒是有几家铺子，不过因为无人打理，一直空置着。还真应了那句话，有钱人就是任性。在京城的铺子可谓寸土寸金，竟然能被他给空置了。既然没有赚钱的产业，那你那些银子是哪里来的？这些银子都是本王征战多年的战利品。莫名的，简俊尧有些心疼玄战了，更心疼自己在他那里弄来的银子。本以为这个男人是个王爷，有些银子再正常不过，没想到这些银子竟然是他提着脑袋换来的。如今我已经可以吃到正常食物，过上远离末世的生活，但每天看到那些吃不饱、穿不暖的难民，那种心情仿佛又回到了末世。也许老天莫名让我带着空间穿越至此，就是要我做些什么的。恭喜宿主找到穿越的真正意义，奖励可进入空间的能力。你说什么？恭喜宿主找到穿越的真正意义，奖励可进入空间的能力。你说什么？玄战见简俊尧突然发出声音，关心地伸出手去拉他的小手，准备询问一番。然而下一秒，眼前的场景忽然变了，简俊尧也是震惊的，进来也就算了，竟然还把玄战也给拐进来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空间。发生的一切太过玄幻，已经完全超乎玄战的认知。即便他知道简俊尧有个神秘空间，可也从来没幻想过这里面的样子。这里很好，玄战太喜欢这里了，任何花哨的语言都无法形容这种感觉。我也是第一次进来，想四处走走。简俊尧说着话，已经朝着鱼塘的方向走去，玄战很自然地跟在他的后面。上次吃的鱼就出自这里？是啊，这里面目前只能养10条鱼。这里就是你一天养出1头猪的地方？对啊，一头猪崽子放在那里不用管，12个时辰就可以出栏。西瓜都是这土地里面种出来的？怎么样，我这里12个时辰就能成熟的西瓜，是不是很好吃？的确很好吃。王富贵应该在找我们，我们出去吧。玄战一个愣神间，眼前的场景又变了。简俊尧抱起王富贵，帮他顺了顺毛，才渐渐平复那颗澎湃的心。玄战也同样，他努力让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这样才可以完全确定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本王带你去青州府走一趟。去青州府做什么？本王想过了，以后招收的难民会越来越多，总不能这样坐吃山空。我知道不能坐吃山空，可这大半夜的去青州府又能解决什么？玄战缓缓说出去青州府的目的，简俊尧是越听越心动，甚至显得比玄战还积极。既然这样，还等什么？咱们赶紧出发。话落，简俊尧意念一动，直接将王富贵送进空间，这样不但方便照顾，还不用担心王富贵跑丢的问题。今夜是灵风张直，他一眼就看到王爷与王妃穿着一身奇奇怪怪的衣服出来。王爷，本王带着王妃四处看看，你继续守在这里，若是有什么突发状况，随机应变即可，切莫暴露本王不在马车里的事情。王爷王妃一定要注意安全。本王知道了。不知道是他们运气好，还是知府衙门因为缺少粮食养不起下人。总之，他们一路上可以说是畅通无阻，库房被简俊尧搬得精光，就连摆放物品的木架都没有放过。果然如此，这么多木架才换了120个空间币。120个空间币能买什么？120个空间币只能购买20多斤的普通白米。听说可以买20斤的白米，玄战可不觉得这些很少。若是将20斤白米给普通的一家3口，节省些的话，吃上1个月总不会饿死。这种特殊时期，粮食就是金钱。很好，一会儿咱们把知府衙门内的东西都搬空。女人凭一己之力就将整个知府衙门搬空，甚至连条被子都没给人家留一件。还没找到银票呢，你怎么把东西都收起来了？去空间里面翻找，不是比在这黑黢黢的环境下方便很多？玄战听简俊尧这样一说，才恍然大悟，的确是这么个道理。趁着时间还早，咱们把这里彻底搬干净。你是不是觉得很上瘾？刚刚听他们2口子聊天，貌似和宣州总兵是一伙的，咱们到时候再去搬他那里。果然这男人尝到甜头，偷上瘾了。不过我也很喜欢。好，到时候咱们再偷他个盆满钵满。不要说的那么难听，本王只是劫富济贫而已。两人踏着夜色游走在知府衙门各处，可以说所到之处片甲不留。你说明天曹知府看到自己家被搬空，会是什么感觉？估计想死的心都有。回到营地马车内，简俊尧就迫不及待地拉着玄战一起进入空间。经过2人的一顿翻找，终于在床铺的隔板内找到一个小盒子。打开盒子，里面果然放着一叠银票。不过这银票数目倒是让他们很失望，竟然只有8万两，估计银钱都用来购买那些奢华的物件了。这些东西要如何处理？还和以往那样，这些东西全部归你。好，这些东西兑换成空间币以后，我会给你一个明确的账目，还有那些银子和银票一并用作日常开支所用。玄战都想伸手去摸摸简俊尧的额头了，他不会是发烧烧糊涂了吧？
那么爱财的一个人，这态度有点反常。从现在开始，咱们在外面弄来的财物，全部用作救济难民和路上的开销。我若是需要银子，自己会想办法去赚。这话不说还好，玄战瞬间就感觉眼前之人与以往愈发不一样了。为此，他还仔细观察了一番简俊瑶，见他并没有什么魂魄离体的征兆，说明并没有换心思。不用觉得奇怪，我就是觉得你人还不错，想帮帮你而已。若是你以后银子多了，我还是会坑。会要的。玄战如今已经不在乎什么坑不坑的，只要他愿意，自己搞来的银子都可以给他。而简俊瑶这种改变的原因，玄战此刻能想到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简俊瑶很可能喜欢上自己了。思及此，玄战竟然站在那里傻笑起来。怎么做梦娶媳妇儿呢？乐成这个样子，你就是本王的媳妇儿，本王有你足矣。究竟是不是你媳妇儿，还要看你的表现。本王一定会好好表现，不会让你失望。简俊瑶将除了银票和银锭子以外的东西全部兑换成了空间币，没想到竟然兑换了170万，也就是价值17万两银子。若是算上那8万两的银票和2万两的银锭子，曹知府的财富都快赶上那伙强盗的了。哼，难怪逼渊国的百姓吃不饱穿不暖，银钱都被这些贪官给中饱私囊了。不用生气，贪来的这些银子都被咱们顺光了，以后都用来救济灾民，也算物归原主了。玄战也不是不知道当官的什么德行，只不过一个小小的知府竟然会有如此丰厚的家底，他觉得这样的人就应该早些送去谏言了。送本王出去。你带上2个人，趁着天亮以前赶往青州知府衙门，本王要知府看不到明日的太阳。是。事情办得如何？幸不辱命，事情已经办妥了。玄战正准备挥挥手让他下去休息，林烨却难得的露出一脸八卦之色。王爷，属下去知府衙门的时候，还发现了一件怪事。什么怪事？属下等找到曹知府的时候，发现他和夫人都睡在地上，而且他的房间内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属下做完了王爷交代的事情，又在知府衙门内巡视了一圈，结果每个屋子都是空的。属下就不明白了，这曹知府到底有什么癖好，竟然连一样家具都不买。不管他有什么癖好，你只要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即可。林烨本以为自己将这件怪事告诉王爷，王爷会命人调查一番，谁知就这样轻描淡写的接过去了。属下明白。人在空间里买了一个房子，玄战这次是真的被震惊到了。这漂亮房子也是买的？当然了，只要有银子，什么都可以买到。怎么样，我的小家好看吗？好看，本王很喜欢。你做什么去？本王想休息啊。你要是喜欢，我可以再帮你买一座房子，况且这床也是我睡过的，我可以给你买新的。不必，本王觉得这里很好，无需再浪费银子。简俊瑶心下窝火，他想有个私人空间咋就这么难？你不用担心浪费银子，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私房银子给你买。你的银子也很珍贵，别浪费在本王身上。玄战，你给我起来，这是我的床。你是这里，你看你的王富贵都找好位置了，你还犹豫什么？不待简俊瑶反驳，玄战长臂一伸，就将人拉到了床上睡觉。本王保证你醒来的时候，王富贵还在原位。你说话必须得算话，否则我就带着你的全部家当跑路。本王说到做到。两人很快进入梦乡，而此时京城内，皇帝看到简俊瑶的回信中跟简上安索要银两的话，气得暴跳如雷。简上安，王朕如此信任你，你却弄个这样不诚实的女儿给朕添堵。皇上息怒，是小女不懂事，下官一定好好教育。你能教育？人家如今已经长着翅膀飞远了，你要如何教育？这什么这？朕不管这件事情，你若是不给朕一个满意的答复，就别怪朕治你个欺君之罪。皇上，臣有罪，请给臣一点时间，臣定想个万全的办法。朕就给你3天的时间，若是想不出对策，就把简嫣然送去战王那里。皇帝心里比谁都清楚，简上安无非就是想让自己最看重的女儿嫁给太子为妃，如今用这样的办法逼迫他就范，比什么都管用。简上安听说皇上要把简嫣然送去战王那里，顿时吓出一身冷汗，他还指望简嫣然嫁给太子光耀门楣呢。皇上，臣保证3日内想出办法。简俊瑶醒来后，就看到玄战正在沙发上翻看那本茅山道术。你能看懂上面的字？睡得好吗？睡得很好，这还是我穿到这里以来睡得最安心的一次。辛苦你了，跟着本王一路吃苦受罪。俗话说得好，患难见真情。如今我跟着你一起吃苦，说明我这个人够义气。听到真情2字，玄战将简俊瑶说的其他话都忽略了。你放心，本王定不会负了你的真情。这男人的理解能力还真是有待加强。坐在玄战的腿上，简俊瑶发现自己并不排斥与玄战的亲密接触，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很喜欢。刚刚我问你是不是已经认识书上的字，你还没回答呢。这些字无非就是比咱们这里的字少一些笔画，只要找到规律，本王还是能猜得出来的。王爷，晚饭好了，老奴给您和王妃送过来了。简俊瑶慌忙握住玄战的手臂，闪身出了空间。与此同时，宋嬷嬷也将帘子掀开了，她看到马车里的画面，顿时羞红了一张老脸。我的妈呀，王爷和王妃正在恩爱，来的可真不是时候。王爷王妃请继续，老奴把饭菜放在这里了。
都怪你，抱什么抱啊，都被人看到了。看到就看到，本王抱抱自己媳妇儿，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王爷，柯县令来了。柯大人，事情都安排好了吗？回王爷的话，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清水县共有百姓9000余人，愿意跟着王爷一起去西北的有8761人。下官已经将这些人的名字全部登记在册，并且做好了分类。玄战粗略了看过这本册子，对柯岩的印象更好了。这人做事井井有条，正是他目前急需的人才。辛苦柯大人了。若是没什么意外的话，本王打算明日一早就启程。王爷放心，清水县里面的百姓已经收拾妥当，就等着王爷您一声令下，随时都可以出发。好，柯大人辛苦了。人突然感觉小腹传来一阵轻微的疼痛，同时还伴随着一股热流。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简俊尧顾不得跟玄战解释，直接朝小木屋的方向跑去。我大姨妈来了。玄战早就从简俊尧口中了解到，妈字与他们这个时代的母亲意思相同，他口中的大姨妈就是大姨母的意思。然而他还从未听说过简俊尧有什么大姨母。你有大姨妈吗？我当然有了，这不就来了吗？若不是现在看着简俊尧太难受，玄战都想让他送自己出去。他要当面问问蓝景轩他到底有几个姑姑。玄战，你做什么？你现在就带本王出去，本王叫管家来给你看看。我没病，你先放我下来。乖，别闹了，生病就要看郎中。先带本王出去。我真的没病，女人的月事，我们那里都叫大姨妈。什么？就是女人那种每个月都要来一次的东西。简俊尧此刻是真心感觉到了尴尬。刚刚说大姨妈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有什么，而这样一仔细解释起来，他就觉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玄战这下也明白了，他小心翼翼地将人放到了床上。本王看着你貌似很不舒服，你先好好躺着休息。玄战眼睁睁地看着简俊尧痛苦的样子，手足无措。你告诉本王要怎么做才能缓解你的痛苦？你先出去，我要换衣服。好，本王就在门外，有什么事情及时喊我。见玄战出去，简俊尧快速将自己的情况处理好，随即便疼地趴在了床上。真没想到这具身体如此脆弱，来个大姨妈都能疼成这个样子。带本王出去，让宋嬷嬷帮你想想办法。不用别人帮忙，给我泡一杯红糖水喝，估计会缓解很多。玄战二话不说，连忙出去泡水。很快他就端着一碗浓郁的红糖水回来，温柔地喂给简俊尧喝。我肚子已经没有那么疼了，谢谢你玄战。本王对你好是天经地义的，不用说谢谢，而且本王还会对你好一辈子。简俊尧身体舒服了，不知不觉睡了过去。翌日，大部队再次启程，2天后便抵达了宣州府地界。同时，简俊尧的空间再次迎来升级，除了种植和养殖数量增加了以外，种类也不再受到限制。最令简俊尧欣喜的是，空间里竟然多出来一个滴水观音玉雕，而且观音手里的玉瓶竟然真的可以滴水。简俊尧看了看空间升级说明，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灵泉水。灵泉水不但有美容养颜的功效，还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喝了这灵泉水的人可以百毒不侵，甚至可以预防各种病痛。只不过这灵泉着实珍贵了些，玉瓶1个时辰才会滴一滴灵泉水。简俊尧连忙放了一个杯子接在下面，这么珍贵的灵泉水，损失一滴都是暴殄天物。眼下粮食和水源就是最大的开销，简俊尧依旧选择种植粮食，养殖场里面也增加了5头猪崽子。这东西目前看来食用价值比较高，真希望空间升至4级的时候，土地面积多增加一些。简俊尧初步计算了一下，空间升至4级起码还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你怎么了？一下午都是心不在焉的样子。给你看一个小惊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经过努力，我的空间升级了。这个瓶子每个时辰会滴出1滴灵泉水。简俊尧将灵泉水的功效毫不隐瞒地告诉了玄战。玄战此刻的心情已经不能用震惊来形容了，这么多的功效，岂不是出自神仙之手？其实我也很意外，空间升级后会出现如此强大的灵泉水。也许今后的意外之喜会越来越多。玄战不知道他哪辈子积德行善，竟然让他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简俊尧，不但扭转了他的困境，还让他知道了情爱的滋味。王爷王妃，蓝公子要见你们。表哥找我们一定有事儿。好，咱们过去看看。王爷表妹，如今我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况且我也离家多日，恐怕祖父他们会担心。表哥，你打算离开吗？表哥，你打算离开吗？是的，表哥打算这1、2日便启程离开。既然蓝公子要离开，本王会派侍卫护送你一程。蓝景轩并没有拒绝，毕竟眼下灾荒时期，路上鱼龙混杂，即便他有武功在身，怕是遇到强敌也无法抵御。如此就多谢王爷了。你如今已经是本王的舅兄，咱们之间无需客气。表哥明日晚些再离开可好？表妹还有事？虽然我没见过外祖父他老人家，可做晚辈的总想对他表达一番心意。我想亲手给外祖父做一些糕点，请表哥帮忙带回去。其实简俊尧是想着给外祖父喝一些灵泉水，毕竟他年纪大了，身体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小毛病。除此之外，他还想给蓝景轩也喝一些灵泉水，让他的身体快速恢复正常。好，既然表妹有孝心，表哥就在晚些启程。晚饭后，简俊尧偷偷进入空间，杯子里面只接了2滴珍贵的灵泉水。少是少了点儿，大不了多加一些水进去，这样总比没有的好。
玄战，表哥，尝尝我泡的茶，你们边喝边聊。说话的同时，简俊尧也给自己倒了一杯茶，这可是用灵泉水冲泡的，他必须要好好感受一番。玄战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他竟然莫名感觉周身透着一股子轻松感，甚至内力都隐隐有了增加的感觉。难道他在里面放了那所谓的灵泉水？这女人还真是舍得。想明白了茶水不一样的原委，玄战可不想放弃这样的好机会。喝茶的时候，甚至已经到了一口接着一口的地步，该有的矜持不复存在。蓝景轩只以为他是在军营里面待久了，养成了粗鲁的习惯，结果当他品尝了第一口茶水的时候，就不这样想了，甚至比玄战还不如。这茶水也太好喝了，不知道为什么，一口茶水下肚，竟感觉身体一阵舒爽，就连身上还有些隐隐作痛的伤口，貌似都好了。若是蓝家的茶庄也能增加一道这样的茶，生意必定会更上一层楼。王爷，不知这茶出自何处，可有名字？表哥，王爷告诉我，这茶是他机缘巧合之下遇到一位云游的道士送给他的。王爷，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了简俊尧开头在先，玄战编起瞎话来就不觉得有什么困难。自然是真的，那道士还说他与本王算是有缘人，便送了一包茶叶。蓝景轩听了两人的话，显然有些失望。不过这么好的茶水，他今天一定要喝个够本。等他离开这里，再想喝怕是难了。简俊尧喝过茶水，身体也有了很大的反应。原本受大姨妈影响，有些酸疼的腰背，此刻一点都不疼了，而且小腹还传来一阵暖洋洋的感觉。你喝了刚刚的茶水，身体有什么感觉？本王感觉身体轻盈感极强，而且内力似乎有增进。天啊，若是灵泉水真有这样的功能，那我是不是可以和玄战商量一下，让他教我武功？玄战，你教我武功好不好？玄战见他态度认真，伸出手摸了摸简俊尧的筋骨。学习武功最好的年纪是8岁以前，你这个年纪学武功会很辛苦的。若是让他说实话，简俊尧如今的骨骼基本已经长成，即便他教了，也只能学到一些花拳绣腿。可简俊尧却不这样想。你刚刚不是说了吗？喝过灵泉水以后，就感觉内力有所增进。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我每日都喝上一些灵泉水，变成你们这样的武功，应该不成问题。玄战认真思考了简俊尧的话，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有一定道理。既然你想学，本王明日便开始教你。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面，学习武功很辛苦，你可不要哭鼻子。切，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吃苦我不怕，只要你肯教我，严厉一些也无妨。翌日，简俊尧早早就起床，将这一夜接到的几滴灵泉水掺入鸡蛋，制作了几块戚风蛋糕。也不知道表哥回蓝家要赶多少天的路，希望灵泉水有防腐的功能，送到外祖父面前的时候，蛋糕还完好如初。你先尝尝，若是好吃的话，明天我再做给你吃。你这手艺着实不错。那是，这可是得了我妈妈真传的手艺。表哥，你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见到外祖父后，替我向他老人家问好。表妹放心，你的话表哥一定带到。表哥，你知道我想知道什么？回去以后你问问外祖父，若是可以的话，我想了解一些真相。这件事我会和祖父提的。表妹也是，路上注意安全，到了西北安定后，记得给蓝家送个信。好，我一定会写信的。眼看着两人道别结束，玄战将选好的10名亲卫叫来，简俊尧给每人发了一份牛肉干材，目送着他们离开。府以征兵的名义抓壮丁，实则是让他们去挖银矿。玄战带着林氏兄弟经过一番激战，将民工全部解救了出来。哇！玄战，你说这得有多少银子啊？应该会有很多。简俊尧小手一挥，将这些银矿石全部收进空间。完了，银矿石太多，把庄稼压坏了。玄战也心疼那些庄稼，可相比于这些庄稼，还是银矿石价值更高一些。仅此一次，等本王回去就安排下去。先将这些矿石提炼出一部分。简俊尧也只当玄战是在安慰自己，他们在赶路，提炼矿石根本不现实。王爷，属下已经与这些人说清楚如今宣州府的处境，他们都愿意跟着您一起去西北。你做的不错，先安排他们这些东西，等本王收拾了那该死的总兵以后，再让他们进城找人。是，属下这就交代下去。你这次不打算带我一起去了？现在是白天，我们行动的目标比较大。好，我知道了，你们注意安全。你留在这里好好养足精神，本王保证总兵府的财物都给你留着，谁都不许碰。好，我等着你回来。一句简单的话，让玄战暖到了心坎里。等着本王。目送着玄战离开，简俊尧这才闪身进入空间，看着堆积如同小山一般的矿石，顿时一阵头大。既然空间可以通过意念处理鱼和猪肉，这就说明空间无形中是拥有加工功能的，就是不知道是否能将这些银矿石全部提炼成银子。思及此，简俊尧意念一动，下一秒，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只见如同小山般的银矿石瞬间消失不见，全部变成了大大小小不规则的银子。这也太多了吧！发财了，发财了！简俊尧第一次产生了盼着玄战早些回来的感觉，然而他一直盼到天黑，玄战依旧没有回来，强烈的不安感袭上心头。嬷嬷，他以往出去办事都会这么晚不回来吗？王爷心中是最有成算的，若不是遇到什么特殊的事情耽搁了，
不可能迟迟不归。灵叶他们这几个小子也没回来，怕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不行，我找宋清带我进城看看。王妃，使不得啊！此时天都黑了，宣州府城门已关，您还是再等一等吧。嬷嬷，我心意已决，必须要进城看看才会安心。就在宋嬷嬷还准备阻止的时候，林北回来了。大家见只有他一个人，心更慌了。林北，王爷呢？王爷他……林北，你快说，玄战到底怎么了？林北，你快说，玄战到底怎么了？我们去总兵府，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王爷已经亲手宰了那总兵周达。谁知就在我们搜查一圈，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发现总兵府后院有一蹊跷之处，那是一扇看上去很古老的门，上面写着一串文字，貌似是一道算术题。王爷看了一会儿，随便按了几下机关，那门就自动打开了。谁知王爷刚刚走进去，那门就迅速关上，我们几个绞尽脑汁也没能将门再次打开。门上的题目你们还记得吗？属下连字都不认识几个。林北，你现在就带我去。林北回来就是打算请科研一道过去的，毕竟他是个文官，会算术的可能性很大。结果见王妃要亲自去，他一时间还有些拿不准主意。王妃，您去恐怕不合适吧？没什么不合适的，你不就是回来搬救兵的吗？区区一道算术题，还难不倒我？见王妃态度坚决，林北又看向宋嬷嬷和老管家求助。唉，王妃惦记王爷，不走这一趟恐怕不会心安。好，事不宜迟，属下这就带王妃去城里。在林北的带领下，两人躲过了几个府中的下人，来到总兵府后院的一个角落。简俊尧快步走到那扇门前，只见上面刻着一长串的文字，竟然真的是一道算术题，还是鸡兔同笼的问题。简俊尧找了根树枝，蹲在地上快速算出答案，然后将密码锁调整到了正确答案的数字。只听咯噔一声，大门缓缓打开，简俊尧侧身钻了进去。里面黑漆漆一片，大约走出去70-80米的样子，便听到一个虚弱又稚嫩的声音：“什么人？你又是什么人？”“瑶瑶。”“玄战，你在哪里？”“瑶瑶，你怎么来了？”就在两人激动的有些难舍难分的时候，玄战的身后走来一个骨瘦如柴的少年，身上的衣服已经破损的不成样子，裸露在外的肌肤也已经脏得无法入眼，那样子俨然就是电视剧中的小乞丐。九皇叔，这位就是皇婶吗？瑶瑶，这是11皇子玄晴雨。侄儿见过九皇婶。简俊尧见玄战对玄晴雨的态度不错，想必他并不排斥这位皇侄。免礼，都是自家人，不需要这么多礼节。简俊尧没想到这里竟然还关着一位皇子。瑶瑶，这地方你不该来。为何我不该来？本王进来许久，也没能想到出去的办法。你来了这里，岂不是又多关一个人？简俊尧只想着进来寻找玄战了，并没有想到要如何出去。不过他还有件很好奇的事情。我看晴雨的样子，并不像刚来这里。这么久以来，你是如何生存下来的？看晴雨的样子，并不像刚来这里。这么久以来，你是如何生存下来的？不瞒九皇婶，侄儿是因为发现了太子的秘密，想偷偷过来调查一番的。谁知刚刚到达宣州府，就着了总兵周达的道，被他关在这里。那里有个小型机关，知情的人能从外面打开。周达每天早起会派人给我送一些食物，仅此而已。你在这里被关多久了？侄儿在这里暗无天日，只能靠着每天送饭的次数计算时间。侄儿来这里至今已有390个日夜。简俊尧倒吸了一口冷气。都说出生在皇家的孩子早熟，目测玄晴雨也就12、13岁的样子，而他在这里被困了1年多。这样说来，这孩子10岁出头就开始学着大人调查事情了。瑶瑶，先别说晴雨的事情了，本王再去门口看一看，争取早些将门打开。这门出去的办法不会也是一道算术题吧？的确是一道算术题，只不过本王和晴雨都没想出解题的方法。三人再次来到门前，简俊尧仔细阅读了门板上的算术题，难怪玄战和玄晴雨都没有解出来。若是利用方程式计算的话，应该是1到2元一次方程。2元一次方程对后世的人来说不算难，但对古人来说的确有难度。简俊尧借着袖口的遮掩，从空间商城购买了纸笔，开始在上面写画画。玄晴雨对于那一连串的阿拉伯数字都要好奇死了。九皇叔，皇婶在画什么？你皇婶小时候机缘巧合之下遇到了一位高人，教了他一些别人没见过的东西。玄晴雨懵懂的点点头，眼睛继续盯着简俊尧的动作。玄战，这道题的答案是23、51。玄战丝毫都没有怀疑，按照简俊尧说的答案，操作着门上的密码锁。皇婶，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瑶瑶，你先出去。玄战知道这扇门打开以后，一次只能通过一个人，反正他和玄晴雨都已经知道了答案，继续开锁便是。王妃，你找到王爷了吗？找到了，他马上就能出来。简俊尧的话音刚落，大门再次打开，这次出来的是玄晴雨。林烨并没有认出眼前这个看上去脏兮兮的少年是谁，全都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这是11皇子。11皇子，难怪他失踪1年多都没有找到，竟然被关在这里。下等失职，请王爷责罚。都起来吧，先把11皇子带回去。本王和王妃还有些事情要处理。
女人又来扫货了，甚至连棺材都没放过。哼，周达恶贯满盈，不配拥有棺木。回到营地后，两人闪身进入空间。简俊尧忙活着做饭，玄战也不打算闲着，他让简俊尧买了一杆大秤，在那里给银子称重，得到的结果令他们兴奋不已。提炼出来的银子竟然有132万两，比玄战原本的家底还要多上1倍。这下好了，咱们到了封地，怕是不用再为银钱问题担忧了。这些银子都由你来支配，咱们努力把封地建设成理想的样子。你打算如何安排11皇子？要带着他一起去封地吗？皇宫里面太过于勾心斗角，若是让晴雨回去，无非就是多了一个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我亲手带了2年的孩子，不想让他回去过那种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11皇子也愿意跟着你一起去西北？我已经问过了，他愿意跟着咱们一起去西北。那他要以什么样的身份来示人？毕竟队伍里的人越来越多，万一出来个皇上的眼线，到时候再给玄战扣上一顶拐带皇子的罪名，那岂不是又给了玄天启找玄战麻烦的借口？晴雨来这里的事情，目前只有咱们几个亲近的人知晓。我想着暂时让他先假扮我新收的小厮，以后再从长计议。玄战没想到，经过长时间接触，这女人想事情还挺谨慎的。简俊尧见玄战已经有了合理的安排，索性不再担心。侄儿见过九皇叔、皇婶。玄晴雨如今已经换上一身干净衣服，头发也洗得干干净净。简俊尧这才看清楚她的真实样貌。别看她小年纪，却长着一副好皮囊，面如冠玉，目若朗星。年里，你以后跟着我一起去西北，在外人面前就是我的小厮。侄儿明白，皇叔都是为侄儿考虑。你明白就好。明日赶路，你就坐在我的马车前面，不要让人看出端倪。一切都听皇叔安排。几人正说着话，翠柳就从远处跑了过来。王妃有好消息。翠柳，什么好消息？王妃，我带你去看看，狗蛋娘已经将毛裤织好了。简俊尧这才想起来，他教那些妇人织毛衣已经过去好多天了，自己最近不知道都在忙些什么，竟然把此事给忽略了。王妃，民妇已经将毛裤织好，请您过目。你这毛裤织得非常好。明日开始，咱们队伍里面新来的妇人都由你来负责教授，到时候我也会给你开工钱的。王妃，民妇全家仰仗您和王爷糊口，我们有口饭吃就满足了，哪里需要什么工钱？关于推辞工钱的问题，简俊尧也不想多浪费口舌，到时候他就让翠柳负责此事，把工钱按时给大家发下去即可。除了织毛衣、棉衣和鞋子一类的，也要提上日程了。马上就要入冬了，百姓们没有棉衣可不行。简俊尧将这件事直接交给翠柳去安排，反正马车里面多的是棉布和棉花，再不济他还能找机会去空间购买。大部队休整1夜后再次出发，连续行走了7天，路上再次招收了一部分难民。如今玄战去往西北的难民队伍已经达到了18000人之多，玄战与简俊尧的目标就是2万人即可。古代人口本就不多，2座空城内有这么多人已经完全够用了。敢问这位爷，这里可是战王殿下的队伍？尔等何人？我们都是丞相府的人，我家大小姐出嫁仓促，府里没来得及准备嫁妆和陪嫁丫头，相爷和夫人担心大小姐，这才派我等将人送过来。玄战看着简俊尧已经黑了的小脸，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先别生气，过去看看再说。嘴上安排你过来什么目的？大小姐，老爷和夫人念您一个人在外，特意让奴才送来2个丫鬟和一位嬷嬷伺候。他们还挺有心的，只不过本王妃刚刚好像听到你提起什么嫁妆，这次也一并带过来了吗？回大小姐的话，夫人的确是给您带了嫁妆，只不过入狱歹人都被他们给抢走了。这个理由很牵强，不过简俊尧并没有拆穿。以胡艳茹对原主的憎恶程度，怎么可能给她准备嫁妆？没给她准备一根白绫送她上路就不错了。既然给我送了陪嫁的婆子和丫鬟，就把人带来给本王妃过目吧。冯三连忙朝着马车的方向跑去，很快就带回2个花枝招展的丫鬟和一个婆子。简俊尧发现那2个丫鬟跪下的时候，还会时不时的偷瞄玄战一眼。简俊尧心中狂飙国粹，将胡艳茹与简上安骂得狗血淋头。玄战的脸色也没好到哪儿去，若不是他想让简俊尧掌控这场阴谋的主动权，早就命人将这几个人拖下去砍掉脑袋了。翠柳不知道在哪里捡了一块石头，疯狂地朝地上跪着的婆子扑去。你还崔嬷嬷的命来！怎么是你？这下完了，这丫头已经与大小姐会合，恐怕崔嬷嬷的事情是瞒不住了。王妃，这人就是杀了崔嬷嬷的凶手，绝不能放过他。简俊尧本来就要给崔嬷嬷报仇的，没想到仇人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他疯狂地在婆子身上插刀子，这画面把玄战看得不禁咂舌。不愧是我玄战的女人，够狠。冯三见事情不妙，抬腿就想溜。林业想去抓人，却被玄战阻止了。这事儿你不要插手，让王妃自己去泄愤。人都要跑了，王妃还咋泄愤？做了坏事就想跑，哪有这样的道理？这婆子留给你泄愤，不要让她死得太痛快。这下轮到你了。大小姐，冤有头债有主，奴才也是听夫人的命令办事，崔嬷嬷的死可怪不到我的头上啊。胡艳茹那里，本姑娘自会去找她讨债。眼下你必须要为你曾经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
此时胡艳茹送来的2个丫鬟已经吓傻了，哪里还有刚刚那矫揉造作的样子？大小姐饶命啊！我们什么坏事都没做过，大小姐想知道什么，我们定知无不言。简俊尧坚信他们说什么坏事都没做，那也只能说是没来得及做。若是自己真的着了胡艳茹和简尚安的道，恐怕这2人也得坏事做绝。就这点阿杂手段，本王妃还不需要你们来告诉。王妃，求求您就给我们一次表现的机会吧。既然你们执意要说，本王妃就勉为其难的听一听。不过咱们可先说好了，你们若是说出来的东西令本王妃不满意，就得和他们同样的下场。王妃，我们明着是来做您的陪嫁丫鬟，实则是夫人让我们来勾引战王殿下的，顺便给我亲爹做眼线是吧？是的，顺便给相爷做眼线，时刻报告战王和大小姐的消息。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说点我不知道的，兴许本王妃一高兴就饶你们一命。2个丫鬟面面相觑，简俊尧见2人的态度，便知道他们再不可能说出什么有用的信息了。看着2个丫鬟长得水灵灵的，简俊尧想到他们一路上收的难民男性居多，以后到了封地也要面临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若是直接杀掉，还不如给那些光棍做媳妇儿。王爷，要不就留着这2个人？一切都由瑶瑶做主。柯大人，这2个女子就暂时交给你看管，稍晚些时候我会给他们吃一种毒药，使他们变成又聋又哑之人。到时候统计一下咱们队伍里面适龄的单身男子，表现好的奖励媳妇一个。王妃放心，此事就交给下官了。听说过表现好的赏金赏银的，还是第一次听说奖励媳妇的。男人第一次穿内裤，就来了个内裤外穿。这是刚刚碧渊国终于迎来了旱灾以来的第1场雨。简俊尧像个孩子般在大雨中奔跑，任由偌大的雨点落在他的身上。快回去，万一得了风寒怎么办？你忘了我有灵泉水，是不会让自己染上风寒的。不能染风寒，玄战也就闭了嘴，甚至还操纵着轮椅亲自陪着队伍，在一阵雀跃声中进入一座无人的村落。幸亏村子够大，大多数人都能够躲在屋内避雨。将所有人都安顿好后，简俊尧和玄战一起进入空间，眼看着沙发上出现了好几件女士衣物，玄战的视线瞬间被一条小内内吸引了。这是何物？别什么都好奇。玄战看他的表现，猜测这东西应该和女子的肚兜一个原理。你们那个朝代的肚兜还真有特点。你说这是肚兜？这么小的布料，不是肚兜还能是什么？这个是我给你买的肚兜。肚兜？玄战满脸的不可思议，他一个大男人哪有穿肚兜的道理？你刚刚不是跟这种东西叫肚兜吗？我也是跟你学的。我看着这东西怎么有些像裤子？像裤子就对了，这叫内裤。我们那里的男人都会穿这种东西，据说很舒服的。你去里屋穿上试试。玄战心中很是无奈，这种东西穿上会舒服都怪了，他可能还是比较喜欢无拘无束的感觉。这东西哪个在前面？大象在前面。哦，得到了想要的答案。玄战很快将内裤套在身上，内裤一上身，他的第一感觉就是有些束缚，而且还特别显形。不过为了讨自家媳妇开心，他还是硬着头皮走了出来。你看看吧，我已经穿上了。简俊尧竟然不知道这男人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大方了，穿着一条内裤就敢出来示人。然而下一秒他却笑喷了。玄战，你是超人吗？竟然还玩起了内裤外穿。玄战不明所以的低头看了看，这女人咋笑成这个样子？难道是大象太过逼真？看到了吗？内裤是要贴身穿着的。玄战再次折回卧室，将大象内裤贴身穿好，还别说的确很舒服。简俊尧又买了一套保暖内衣，从门缝塞进卧室。玄战显得有些迷茫，这衣服甚是奇怪，裤子的腿那么细，即便他自认身材不错，貌似也穿不进去。这套奇怪的衣服也是给我穿的？是啊，不出所料的话，明日肯定会降温。这是保暖内衣，穿在里面既轻便又保暖。可是这衣服要怎么穿？衣服是从头套上的，裤子是有弹力的，和你平时穿的裤子一样穿法。对了，有开口的地方在前。玄战按照简俊尧说的方法将保暖内衣穿好，竟觉得特别舒适，而且很保暖，尤其是穿在里面的内裤，让他走起路来感觉都不一样了。瑶瑶，这套衣服很合身，我喜欢。看到简俊尧紧紧盯着自己看，玄战大步走了过去。你的夫君是不是很好看？的确很好看。我的瑶瑶也很好看，将来我们的孩子肯定是全天下最好看的人。谁说要跟你生孩子了？你是本王的王妃，咱们一起生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闻言，简俊尧有些害怕了，不是他有多放不开，而是觉得这具身体的年龄太小。告诉你玄战，咱们现在只是恋人关系，提升孩子的事情还有些早，更何况我这身体勉强够16岁，还没有完全发育好，你绝不可以有什么非分之想。你放心，本王可以等你到18岁。玄战曾经听简俊尧说过，他生活的那个朝代，人类18岁才算成年。等我到18岁的时候，你对我的感情不变，我就做你的女人。玄战听后简直欣喜若狂，不就是等2年吗？他相信自己绝对能够做到，甚至会做得更好。你尽管看我的表现就是。人偷偷将稀释过的灵泉水倒在锅里，结果第2日，那些淋了雨的难民竟无一人得风寒，甚至原本体弱的那些老人和孩子，精神头更胜以往。王爷，如今我们距离封地还有3天的路程。
你可想好了打算？大家都称那里是鬼城，我相信这话并不是空穴来风，所以我想先去查看一番。简俊尧与玄战关心的问题不同，玄战可能想的是先捉鬼，然而简俊尧想的却是其他。城里那么久没有人类生存的痕迹，想必原有的建筑也早已经坍塌，根本无法居住。这些事情处理起来很麻烦，即便我们带着2万人的队伍，恐怕也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够先一步进入封地，我完全可以趁着没人的时候，在空间商城购买一些先进的机器进行操作，这样既省时又省力。我要跟你一起去。玄战就知道这个女人胆子大得很，即便听说有鬼都不会觉得害怕。若是遇到什么危险情况，你就立刻躲进空间。好，都听你的。进入封地倒计时，简俊尧觉得自己有必要再恶补一下茅山道术，万一封地真的是鬼城，他也可以给玄战做一个合格的助手。然而等他终于将茅山道术全部读完后，才得知原来看到鬼魂的方法只需要将牛眼泪抹在眼睛上即可。瞧我这记性，前世看电视剧的时候明明就有这个使用牛眼泪的桥段，我竟然好死不死的给忘了，不仅失去了那么多见到鬼魂的机会，就连难得一遇的黑白无常现身都错过了。简俊尧连忙使用80个空间币购买了一小瓶牛眼泪，牛眼泪的瓶子与眼药水的基本一致，只要打开盖子将牛眼泪滴入眼中即可。玄战，这周围可有鬼魂？玄战有些不解，但当他看到简俊尧手中拿着的小瓶子后，他就知道了，原来是简俊尧购买了牛眼泪。如今玄战已经将茅山道术中的内容烂熟于心，自然也清楚牛眼泪的用途。他之所以没有告诉简俊尧，是想着很多鬼魂看上去样子很狰狞，担心他一个女孩子家会害怕。既然人家自己找到办法了，玄战也没什么好说的。玄战，这附近到底有没有鬼魂？我也很久没看到鬼魂了。简俊尧听后显然有些失望，不过他也知道这种事情可遇而不可求。以后若是遇到鬼魂出现，你一定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到时候一定跟你说。吃过晚饭后，玄战就跟着简俊尧一同进入空间，同时让他帮忙购买了大量的符纸等物。尽管没亲眼看到封地的情况，玄战也觉得有必要准备一番。简俊尧见玄战准备画符咒，自己也来了兴致。虽然他没有玄战画工扎实，可他已经实验过了，他画出来的符咒配合手诀打出以后，还是有些威力的。为了让他们捉鬼更加专业，简俊尧又买了2把更高级一些的桃木剑，以备不时之需。在每一根面条上都刻上一句话，然后放入锅里煮了起来。简俊尧走进厨房，一眼就看到玄战正在煮着什么。睡得好吗？还好，你一夜都没睡。是啊，我想多准备一些符咒，以备不时之需。你是不是饿了？怎么没叫我起来帮你煮饭？看着玄战的背影，简俊尧莫名的有些心疼，这男人太好强了，做起事情来不顾自己的身体。走，去尝尝我煮的面。简俊尧没想到，这个男人不但上得了厅堂，还能下得了厨房。祝你生辰快乐。今天是我的生辰。小傻瓜，自己的生辰都不记得了？简俊尧只是和玄战聊天的时候，无意间提到过那么一句，他的生辰是10月初6，活了2世都是这天生辰。没想到玄战竟然还会记得。谢谢你。面条有些宽，仔细看的话，上面貌似还有文字，而且每一根面条上面的字都不同。简俊尧知道这些都是玄战花了很多心思一点点刻到面条上的，他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我第一次煮面，不知味道如何，你先尝尝。简俊尧吃了一大口面条，不是一般的咸，不过他一点都没表现出来，再次大口的吃了起来。玄战很是好奇，自己第一次煮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味道？难道真有那么好吃？就在简俊尧放下筷子的时候，他尝了一口面汤，瞬间皱起了眉头。这么咸，你怎么没说？我觉得很好。饶是玄战情商再低，此刻也能够看得出，简俊尧是在间接夸赞他的那份心意。我的瑶瑶终于16岁了，距离18岁还有2整年。瑶瑶是不是着急给本王生小世子了？谁要给你生孩子？饭后，简俊尧带着玄战和王富贵一起出了空间。如今王富贵已经不再是奶萌的小老虎了，目测体重可以达到20几斤。虽然是猫科动物，可简俊尧发现王富贵竟然有狗的忠诚。目前看来，他只认简俊尧和玄战2个主人，对于其他人基本都保持着一种冷漠态度。王爷，属下是真的没办法了，才不得已找到这里。未来我们铁骑军究竟要何去何从？还请王爷明示。你先起来回话。铁骑军现在何处？回王爷的话，他们都在距离20里以外的地方候命。是本王害了你们，当初本王中毒，又受到皇上的排挤，想着你们若是不跟着本王，也许还有条生路。没想到他竟然昏庸到如此程度，竟然连碧渊国的这些大功臣都不想放过。回到本王身边也好，总比在外受气强。银彪，你立刻去将人都带过来，随着本王一起去西北。是，属下领命。玄天启，本王倒要看看你离了本王，又将铁骑军排挤走，你的江山还能守住多久？玄晴雨虽然只跟着玄战一起在边关历练了2年，但与铁骑军没少接触。铁骑军铁骨铮铮，保家卫国，没想到竟然会沦落到如此地步。思及此，他对自己的那位好父皇感到更加失望了。九皇叔，他们不知道善待铁骑军，那是他们的损失。这样正好，铁骑军回到您的身边，
可以说是如虎添翼。本王若不是念着祖先打下来的基业，当初也不可能将铁骑军留在边境。此时玄晴雨是迷茫的，在他的心中一直都在想着如何为自己和母亲报仇，哪像九皇叔这样都沦落到被赶去西北封地的境地，竟然还在惦记着祖先打下的基业。看来我以后的很多想法也要改变一下了。报仇的事情自然不能懈怠，可也不能总是活在仇恨当中。世界这么大，总有我要为之奋斗的目标。王爷，属下等昨日在追赶您的路上遇到了一伙黑衣人，猜测可能是京城那边派来追杀您的，因此就自作主张将人都给办了。办了就好，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本王这一路上倒是不用担心会寂寞。属下等大意，不小心放跑了2人，属下担心那2个人回到京城会透露王爷您的消息。不爱，玄天启早晚会知道本王的情况。颜彪见王爷表现出不在意的样子，并不似作假，才安心了不少。既然已经有黑衣人逃回去，我在路上广收难民的事情肯定会被玄天启知晓。既然他知道了一件事，那我也不介意再多来一个令他暴走的消息。想好后，玄战当着所有人的面自轮椅上站了起来。王爷的腿好了！百姓们不自觉地发出一阵雀跃的欢呼。玄战并没有在意百姓们的反应，命令林业叫来宋嬷嬷等人。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本王打算和王妃先去封地看一看，百姓们的事宜就交给柯大人管理。林业、林峰、林北、管家和宋清，你们几个主要负责安全问题。宋嬷嬷也辛苦一些，带着妇女们安排好大家的饮食。在本王回来以前，谁都不可以离开这里，甚至出去寻找本王。众人听了玄战的话，面面相觑，都有些不认同他的做法。宋嬷嬷见众人迟迟没有答应，无奈地上前一步：“王爷和王妃，请放心，老奴一定将大家的伙食安排好。”其他几人见宋嬷嬷都表态了，只好跟着有样学样。王爷，你和王妃带着几位灵侍卫一起吧，万一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身边也有个可以跑腿的人。玄战和简俊瑶要做的事情都不是能见光的，他怎么可以带着林氏兄弟？不必，本王和王妃有自己的计划，你们无需担心。既然王爷都这样说了，众人也只有听命的份儿。这次玄战的出行方式改成了骑马，谁知马儿跑出差不多2个时辰以后，竟然不走了。与此同时，简俊瑶也清晰地感觉到周遭的气温骤降，而且雾气愈发的严重。瑶瑶，前方的情况可能会比想象中的厉害，我担心你承受不来，不如你就地进入空间，等我解决好了再来找你。不，我要跟你一起。玄战知道这女人性子倔强，要做的事情不可能是他3言2语就能劝退的。无奈之下，玄战只能妥协。既然这样，你要保护好自己，万一遇到解决不了的状况，不要管我，自己躲进空间，知道吗？好，都听你的。既然马儿不肯前行，两人索性不再勉强。简俊瑶直接将马儿收进空间，与王富贵作伴。玄战，这里的温度突然降低，是因为鬼怪的原因吗？这周遭的鬼气很重。闻言，简俊瑶直接从空间取出他新买的2把桃木剑，另外他也没有忘记将牛眼泪滴入眼中。根据说明书上介绍，滴一次牛眼泪可以发挥作用5小时。人刚往眼睛里滴了一滴牛眼泪，下一秒竟真的看见了鬼。玄战，我终于可以看到鬼了。小西姐，这鬼看上去怨气很重。我已经好久都没见到如此新鲜的食物了。你们到底是何人，竟敢擅闯此地？让我来，我打出的符咒威力小。简俊瑶知道玄战刚刚手下留情，是想留个活口询问一下这里的情况，可他清楚玄战那驱邪煞咒的威力，若是真的打出去，这恶鬼必定魂飞魄散。不知道是简俊瑶打符咒的本领厉害了，还是刚刚那恶鬼被玄战用桃木剑所伤的缘故，那鬼竟然魂飞魄散了。他就这样没了吗？没关系的，这里鬼气如此重，不可能只有这一只鬼。小西，这次貌似有点多。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话音刚落，两人面前就出现了20几个鬼魂。这次出现的鬼魂看上去一点都不恐怖，而且都穿着普通人的衣服，男女老少均有。你们既然已经死了，为何不去投胎？多谢大人打死那恶鬼，才让我们得以解脱。依你所说，你们是被刚刚那恶鬼所控制？不瞒大人说，我们都是这祥鹤城的百姓，只因100年前莫桑国打了败仗，将祥鹤城与古河城赔偿给碧渊国。当时的莫桑国军对此心生怨恨，在城池交给碧渊国以前，派出大军对我们2座城池的百姓进行大屠杀。可怜我们2座城内20几万的百姓无一幸免。后来呢？我们死后才发现，莫桑国的国君不知道在哪里请来一位道人，
道人在两座城之间设置了一个阵法，将我们的魂魄与阴界断绝了一切沟通，因此我们这些人的魂魄只能在这附近徘徊，无法投胎。当年他们杀了20几万的百姓，尸体呢？当年我们被杀掉后，尸体全部运到两座城中间的一个山坳内进行火化了。如今我们都尸骨无存。小人无意间听到那道人与徒弟讲话，才知道原来那山坳是难得一见的聚阴之地。只要将我们的尸体在那里焚烧，会使那里的阴气变得更加浓厚，以便于他修炼什么法术。具体的小人便不清楚了。那道士现在还活着吗？那倒是早已经死了，如今操控着一切的是他的徒孙，只是他的徒孙貌似发现了什么更高级的东西，最近经常出现在山坳附近。我们貌似应该先去会一会那道士。玄战也是这样考虑的，两座城内起码有20几万的鬼魂，万一那道士厉害到可以操纵鬼魂，饶是他们2个人会捉鬼，怕是也无法一次应付那么多。老人家，我们若是想去那山，可有什么捷径？从这里一直走，不用进城，走出去大约30里左右，就能看到一座高山，翻过那座山就能到达那个山坳。你们一定要小心。老人家请放心，待本王成功收拾了那道士，就送你们去投胎。同时打出3张驱邪煞咒，瞬间感觉身体像是被掏空了一样。简俊尧连忙取出稀释好的灵泉水给玄战喝，果然玄战如同满血复活一般，再次变得神采奕奕。看来灵泉水要时刻备着了。贫道自认与你们无冤无仇，为何要破坏我清修之地？此乃本王的封地，如何就成了你的清修之地？邪道早就听说这2座城被皇帝赐予战王做了封地，但他万万没想到战王竟然还身怀道家绝技，这对于他来说可并不是什么好事。贫道敬佩您是一国战神，也就不和您兜圈子了。这个地方王爷也看到了，是自古以来形成的极阴之地，而且贫道已经找到了利用吸收阴气使人长生的办法。若是王爷愿意与贫道合作，贫道可将这个方法与王爷分享，到时候不管他人如何生老病死，咱们都可以脱离轮回之苦，甚至还有希望修炼成仙。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你给本王住口！本王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自古以来的极阴之地，本王只知道这所谓的极阴之地是你们杀害百姓造成的。你竟然还大言不惭地求什么长生之道，真是找死！玄战的速度极快，说话间已经从腰间抽出软剑。简俊尧趁着那些恶鬼的注意力都在2人身上的时候，悄悄取出4张驱邪煞咒。虽然他打出的符咒达不到玄战那样的威力，只要能拖住这些恶鬼即可。果然，那些恶鬼被符咒击中后，只是变得虚弱了一些。此时邪道也发现自己并不是玄战的对手，立刻将恶鬼叫去帮忙。简俊尧怎么可能让那些恶鬼去影响玄战？这次他直接拿出8张驱邪煞咒。不可以！以玄战如今的实力，同时打出6张驱邪煞咒，已经到了他身体承受的极限。若是简俊尧一次打出8张符咒，玄战都不敢想象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你尽管专心应敌，我自有办法。瑶瑶，不可以！简俊尧猛灌了几口灵泉水，才感觉身体渐渐有了知觉。不过这次恢复的貌似有点慢。玄战自认赶过去的速度不慢，可邪道不知道使用了什么秘法，身形竟然快得出奇，以至于直接超越了他一步，控制了简俊尧。简俊尧这个时候要是躲进空间，肯定也会把邪道一并带进去。战王，你敬酒不吃吃罚酒，若是你不想让这个女人死的话，就立刻放下武器投降，贫道安全了，自然会放了她。不用管我，杀了她。简俊尧的话音刚落，就听到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原来是简俊尧快速从空间购买了一把手枪，直接击中那邪道的腹部。邪道即便身怀邪门的功夫，可毕竟还是肉体凡胎，已经死得不能再死。是不是吓坏了？都怪我不好，没有保护好你。我没事，这不是都解决了吗？以后你再也不准如此冒险，知道吗？我这不是没事吗？不要担心了，我保证以后遇到危险立刻躲进空间，还不行吗？记住你今天说的话。2人此刻都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尤其是简俊尧，他发现他竟然会为了玄战不顾自己的安危。人打出一张送鬼咒，下一秒，不仅黑白无常出现了，与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位看上去更高级一些的鬼差。这人不会是阎王吧？亦或者他是阎王爷的助理？就在简俊尧疑惑之际，一道金光瞬间没入玄战的身体，无数记忆涌入他的识海。恭喜大人渡劫和任务顺利完成，属下特此过来接大人回府。本王要继续留在人间，与心爱的女人共度此生。鬼差听后大惊，阎王大人只是借历劫的机会为人间除去一个隐患而已，如今隐患已除，他竟然不想回去了。难道我给大人送来一位助力，竟然还促成了一段姻缘？不错，的确如此。既然大人有了决定，属下只管尽心帮您再管理一段时间。只是您，本王的法力可以继续封印，直到归位的那一刻。
这画面实在是太精彩，真想驱车到现场看看。说到车，我最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鬼差见状，面上的表情轻松了很多。若是大人带着法力留在人间，他回去都没办法帮其隐瞒。简俊尧此刻是彻底傻眼了，抱着他的人竟然是阎王，而且听那鬼差说的意思，自己好像是特意被送来助玄战一臂之力的。鬼门关已开，尔等速速进入。随着飞舞场的一声高喊，那些百姓的魂魄看了一眼曾经生活的地方，便毫无眷恋地走入大门。直到天空破晓的时候，玄战和简俊尧才目送着最后一个魂魄离开。大人，事情都已经办好了，您的法力给本王一些时间。简俊尧只感觉眼前的场景忽然一变，两人就出现在了半空。再看玄战一挥袍袖，坍塌的建筑立刻恢复成了原本的样子，地上丛生的荆棘也随之消失不见，根本看不出一点荒废过的痕迹。玄战再次施法，将挡在2座城池中的大山夷为平地，使2座城中间再没有了任何遮挡，唯独中间刻有万人名讳的石碑尤为显眼。大人，您这又是何苦呢？喂，这些都是我想要做的。此时看到玄战虚弱的样子，简俊尧是真的着急了。他第一想法就是给玄战喝灵泉水。我现在的情况，灵泉水是没用的。说完，玄战从怀中取出金色腰牌交给简俊尧，同时按动了一个常人根本无法发现的小开关。乔毅，乔是我母妃母族的姓氏，乔毅便是我的乳名。这个名字自从母妃去世后便没人再叫过，只有宋嬷嬷知道。而且这个腰牌的机关也只有宋嬷嬷晓得。我逆天而为，在凡间使用了法力，身体会遭到反噬，陷入沉睡。到时候你就将我的身体送进空间，对外声称我临时有事要去办，过一段时间就回来。只要你让宋嬷嬷知道你了解了腰牌暗格的打开方式，她就不会对你的话有所怀疑。如今2座城已经可以容人居住，你回去以后带人先进城暂时安顿。至于其他，你要量力而为，不要让自己太过操劳。还有，我不在这段时间，若是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可以让灵叶假扮成我称病在床。玄战，我不许你沉睡，我要你陪在我身边。你要是敢睡，信不信我就狠心的将你丢在这里，然后带着你全部家当去找小白脸。玄战，我不许你沉睡，我要你陪在我身边。简俊尧的眼泪令玄战心如刀绞，若不是身不由己，他也想每天都陪在他的身边。只是他在做这一切以前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与其等待自己那2万多人进入城中，花上数年时间去慢慢建造新的家园，不如牺牲他自己。虽然沉睡的代价大了些，可他相信自己心中有牵挂，很快就会醒来。终究，本王的女人还有很多疑惑，本王怕是没更多时间解释了。剩下的问题全部交给你，只要他想知道的，你全部告知。另外，本王会自己将法力封印，这一点你无需担心。话音落下，玄战就缓缓闭上了双眸。若不是他还有微弱的呼吸在，简俊尧甚至认为他已经死了。玄战，你不许睡，你睡了我怎么办？玄战，你起来！这期视频后面更有看点，为了及时回家剪出来更新，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简俊尧疯狂摇晃着玄战的身体，奈何他根本没有任何反应。良久，简俊尧才慢慢恢复平静，小心翼翼地将人送进空间。王富贵，他若是有什么变化，你就叫几声，知道吗？王富贵懵懂地看着简俊尧，使劲摇了几下尾巴。简俊尧就当王富贵是听懂了，再次帮玄战掖了掖被角才离开空间。玄战他多久才能醒来？违背天道在人间使用法力，受到沉睡的惩罚已经很轻了，很多人一辈子可能都醒不过来，还有的要10几20几年甚至更久才会苏醒。姑娘别担心，大人最多也就沉睡10年，还是不要将话说得太绝，多少给这姑娘留些希望。10年就没有什么办法让她早些醒过来吗？没办法。简俊尧见终究无法解决此事，心中已经做好了默默承受的准备。你能告诉我关于他的事情吗？他是我们那一方的主宰者，是我们的王。有属下无意间发现祥鹤城与古河城有蹊跷，但由于这里设置了阵法的缘故，迫使我们这些鬼差根本无法靠近。恰巧大人准备渡劫，便决定带着这个任务一起来到凡世间，投胎成了当时碧渊国的9皇子。如今大人的任务已经完成，劫难也成功度过，本应该随着我等一起回去，谁知他却因为你的出现不想离开，又违背天道在凡间使用了法力。刚刚我好像听你说过，我是被你弄来这里给玄战的助力。本以为大人已经按照命运的安排身中剧毒，又被玄天旗下旨赐封地，他本来的命运应该是到了封地以后，将这里邪道的事情解决，就算大功告成，到时候他毒发身亡即可归位。谁知这里竟然出现了罕见的旱情，大人若是在这种缺少粮食和水源的情况下，根本无法顺利抵达封地，那么他的这次任务就彻底失败了。情急之下，我使用了一些小手段，将刚刚获得空间的你送来这里，万万没想到
你们俩还擦出了火花。这人虽说是鬼差，做事也忒不靠谱了，竟然还能想出这种操作。好，我想知道的都问完了。大人的意思，你们几个不想离开？我等10年寒窗，还没有机会享受一番，变成了孤魂野鬼。若是离去，肯定心有不甘。既然这样，你们就暂时留下。如今大人不在，你们一切都听这位姑娘的安排。是，我等全听王妃吩咐。终究没想到这几个鬼倒是很有眼色，自己没叫出口的王妃2字，他们喊的倒是顺口。还有，你们虽然肚子里有些墨水，可毕竟已经成了亡魂，不可能再有什么官职。若是留下，就必须听从安排；若是做不到的话，本判官随时会派人来将你们带走。大人请放心。既然这样，本官就给你们取个名字，日后方便记录。眼前6个鬼魂，分别为魂1到魂6。听到钟九给他们取的名字，简俊尧的唇角直抽抽。几个鬼虽然不喜欢这名字，可并不敢反驳，算是默认。宋姑娘一双阴阳眼，未来方便与他们沟通。话落，钟九的身体便消失不见。简俊尧看了一眼正中央的石碑，陷入沉思。等我回去以后，即便取得了宋嬷嬷等人的信任，顺利将那2万多人带入城中，可如今城内恢复如初的样子，要如何解释？还有，我要在城里寻几处合适的位置，存放一些物资，这些也需要能见光的理由。最重要的是，那些百姓当中，谁敢保证都是善良淳朴之人？万一有人与外界勾结，将城内的情况传到玄天齐的耳中，肯定会给封地带来很大的麻烦。想到这些，简俊尧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装神弄鬼。你们做了如此久的鬼，可有什么本事？我等已经做了100年之久的鬼魂，在鬼当中虽然不算厉害的，但想做些糊弄人的事儿，肯定没问题。好，既然如此，魂4、魂5、魂6就留在这里。话落，简俊尧意识进入空间，使用20万空间币果断买下一座仿古房屋。饶是魂1等做鬼多年，对突然变出来的东西也有些震惊。王妃，您这是？稍后你们就知道了。简俊尧再次购买了供桌香炉等物，好好布置了一番。王妃，您打算在这里供哪位神仙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想要特别一点的，还真的很难。这里是战王与王妃一手打造出来的，我觉得与其供奉其他神仙，不如供奉您和战王殿下。简俊尧听后眼前一亮，他一个普通人，自己根本不会考虑在内。然而玄战不同，他的真正身份是阎王，说不定以后多受一些百姓的香火，他还能早点从沉睡中醒来。有了决定，简俊尧的意识再次进入空间。然而商城内各路神仙雕像都有，唯独没有阎王的。幸运的是，简俊尧找到了阎王爷的画像，还别说，跟玄战一点相似之处都没有。要是这里能有我们一个位置就好了，能够多多享受香火，对我们的魂魄是非常有好处的。好，只要你们对战王与我忠心，这里永远会有你们的一席之地。话落，简俊尧在空间购买了6个牌位，上面用金色油漆书写上几鬼的名字。好了，庙宇建成了。庙宇建成了，魂4、魂5、魂6以后就留在这里。这2座100年无人居住的城池突然恢复原貌，我打算将这一切功劳都推给阎王大人，到时候你们几个可以伺机而动，做出一些让人信服的举动来。王妃的意思是，若是有人不服气，我们就可以出面解决。就是你想的这个意思，不过绝不可以随意伤人。王妃放心，我等心中有数。你们3个以后就负责在城中巡视，遇到什么状况及时向我汇报。是，请王妃放心。安排好一切，简俊尧就地闪身进入空间。玄战，你个坏家伙，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躲清闲，外面那么多烂摊子都丢给我，你忍心吗？钟九说你要10年才能清醒，告诉你，我不答应，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若是你真的10年才醒来，万一我耐不住寂寞，喜欢上其他人，到时候你可别找我哭。玄战，你别睡了，求你起来陪我说说话。此时玄战只感觉自己处在一片漆黑又空旷的不明地带，他正迈着大步不断地前行着，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只要走出这里，就能见到他心爱的女人。瑶瑶，你等着我。你看我现在多大方，好不容易攒的一点灵泉水都给你喝了，你个大坏蛋，要是不早些醒来，以后我都不理你了。玄战忽然感觉身体中传入一股热流，同时消耗的体力也恢复到了正常，他的步伐变得更加轻盈，速度也提升了数倍。若是经常保持这样的速度，估计他很快就能从这里走出去。简俊尧为玄战喝过灵泉水，便闪身出了空间，由魂一指引着，来到一处类似于仓库的地方。简俊尧直接购买了3000把连发弩，200万空间币1把的狙击枪买了5把，5万空间币1把的麻醉枪也购买了1000把。武器准备好后，简俊尧又购买了大量粮食和一些其他物资，全部存放在祥鹤城的粮仓内。玄战，你已经睡了1天1夜，还不想醒来吗？我已经选好了战王府的位置，就是祥鹤城的城主府，那里面有个叫听雪堂的院子，我很喜欢，以后那里就作为我们的家了。还有，我今天花了好多银子购买武器，还买了够这些百姓生活到明年秋收的粮食，我一下就把你交给我的60万两银子花光了，你不会心疼吧？没关系的，花光了我以后会想办法赚回来，你别担心。
心。简俊尧貌似已经习惯了和玄战的这种交流方式，就仿佛他能听到一样。其实玄战还真的能听到，他听着简俊尧跟他念叨的一切，愈发的心疼这个女人了。他要快些走到尽头，早些与他的瑶瑶团聚。王妃，怎么没见王爷一起回来？我和王爷去封地一切顺利，只是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你们王爷的师傅，声称师门内有急事需要他帮忙处理。玄战把我一个人扔在路上，便跟着他师傅一起回师门了。说完，简俊尧生怕自己那心虚的眼神露了怯，连忙将头偏向几人看不到的地方。我记得王爷在离京以前就给他师傅去信，请他帮忙寻找血煞陀螺花。结果他师傅回信的时候说师门内出了一些状况，寻找血煞陀螺花的事情暂时帮不上忙，甚至还烦请王爷过去帮忙。还不等王爷决定是否过去，皇上就下旨赐封地了。难道王爷的师傅亲自过来请他过去帮忙了？还真有这个可能。可是咱们到封地以后，还需要王爷主持大局，他怎么能这个时候离开？简俊尧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胡编乱造的借口，竟然在林氏兄弟这里顺利过关了。那么剩下再跟宋嬷嬷和管家交代一下，他就可以安排大家明日启程赶往封地了。封地那边已经全部安排好了，你们去将科研他们叫过来，本王妃要转达王爷的话。回到营地，简俊尧将刚刚跟林氏兄弟等人说的借口再次讲了一遍。宋嬷嬷是最了解玄战的，对于简俊尧的话有些将信将疑。宋嬷嬷，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看。宋嬷嬷看到这块牌子，心中莫名的紧张起来。王妃，您跟老奴说实话，王爷他到底怎么了？简俊尧知道，如果他不能成功说服宋嬷嬷，所有人都不会听他的安排。他沉思了一瞬后，轻轻按动了腰牌的开关。当宋嬷嬷看到里面刻有玄战乳名的金片时，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王妃是值得信任的。只不过他并不认为王爷会在这个时候跟着他师傅一起离开。王妃，老奴活了大半辈子，什么样的大风大浪都见过了。您告诉老奴，是不是王爷他出了什么事儿？简俊尧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他一咬牙，决定取利舍弊的将玄战的事情告诉宋嬷嬷。嬷嬷，您别难过，玄战他真的没事儿，只不过受了些伤，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养好。在封地的安全措施没有完全到位以前，他担心受伤的消息走漏出去，惹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才让我一个人回来接大家进城。王妃，王爷伤得严重吗？他可有生命危险？嬷嬷别担心，他并没有生命危险。王妃，王爷是如何受伤的？伤到了哪里？嬷嬷，你听好了，我后面说的话可能会有些匪夷所思，不过这一切都是真的。王妃请讲。想必宋嬷嬷也听说过了，皇上赐给玄战的封地有鬼城之说。其实这两座城还真的是鬼城。我和玄战骑马距离祥鹤城还有20几里路的时候，马儿无论如何都不肯向前一步。同时我们也感觉到那里阴森森的，寒气逼人。虽然周围都透着古怪，我们还是试探着向前。谁知我们刚刚走到城门口，就被一阵风给卷走了。当我们的双脚再次接触到地面的时候，眼前出现的是类似于乱葬岗般的存在，那里遍地白骨，是当年莫桑国国君派人杀害两座城内20余万名的百姓。闻言，宋嬷嬷倒吸了一口冷气，她向来都相信鬼神之说，因此对简俊尧所讲述出来的事情表现得深信不疑。可怜了这些无辜的百姓，莫桑国的国君还真是造孽啊！些百姓的尸首全部丢在两城中间的山坳内。莫桑国君不知道在哪里请来了一个邪道，邪道施法将那里与阴间隔绝，不准那些百姓重新投胎做人，目的就是让那里聚集更多的阴气，同时也是为了让碧渊国得到的是2座废城。玄战将邪道的徒孙杀掉，才发现那里竟然设置了一个八卦阵法。玄战将阵法破除后，引来了阴间的阎王亲自驾临。阎王对玄战说，这2座城池由于阴气太重，短时间内无法恢复，人类想要生存在那里，就必须他亲自施法才可以。不过阎王大人亲自出手，就要求玄战付出一定的代价。阎王大人让咱们王爷付出什么代价？阎王大人说他出手的代价就是让玄战去帮他做一些事情，具体做什么事情阎王大人没有说，我就不得而知了。这期视频后面更有看点，为了及时回家剪出来更新，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那王爷他现在？玄战他现在是沉睡状态，只要他完成了阎王大人的任务，自然会醒来。可怜王爷他年纪轻轻，就要承受的如此多。王爷此刻在何处沉睡？他被阎王大人安排在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就在封地内。不过阎王大人说了，我们不能去打扰，否则会延迟他醒来的时间。闻言，宋嬷嬷再次掉了眼泪，她是真的心疼这个被自己从小带大的孩子。王妃，阎王大人到底出手做了什么，
才会让王爷心甘情愿地付出代价。阎王大人使用法力，在山坳处给自己建了一座庙宇，用来镇压邪物入侵。他还将2座城中间的大山夷为平地，给那些枉死的百姓立了石碑。最重要的是，他将2座城内一切建筑恢复如初。咱们进城以后，不用再为一片废墟而烦恼。阎王大人仁慈，我替百姓们谢谢您。老婆子，我保证进入封地以后，多多去您那里供奉香火。只是求您早日让王爷醒来。老婆子，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此时简俊尧的额头已经见了汗，他半真半假的总算蒙混过去了，还真是不容易。王爷跟着师傅有事去处理，咱们赶往封地的事情已经全权交给王妃负责。从今日起，大家都听王妃的安排。对于宋嬷嬷说的话，众人深信不疑，毕竟她可是王爷最信任的人。一切听从王妃安排。封地那边，我和王爷已经查看清楚，幸亏有阎王大人帮忙看守门户，城内的一切还都是100年前的样子，并没有一点荒废。只要我们进了城，就可以直接安家。至于其他细节，等大家安顿以后再议。王妃，您此话当真？简俊尧说这些的时候，就想到会有人出来质疑，不光是科研，其他人虽然没有明着问出来，可从他们的表情也能够看得出，人家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本王妃的话是否当真，你们到了封地一看便知。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还是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想必大家都听说过西北鬼城之说，不错，这里就是你们曾经听说过的鬼城。然而城里的环境和你们想象中的样子并不同，你们是不是都很好奇？是啊，柯大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鬼城内不应该是一片废墟吗？这里怎么比我们曾经生活的地方还要好？为什么这里会有一座阎王庙？其实这些问题也是科研想不通的，因为王妃说的那些鬼神之说，他压根儿就不相信。不过他还是要努力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只能昧着良心胡说八道。大家看到了吧？这位就是阎王大人。阎王大人为了等候这里的命定之主，辛苦守护了100年之久，直到前几日，他终于等来了这里的命定之主，那就是咱们的战王殿下与战王妃。阎王大人将自己守护了上百年的城池交给战王殿下，便功成身退了。离开前，他在这里留了一座庙宇，并且告诉战王殿下，他虽然离开，可依旧会时常关注这里。只要有人敢对战王殿下不忠，阎王大人会立刻出手取他性命。这期视频后面更有看点，为了及时回家剪出来更新，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00亿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恕学生愚昧，刚刚柯大人所言让学生实难信服。我等既然愿意跟着战王与王妃来到西北，就没想过有什么二心，大可不必搞出这样的事情来蒙骗百姓。阎王大人，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将话转达给外面的百姓，如今他们不相信，我也没办法了，请您莫要怪罪。简俊尧话落，天空忽然暗了下来，大家貌似还有种呼吸困难的感觉，一时间场面乱作一团。念在尔等初到此地，本座便不与尔等计较，只要尔等好好做人，不背叛一方之主，本座定会保佑。随着话音落下，天空中的黑云也随之消失不见。科研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王妃真的没有说谎，我科研此生必定忠于战王殿下与王妃，请阎王大人监督。科研的举动也算起了带头作用，其他人见状也纷纷表示自己会永远忠于战王殿下与王妃。经此一事，那些百姓对阎王等待这里命定之主的事情深信不疑。王妃，这些是？这个叫狙击枪，最远射程可达4里左右。王妃，这东西真有如此远的射程？自然是能的，若是操控得当，甚至可以打到更远一些的距离。不但这样，狙击枪的杀伤力极强，绝不是普通弓弩一类的武器可以比拟的。本王妃现在就让你们见证一下狙击枪的威力。就在简俊尧四处寻找试炼目标的时候，魂衣匆忙地飘了过来。王妃，我刚刚看到城西边萨卡部落的人马鬼鬼祟祟地朝着城池方向过来了，目测人数大概有500人左右。跟本王妃一起去西城门。王妃，这大晚上的为何要来此地？刚刚阎王大人提示，西城门外来了一队部落人马。众人再次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他们怎么没感受到阎王大人的提示？别说话，我好像真的听到城外有声音。几人同时屏住呼吸，侧耳倾听，果然安静过后，所有人都听到了异样的响动，并且可以断定来的人数至少可以达到500以上。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还是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夜晚使用狙击枪，可以根据红点的位置确定准头，也就是说，红点落到哪里，你们按动扳机后打中的就是哪里。另外，若是白天使用狙击枪，准头就要通过前方的瞄准器，只要你们的视线与瞄准器呈直线状态，同样可以做到指哪打哪。我讲的使用方法，你们听明白了吗？属下懂了。严彪，你能看出他们当中哪个是领头的吗？回王妃的话，属下猜测不错的话，应该是那个脸上有胎记的人。不错，你瞄准他，准备开枪，注意要保持持枪的力度，身体不要晃。是。王妃，属下成功了，属下真的成功了。王妃，他们都跑了，属下还没试过枪法呢。你们每人寻找一个目标，一定要打中要害。
眼见又有4个萨卡部落的人倒下，其余人拼命逃窜，简俊尧压根儿就没想对那些人赶尽杀绝，毕竟他以后还打算和那些部落的人做交易。这期视频后面更有看点，为了及时回家剪出来更新，所以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宝马3系，只花了5万多。现在新车掉价快，上瓜子买二手特划算，年底瓜子有110补贴活动，5万多就能买奔驰、宝马、比亚迪。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可以试开3天，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拍卖，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赶紧点开评论区看看吧。狙击枪很珍贵，如今咱们封地内只有这5把，而且每把枪里面只有10发子弹。本王妃决定将这5把狙击枪分配给你们5人使用，请王妃放心，属下等定将狙击枪视若珍宝般爱护。严彪，明日一早你就将3000铁骑军分为4组，分别把守4个城门。是。严彪、林业、林峰、林北，你们4人分别带领1组，作为4个城门的统领。是。王妃，属下早已发誓对您和王爷忠心不二，是不是也给我安排一些事情做？你当然有事情做，明日开始，你暂时带领亲卫们维护城内治安，随时听候调动。属下听命。王妃，宋嬷嬷说了，如今咱们不同于在路上，您身为王妃，身边应该多选几个贴身伺候的丫鬟婆子，不知王妃可有看着顺眼的人？我看招娣那丫头不错，能干还机灵，她娘孙是为人老实能干，平时还不多言多语的，很合我心意。和你一起被救的几个姑娘也不错，做事手脚麻利。王妃若是觉得她们几个不错的话，回头翠柳就去把人找过来。这事儿不用强求，先询问一下她们自己的意见，若是她们愿意的话，就直接带来我的院子；若是不愿意，咱们就另选他人。还有，你要是先讲好了，他们都已经到了婚嫁年龄，我也不会因为舍不得放人耽误了他们，当然也包括你。王妃您放心，这些话我一定会和他们讲清楚。至于翠柳，这辈子跟在王妃身边伺候足矣。你嫁不嫁人，谁说的都不算，要看缘分。缘分来了，挡都挡不住。看着翠柳的大黑眼圈，简俊尧也有些心疼。这丫头就是个实心眼儿，她不回来就一直等着，还真是和小说里面写的中仆一模一样。我一夜未眠，想必会睡上很久，你也去补个眠。另外，我休息的时候不准任何人来打扰。翠柳应了一声离开，简俊尧便带着王富贵一起进入空间。看到床上仍旧熟睡的玄战，简俊尧如同以往那般，为了玄战一些灵泉水，又帮他擦拭一番，然后便躺在他的身边睡着了。最后多说一句，快过年了，开车回家有面子，别忘了上瓜子看看。王妃，您都睡了1天1夜了，若是您再不开门，翠柳都打算找人撞门了。翠柳，这一天可有什么事情发生？昨日王妃刚刚睡下，柯大人就过来找您，貌似要询问一些事情。不过翠柳告诉他，您刚刚睡下，柯大人就走了，还有灵业侍卫也来过，同样被奴婢打发走了。简俊尧原计划是睡1上午的，谁知竟然睡了那么久。他连忙打起精神，前往府中的会客厅。王妃，昨日听翠柳丫头说，王妃中意这几个人去您的院子，老奴已经特意询问了一番，他们都愿意去您的院子里做事。咱们之间都已经熟悉了，你们也知道，本王妃并不是那种刻薄的主子，只要你们好好做事，不要起什么歪心思，本王妃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奴婢等定会仔细做事。王妃，王府内不同别处，下人必须是死契才可以，他们都是自愿签署卖身契，如今这些卖身契就交给您保管。简俊尧接过那几张卖身契，借着袖口的遮掩送进空间。王妃，他们既然已经卖身给王府，就不能再用曾经的名字，还请王妃赐名。请王妃赐名。让他一个起名费来赐名，简俊尧感觉比高考都难，无奈之下只能随口说出了几个要名。招娣以后就叫露竹，春红改名白薇，你就叫云玲，你叫淮西，还有你就叫月见好了。宋嬷嬷听得不断点头，没想到王妃还真是胸有点墨，竟然能取出如此脱俗的名字。几个丫头也十分喜欢自己的名字，比他们原来那些土里土气的好听多了。在不远处的老管家听到王妃说出了一连串的要名，心中更加肯定了王妃医术高超的事实。柯大人找本王妃可是有事商议。王妃，昨日下官已经将那些百姓的住处安排好，虽说城内的粮仓有粮食，可也不能就这样坐吃山空。下官就想着询问一下王妃，您可有什么打算？如今已经入冬，种庄稼是不太可能了。王爷离开以前就交代过，要将2座城池合为一体。本王妃觉得，无论从安全角度还是大局来讲，这件事都要率先提上日程。一切都听王妃的安排。柯大人，封地内虽然百姓人数不多，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安排好了建城墙的事情，就去祥鹤城内的衙门任职。至于人手问题，你自己看着安排即可。好，下官会尽快安排此事。王妃，如今城内4个城门都已经安排人把守，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状况发生。辛苦大家了。王妃，昨日属下偶然发现北山那边有些蹊跷。有何蹊跷？北山后面有一座白色的小山，那里寸草不生。说着说着，林业有些说不下去了，连阎王大人显灵他都亲眼看到了，他怀疑那里会不会也是有什么鬼神之类的存在。闻言，简俊尧微微蹙眉，略加思索后，他眼睛一亮，
林叶，带我去看看你说的白色小山。来到林叶所说之处，简俊尧蹲身查看，果然和想象中的一样，是石灰。他已经想好要第一个成立什么工厂了。在下山的路上，简俊尧就惊喜地发现，这里竟然还有粘土，还真是老天眷顾，制作水泥的2种主要材料都有了。回到王府，简俊尧就一头钻进房间内，开始写开办水泥厂的策划书。忙碌起来的时间过得就是快，眨眼间已经进入腊月。如今简俊尧的空间已经升至4级，土地、仓库、鱼、养殖场的面积都直接增加了10倍，灵泉水也由原来1个时辰1滴变成了1个时辰2滴。灵泉水的数量增加，简俊尧给玄战喝起来更加不会吝啬。玄战每每感觉自己没力气再走的时候，身体就会莫名的传来一阵暖流，瞬间恢复体力。从进入封地后，简俊尧每天都忙碌于封地的建设，2座城也正式合2为1，重新取名为荣华城，由科研担任荣华城总督的职位。同时，简俊尧还建立了学堂，规定6岁到16岁的孩子必须去学堂上学。玄晴雨也在念书的行列当中。水泥厂也在1个月前正式成立。如今，简俊尧已经带人与部落成功交易了2次，换得了100匹上等战马和牛羊各1000头。最近让你们学习识字，可有进展？王妃他们几个都很聪明，虽然写的还不太好，可常见的字已经都认得了。既然这样，你们先看看这个，觉得自己对哪个感兴趣告诉我。简俊尧说着将几张纸交给了翠柳，让她带着几个丫鬟去看。这些是他最近抽空写出来的一些办厂计划，分别是纺织厂、印染厂、日化厂、食品厂和制茶厂。王妃，奴婢对纺织厂很感兴趣，而且奴婢从小就和家里长辈学习过纺线织布，对这方面还算熟悉。既然如此，你以后就先负责纺织厂的事情，至于如何做，我会一点点去教你。王妃放心，白薇一定努力学习，不让您失望。好，从今天开始，你就不用天天跟在本王妃身边，出去给纺织厂招工。请王妃放心，白薇定不让您失望。王妃，奴婢曾经在镇上的染坊帮忙做事。既然你懂得印染，咱们的印染厂就暂时由你负责。月见定不辜负王妃的信任。王妃，虽然陆竹不知道食品厂主要做什么食物，不过陆竹对于做诗史还算拿手，就毛遂自荐去管理食品厂。陆竹厉害了，竟然学会用成语了，都是王妃和翠柳姐姐教的好。简俊尧任命陆竹做了食品厂的负责人，日化厂和制茶厂的策划没人应。简俊尧知道这2个行业在古代几乎没有，他们不懂也不奇怪，于是他简单讲解一番后，暂时让云林和淮西去管理，到时候他可以手把手的去教他们，如果他们不能胜任，再考虑调换其他人手。王妃，蓝公子带了一队人在城外，属下想着城内不与外界往来，便过来询问一下您的意思。表哥来了，本王妃亲自去迎接。表哥，你怎么来了？外面传得沸沸扬扬，说战王进入鬼城后一点事情都没有，而且还将城池的名字换了。表哥就有些按捺不住，想来看看，顺便给你送些过年的物资。表哥，外祖父他老人家好吗？说来也奇怪，我与你和战王道别回到兰家的时候，祖父他就已经卧床，听我父亲说，若不是他老人家心里念着我，恐怕都去了。就因为惦记我的消息，撑着一口气挺了那么多天。外祖父他老人家的身子现在如何？我回去后给他老人家讲述遇到你的事情，还说你亲手给他做了点心。祖父说，虽然不能在临死前见到外孙女一面，可外孙女亲手做的点心他一定要尝尝。于是我就为了他一些你做的点心，不知道是不是外祖父吃得开心了，又知道战王对你不错，当天病情就有了好转。如今外祖父的身子可还硬朗？硬朗得很，我出发的时候一直送我到城门外。那就好，等我忙完了这边的事情，一定去看望他老人家。简俊尧一路跟蓝锦轩聊着家常，一边将人带去了战王府。进入战王府，蓝锦轩四处打量，府中打理得十分整洁，唯独没有看到战王的身影。表妹，王爷呢？即便早有准备，蓝锦轩会询问玄战，可简俊尧的心中仍是一阵抽痛。玄战去他师父那里帮忙，还没有回来。蓝锦轩并没有怀疑，只以为玄战是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反正他也发现了，那家伙不咋待见自己，不在更好，省得还要看他阴阳怪气的样子。表哥来一趟不容易，不如就留在荣华城过年。不了，家里还有很多事需要我处理，我将物资送过来，休息1-2天就赶回去。这么急？祖父他老人家年纪大了，以他老人家的话说，活一天就少一天。他就我这么一个孙子，过年的时候总要陪在身边的。听说表哥很快就会离开，简俊尧也不打算绕弯子了。表哥，不知这次是否能够替我解惑？这件事我跟祖父提过了，祖父说现在还不是告诉你的好时机。既然这样，就等我见到外祖父的时候，亲自询问他老人家。简俊尧始终抱着不强求的态度，蓝家人不告诉他，肯定有一定的道理。蓝锦轩见表妹没有继续追问，松了一口气。表妹，我这次将蓝家给你准备的嫁妆一并带过来了，这是嫁妆清单，你自己收好了。祖父还让我交代你，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私房，无论到了哪里都会有底气。简俊尧瞬间被蓝锦轩的一席话感动了，他都不用看那嫁妆清单，就凭表哥冒着严寒来给自己送物资，他就知道蓝家绝不会亏待了他。这次我过来，除了8车的嫁妆，还给表妹带了8车的物资。祖父说了，
封地这里久无人居住，肯定荒凉得很。他老人家担心你和王爷在这里受苦，故此准备的多数都是食物。只不过我进城以后，一点都没感觉到城内有荒凉的意味，甚至看上去还很繁华。闻言，简俊尧尬笑了2声。也许没进过荣华城的人都会这样认为吧，否则玄天启怎会稳如泰山，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估计是等着看玄战被困死在这里呢。让表哥见笑了，我们运气好，受到神灵庇佑，到这里并没有受苦。简俊尧隐晦地提了一句神灵庇佑，也是给蓝锦轩先打一针预防针。而对于蓝锦轩来说，什么神灵庇佑这种话都是无稽之谈，他同样是个无神主义。然而蓝锦轩的这个想法，在第2天来到阎王庙的时候就惨遭打脸。魂四再次用了老办法，彻底让蓝锦轩相信了阎王大人的存在。简俊尧憋笑看完了忽悠蓝锦轩的全过程。表哥，阎王大人仁慈，只要不违背他的意愿，他是不会伤害你们的。蓝锦轩擦着额头上的汗，不断的点头称是。即便没有阎王大人，表哥也不会出卖你和战王的。第2天一早，蓝锦轩便启程赶回蓝家，简俊尧一头扎进了工厂的建设当中。随着热闹的鞭炮声响起，简俊尧迎来了他在浴室的第一个新年。玄战，你个混蛋，睡了这么久，是不是已经把我忘了？你听到外面的炮竹声了吗？今天就是除夕了，你忍心让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里过年？不知道是不是简俊尧出现了幻觉，在他话音落下的时候，隐约看到玄战的眉头皱了一下。玄战，你是不是听到我跟你说话了？然而简俊尧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如同以往那般帮着玄战擦洗一番，又喂给他一些灵泉水后，便带着王富贵一起离开空间。王富贵如今的体型已经接近成年老虎的大小，而且很通人性，简俊尧说的话他都能够听懂。宋嬷嬷张罗好一桌丰盛的除夕宴，如今他们和王妃同桌用餐已经毫无压力。就在大家畅饮之时，宋清蹙眉走了出去，很快他就满脸不高兴地带着一只信鸽折回。王妃，皇上不知道在哪里得知了城内的大概情况。桌上的人听后全部黑了脸，简俊尧并没有觉得很奇怪，只永远包不住火的道理世人皆知。这次的信内容比较多，开始是玄天启呵斥宋清隐瞒玄战的真实消息，随后说等边境那边稳定一些，就会派大军来这里征讨，希望宋清能够提早认清现实，继续忠心于他。他大军攻打过来的时候，宋清可以里应外合，戴罪立功。他若是敢派兵攻打我岭北，就算是死，也要让他们损失惨重。岭北羞得鲁莽，岂有此理！父皇他欺人太甚，都已经将皇叔逼到封地了，竟然还想赶尽杀绝。玄晴雨真是气狠了，对于自己皇子的身份也不想继续隐瞒。本来这些人当中，除了柯岩以外，其他人都清楚他的身份。皇婶，若是父皇真的派人来攻打荣华城，你就拿我做人质，逼他退兵。虽然父皇可能都不记得有我这么一个儿子了，可他是个极其好面子之人。若是你们用我做人质，他还攻打荣华城的话，肯定会引起众多人的非议。想必他是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一旦他犹豫了，皇叔和皇婶就趁机带着百姓们逃脱，这样总比损失惨重要好。宋嬷嬷心疼地看着玄晴雨，这孩子的血性和他们家王爷小时候一模一样。11皇子默契，如今皇上也只是有这样的打算，还没有付诸行动，咱们还可以从长计议。柯岩这下也清楚了，原来这俊俏的小少年就是当今11皇子。11皇子，容下官说上几句。柯大人请讲。恕下官直言，11皇子为战王殿下着想，无可厚非。可您也要试想一下，若是战王殿下知道您为了他牺牲自己，您觉得他会答应吗？若不是这样，又能怎么办？柯大人说的对，我和你9皇叔都不可能利用你做人质去威胁皇上。可是皇婶，晴雨，虽说这件事棘手了些，可你要相信你9皇叔和皇婶，我们一定能想出解决之法的。简俊尧心中早已经有了主意，他的空间内有手雷售卖，单只的价格为2万空间币，也就是220亿只。若不是遇到危急情况，他是不会考虑花这么多银子购买这种一次性消耗品的。毕竟要使用的话，数量不可能少了去，起码得几百只起步，这样算下来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玄天启也只是写信给宋清，不是还没有对荣华城出兵吗？大家不用紧张，吃饱喝足了，再好好休息几天，等过了年，咱们一起想办法。大家见王妃都那么乐观了，即便心里如何不舒坦，也只能将心中的怒火收起，再次拿起筷子吃了起来，却没有了刚刚的气氛。除夕宴就这样被一封信给搅了，早早散去，大家各自回去休息。简俊尧毫无困意，独自带着王富贵出了王府，在大街上漫无目的的走着，时而还能听到百姓家中孩子们的笑声，这笑声显得尤为纯真，让简俊尧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玄战不在，他无论如何都要替他守护住这一片净土。不知不觉间，简俊尧带着王富贵走到了阎王庙前。王妃为何没留在府中过年，却来了这里？简俊尧看向几鬼，发现今日的他们显得有些伤感。你们几个有心事？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等今日只是有些伤感罢了。简俊尧一使进入空间，购买了几种水果、糕点、熟食，还有酒水。大家都过来，今天我请客。几个鬼全都露出一副垂涎欲滴的模样。
天知道他们已经多久没有享受过美食了。王妃这么晚过来，不会只是给我们送食物这么简单吧？你们几个以后要辛苦一些巡逻，尤其是城外，能走远一些就走远一些。如果发现异常，立刻回来向我禀报。王妃，发生了何事？简俊尧对六鬼并没有隐瞒的打算，将玄天琪来信的内容大致说了一下。王妃放心，我等定会尽忠职守，发现异常会及时来报。好，只要你们好好做事，我会经常请你们吃美食的。请王妃放心，我等定会尽忠职守。简俊尧点了点头，便带着王富贵一起离开。而宋清此时正拿着那封信气闷不已。玄天琪故意赶在这个时候给他写信，无非就是不想让他好好过年。既然这样，大家就都别想痛快。宋清提笔写回信，内容很简单。宋清此生只忠于战王殿下一人。时间飞逝，转眼就过了元宵节。不知道是不是信鸽路上偷懒的原因，玄天琪刚刚接到宋清的回信，岂有此理！反了，反了！你们倒是说话呀！朕养着你们，不就是出谋划策的吗？不知道玄战给宋清灌了什么迷魂汤，他竟然能背叛朕。皇上，以微臣看，最好是趁着战王在西北羽翼未丰之时将其剿灭，以除后患。这还用你说？朕难道不懂得以除后患的道理？朕要的是你们的详细对策。简尚安此刻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嘴巴，他老老实实在那里跪着不好吗？人家都忍着不说，他冒什么头呢？臣的意思是在边境调回一些人马，直接将战王封地拿下。战王那里充其量也就铁骑军那一支3000人的军队，皇上就派上5万大军过去，气势都能将他们吓死。你一个文官懂什么？说的倒是容易。护国大将军魏统领不悦地瞪向简尚安，如今他与简尚安之间就是针尖对麦芒，两家的女儿同时嫁入太子府，为了争宠闹得脸红脖子粗。皇上明鉴，如今边境刚刚平定，若是将士兵调走，怕是会再次引起两国征战。简相的办法行不通。既然边关的将士不能动，朕就派京城的护城军去踏平荣华城。闻言，魏统领心下就是一惊。皇上知道护城军的重要性，轻易不会调动那些人。看来皇上还真的是一天都无法容忍战王的存在。皇上，护城军是守护京都城的存在，万一在他们被派出去的时候，京城遇到什么突发事情，可就得不偿失了。大将军此言差矣，攻打一个只有2万人的小小城池，只要护城军一到，立刻就能完成，加快来回赶路的时间，耽误不了什么事情。简尚安终于有一次发言说到玄天琪心坎里了，玄天琪也是这样想的。只要派出5万护城军，到了那里利用1天时间将荣华城踏为平地，然后迅速赶回来，对京城的安全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简爱卿所言与朕不谋而合，这件事大将军就不要管了，朕会亲自去安排。魏统领见状，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了，应了一声便不再开口。为了防止皇上会派他率领护城军攻打荣华城，他决定从明日开始便称病在家休养。皇上总不至于让他带病上阵，这浑水谁爱趟就谁去趟，反正他魏统领坚决不去。玄天琪见没人反驳自己的建议，以为大家都是赞成的。既然众爱卿都没有意见，出了正月，朕就将此事提上日程。文一，发生了什么事儿？王妃，刚刚我们巡查到荣华城20里以外的地方，有大批人马在那里扎营。闻言，简俊尧就是心下一沉，该来的躲也躲不掉。文一，你可有听到他们对话？听到了，他们的几位主将说，在那里休整一夜，明日趁着天不亮的时候突袭荣华城。可看清了他们的人数？人数大概有5、6万之多。王妃，要不要连夜组织那些百姓撤离荣华城？不必，你和其他几鬼再辛苦一些，继续探听消息，发现新的情况，速速向我来报。是。林业、林峰、林北，速速带本王妃去大营，玄天琪的大军快到了。属下逾越了。林北，通知宋清带人去军营。是。本王妃得到可靠消息，玄天琪派出5万大军，已经在距离荣华城20里以外的地方扎营，打算明日天不亮突袭荣华城。哼，不讲理的皇帝老儿，还真是欺人太甚。看来他还真是不要颜面了，竟然连这种师出无名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他何时要过颜面？严彪，你立刻召集500名拥有手雷的铁骑军，随本王妃一起出城。另外500名拥有手雷的铁骑军负责看守4个城门，谨防万一。另外1000名铁骑军带好连发弩，随本王妃出城。剩下的每人配备1把麻醉枪，留下守城。宋清，你带着亲卫负责安排城里的疏散工作。两人恭敬地领命去安排人手。简俊尧在营帐内来回踱步，他在思考自己还需要做些什么。王妃，城外不安全，您不应该去冒险。属下愿意代替您出城指挥。不必，本王妃要亲自去。简俊尧觉得这件事他必须亲自出马，万一遇到什么自己没料到的状况，他有空间商城在手，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购买适合的武器。你们几个只要带好狙击枪即可，发现领头的直接击毙。讲到此处，简俊尧在空间商城给自己也买了一把狙击枪，他力气没有那些男人大，不适合扔手雷，可他的枪法绝不输这些男人。不到半个时辰，严彪就将铁骑军召集到位。玄天琪无德，派出5万大军欺我荣华城，我们能容忍吗？不能，绝不容忍。
对，就是不能容忍。今日你们随本王妃一起出城，打他们个片甲不留，让玄天齐知道咱们荣华城不是好惹的。欺我荣华城者，定要回。随本王妃出发，凯旋回来，本王妃请你们喝酒吃肉。说完，简俊尧就朝着城门的方向走去，众人呼啦啦的跟在后面。王妃，对方带兵的将领很谨慎，命令大部队分成2组轮流休息。如今巡逻的人起码有2万以上。对方很谨慎，目前有2万多人在巡逻。严彪通知那些有手雷的人，不要连续的抛出，而且要选择人员密集之处投射，尽量做到弹无虚发。另外，使用连发弩的将士率先找好藏匿地点，负责射杀那些手雷下的漏网之鱼。林业、林峰、林北随本王妃一起隐匿在高处，使用狙击枪杀敌。大家务必将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王妃放心，铁骑军这里交给属下去安排。随着寂静的夜空发出一阵阵的巨响，玄天齐的护城军在还不知道发生何事的情况下，就被炸得飞起老高。同时，大营被炸之处火光冲天，仅仅10几分钟的时间，对方就被打得溃不成军，最后只剩下几十名护城军，朝着简俊尧等人的方向举手投降。本王妃今日便饶，尔等一命。你们将此信带给玄天齐，告诉他，若是觉得皇帝宝座坐得不舒服了，尽管使劲作死。护城军们早已被吓破了胆子，仔细将简俊尧写的几个字折好揣在怀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玄战，你知道吗？今天我带人将狗皇帝的大军打得片甲不留，帮你守住封地这么大的功劳，你都不打算给我些奖励吗？说起来还真是，无论古代与现代，钱还真是不扛用。封地建设才刚刚开始，我空间里面的存银就用掉了很多。眼下咱们的荣华城里成立的几个工厂已经陆续开工，还有春耕的事情也都安排下去了。玄战，我最近真的好累，每件事都需要我去操心，我也好想像你这样安安心心的在这里睡上一觉。简俊尧和玄战絮叨着最近发生的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沉沉的睡了过去。再次睁眼，已经是次日清晨。柯岩一大早就听明北说了昨夜发生的事情，虽然没有亲眼所见，可仍旧对此心有余悸。皇上派来的可是5万大军啊！若是真的攻进荣华城，后果不堪设想。昨夜辛苦大家了，严彪回去告诉铁骑军的将士们，本王妃今夜设宴为大家庆功，无论昨夜参与御敌的，还是留下守城的，统统参与进来。属下领命，稍后就去安排。柯大人想必已经听说了昨夜的事情，铁骑军1500将士歼灭皇帝护城军5万，这是咱们荣华城的一份荣耀，必须让城内所有百姓知晓。今夜咱们荣华城为此举城同庆。下官明白。简俊尧看向宋清，他有些气馁，应该是没有亲自参与战斗的缘故。宋清，你不用气馁，这次咱们将5万护城军打得片甲不留，玄天齐肯定不会就此作罢的，等下次一定让你去。属下会时刻做好迎战的准备，城内治安也请王妃放心，属下定会竭尽全力。晚上别忘了带亲卫们去大营一起热闹。属下晓得。晴雨，你年纪还小，等成年以后，皇婶肯定会让你参与其中。皇婶说话一定要算数。我先去学堂了。柯岩等人也借此机会告辞离开。众人一走，会客厅内只剩下林氏3兄弟，他们3人可以说是对玄战最为忠心之人。一路走来，兄弟3人任劳任怨，他都是看在眼里的。你们3个跟我来。简俊尧带着几人来到听雪堂外面，王富贵就拦在了大门口，将林氏兄弟堵在那里，谁都不许动。林氏兄弟本来就是守规矩的人，王爷不在，听雪堂内都是女眷，他们也很自觉的不会进去，不过却被王富贵的举动逗笑了。王富贵很不错，等王爷回来，我定会在他面前帮你美言几句。简俊尧听着林峰的话，忍不住一头黑线。他也很奇怪，王富贵虽然平时表现的都很乖巧，可就是不让男性进入听雪堂。若不是玄战还在空间内沉睡，他都会以为是玄战教的。这个是奖励给你们的哦，多谢王妃，属下就喜欢这个味道。宋清，虽然你已经和玄天齐挑明了已经投靠战王，应该还有途径可以往他手里送信吧？王妃，日月可见，我宋清对战王殿下和您绝无二心。你别担心，我不是在怀疑你，想必你也看到了，严彪他们带回来的战利品当中有几千匹战马，咱们封地人口少，铁骑军和你们也都有马骑。前阵子咱们又在部落那边换来很多马匹，因此本王妃觉得这些缴获的战马没什么用，还要浪费人力和物力。王妃的意思是要把这些马匹卖给皇上？本王妃的确有此意。你想啊，碧渊国很多战马都是从一些部落处花高价购买来的，如今损失了这么多，他肯定还会想办法去购买的。这样的话，与其便宜了那些部落，还不如让咱们赚上一笔。王妃，皇上的5万大军被杀得片甲不留，肯定会更加痛恨王爷，怎么可能愿意花银子在咱们这里买马？这一点简俊尧早就想到了，他这样做也是在赌旱灾早已使国库空虚。然而玄天齐损失了5万护城军，他肯定要以最快的速度补充上，即便再缺银子，他也不敢含糊了事。宋清，你说咱们收缴来的战马，若是跟部落的人去买，要多少银子一匹？
战马不同于普通马匹，体质特别出色，即便长途奔跑过后，仍旧能继续冲锋陷阵，因此价格非常高。据属下所了解，这些战马都是朝廷在部落那里购买的，每匹马售价为100两白银。听了宋清的报价后，简俊尧更加动容了。即便这些战马打半折卖给玄天齐，起码也能获利20几万两。这些银子他可以用来继续购买热武器保卫荣华城，如此循环，就相当于是玄天齐用自己的银子来打自己，然后他缴获马匹继续卖给玄天齐。宋清，你说我将这些战马定价50两一匹，玄天齐会买吗？皇上这个人除了太过于自以为是以外，最大的缺点就是爱面子。若是王妃信中说的委婉一点，想必他会愿意购买这匹战马的。简俊尧取出纸笔，刷刷刷的给玄天齐写了一封忏悔书。玄战从始至终就认定我是皇上派到他身边的奸细，自从到了封地以后，对我不管不顾，就连那日当着护城军的面亲自写信，也是玄战逼的，目的就是要给皇上添堵。玄战要让皇上看一看他派来的人是如何背叛他的。如今我在封地过得猪狗不如，宋清也同样。上次回信的时候，因为信鸽被玄战的人发现，为了自保，宋清只能那样说。护城军攻打荣华城的时候，他已经被玄战的人给控制住，根本没办法配合皇上里应外合。我的父亲和亲人都在京城，我怎么可能不顾他们的安危去背叛皇上？简俊尧觉得忽悠的差不多了，才提起那些收缴来的战马。玄战打算将这些战马低价卖给部落的人，然后再让部落人转手卖给皇上。我实在不想看到皇上被玄战如此玩弄，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写信，并与宋清商量将信送出。如今我已经买通了帮玄战卖马的人，那人说不管是谁，只要愿意出50两一匹的价格购买，他愿意将这些马偷偷卖掉，然后带着银子逃离荣华城。简俊尧将该说的都说了，玄天齐能不能上套，就只能看他的运气了。同时他也在赌玄天齐国库空虚，想贪这个便宜。宋清亲眼看着简俊尧在那里写信，唇角时不时就会抽一下。王妃还真是厉害，这种馊理由都能想得出来。送信的事就交给你了。宋清接过信，立刻想办法寄出。而此时另一边，玄天齐在听说派出去的5万护城军只回来几十人的时候，当场就被气得吐出一口老血。然而这还不算，当护城军将简俊尧写的那几个大字展示在他面前的时候，玄天齐当场就晕倒了。岳丈，可有什么好办法除掉战王？太子殿下，臣觉得皇上今日吐血，无非就是因为损失了5万护城军。岳丈的意思是让本宫想办法将损失的5万护城军补上。微臣的确是这个意思。损失5万护城军这件事，绝对会成为皇上的一个心病。若是太子殿下将这件事办好，肯定会令皇上刮目相看的。本宫何尝不懂得这个道理？5万护城军好办，只要给出一些优越的条件，全国招兵都没问题。只是父皇派出去的5万人，其中就有8000名骑兵。岳丈也知道，因为汉秦闹得国库空虚，本宫要去哪儿弄那么多银子找部落买马？这件事咱们还得从长计议。不过眼下微臣还是建议太子殿下尽量先将士兵补齐，至于其他，以后再想办法。目前也只能这样了。本宫见到父皇以后就请旨去办，以免让其他人钻了空子。俊尧整天埋首于制药，难得过上几天平淡的日子。然而京城那边却闹开了锅。玄天齐休息好几天，终于可以上朝了。皇上，宋清的信。这个叛徒竟然还有脸给朕写信！玄天齐打开信，正是简俊尧亲手写的那封忏悔书。他越看脸色越黑。简尚安，你看看你教出来的好女儿！皇上恕罪，恕罪？难道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开口就让朕恕罪。简尚安的确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战战兢兢地捡起扔在地上的信，看过后他都恨不得一头撞死。不过为了不被皇上继续迁怒，简尚安只能选择站在简俊尧那边。皇上，小女的性子微臣了解，她向来是个孝顺的孩子，若不是因为被战王发现又威胁，绝不会做出背叛皇上的事情。她也是有苦衷的啊，请皇上明鉴。你们都当朕是傻子吗？他若是真的有心将功赎罪，为何还要将那些战马卖给朕，而不是想办法送给朕？皇上，俊尧信中说了，是他买通了负责售卖那些战马的人。她一个女子能做到如此程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若是让她将战马送回来，恐怕真的没有这个能力啊。不得不说，简尚安说的声泪俱下，若是不了解他的人，都会以为他多疼简俊尧呢。朕是不会花银子去买这些战马的。皇上所言极是，这件事的确是俊尧做得不够好，臣定当写信教训一番。对于这件让自己打脸的事情，玄天齐不想再说。行了，你那个女儿是该好好教一教。是玄天齐来信吗？是太子。太子，王妃您看过就明白了。简俊尧快速将信打开，果然是太子写的，主要目的就是他愿意购买那匹战马。如果简俊尧这边没问题的话，就快速回信，他会派人来交易。
宋清给太子回信，告诉他15日后在距离荣华城20里以外的地方交易。至于太子是否会使诈，简俊尧一点都不担心，一旦对方使诈，他就会让其有来无回。总之，不管是银子或者是人头，他总能收获一样。与太子约定交易的前一天，简俊尧便派浑一等去打探消息，宋清也派出去几名善于隐藏的亲卫出去打探。然而，一直等到约定时间的下午，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王妃，属下觉得太子不会派人来与咱们交易了。太子那个人野心不小，胆子小，估计是不敢来了。太子做事比较容易心急，以他的性子，该来早就来了。即便他想使诈，也会提前派人来埋伏。看眼下的状况，怕是不会来了。简俊尧毕竟对太子的性子不了解，听了大家的话，他也认定太子是爽约了。既然这样，咱们就给这些战马寻找其他出路。众人也表示赞成。就在大家七嘴八舌的讨论如何处理这些战马时，浑一终于出现了。王妃，幸亏我多了个心眼儿，您让我在20里的地方观察，我飘远了10里，才发现太子的人都在那里。我听到他们密谋了，他的队伍分成2组，第一组3000黑衣人在前，估计是想用来与咱们的铁骑军抗衡。若是成功，他就可以白白得到那些战马；若是黑衣人失败，还有1000人扮成商人的队伍，他们会装作不认识那些黑衣人，来与王妃做交易。严彪，咱们这次使用连发弩和手雷的铁骑军各500人，立刻出城做好埋伏。另外，宋清这次将亲卫们全部叫上，听从本王妃的安排。严彪虽然不知道王妃为何会选择在没有任何消息的情况下安排人去埋伏，不过他还是选择了服从。属下立刻去安排。多谢王妃能够给属下一个开眼界又能立功的机会。宋清，你现在就去安排，亲卫们都扮成普通百姓的样子，然后带着战马与本王妃在城门外会合。是，属下立刻去安排。将士们，太子不但派人给咱们送银子，还给咱们送人头，他的情咱们必须领了。简俊尧让严彪带人埋伏在交易场第4周，看到人多的地方就扔手雷，人少的地方就放箭，目的就是让那些黑衣人有来无回。严彪刚刚带人离开，一众亲卫就带着6200匹战马赶了过来，简俊尧领头，带着浩浩荡荡的战马队伍朝着交易地点赶去。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等待的时间最是漫长。就在众人百无聊赖的时候，几道震天炸响击碎了夜空中的宁静。简俊尧知道是那些黑衣人过来了，喊杀声与爆炸声持续了小半个时辰才渐渐平息。简俊尧一行人都不清楚前方的战况，就在他打算派林氏兄弟前去查看一番的时候，就看到浑一他们飘了过来。王妃，铁骑军大获全胜，只不过有几个铁骑军不小心中箭，身上冒出来的是黑血，此刻已经奄奄一息了。没想到100年后闭渊国的太子做事竟然如此不入流，借机耍诈也就算了，竟然还在武器上面涂抹毒药。林烨，你们带着我施展轻功，以最快的速度抵达战场。看到这里口渴了，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冰爽清凉解渴，6瓶不到9块9，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严彪，中毒的将士现在如何？我还没来得及派人回去报信，王妃是如何得知这些将士中毒的？太子真不是东西，竟然在武器上面涂抹毒药。咱们有12名将士中毒，此刻已经出气多进气少了。严彪说着说着，8尺高的汉子眼圈已经蓄满了泪水。我师父曾经给我一瓶解毒的药水，不知道还能不能将人救活。说话间，简俊尧打开小瓷瓶，快速将灵泉水喂给中毒的将士们喝下。灵泉水没有稀释，效力极强，每人只要1滴便可。严彪，派人先将他们送回去，找老管家治疗。刚刚简俊尧救人的过程，严彪看得一愣一愣的。他一个久经沙场的人，自然能够看得出，那几个中毒的将士喝了王妃给的解毒水以后，立刻就有了变化。原本流黑血的伤口处，鲜血逐渐变成本来的红色，而且看他们喘气也均匀起来。属下替这几位受伤的将士谢您救命之恩，多谢王妃救命之恩。这些都是本王妃应该做的。铁骑军手里还有手雷的人留下，其余人带着伤员回城救治。王妃有令，严彪立刻去安排。简俊尧则是带着宋清等亲卫等在交易地点。等了1个时辰，一群商人打扮的人出现在简俊尧的视野当中。来者何人？我等是太子殿下派来交易战马之人。林烨一眼就认出了领头之人。王妃，领头之人与您有点亲戚关系。王妃，领头之人与您有点亲戚关系。与我有亲戚？王妃，这位是相府主母的娘家兄弟，名叫胡彦涛，托简相的福，如今在大理寺任个闲职。林烨知道王妃从小生活在庄子上，肯定不认识这人，因此才介绍了一番。来人可是外甥女俊尧。大胆，战王妃的闺名也是你一个不入流的6品小官该叫的。我是你们王妃的娘舅，她的闺名如何叫不得？话落，胡彦涛忽然感觉脸上传来一阵凉意，随即便被一股火辣辣的刺痛感淹没。简俊尧迅速将装有辣椒水的水枪收进空间。
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本王妃只有一位姓蓝的舅舅，能不知道哪里冒出来个阿猫阿狗的胡乱攀亲？胡彦涛的脸火烧火燎的疼，眼睛已经完全睁不开。这夜黑风高的，他们也没有发现简俊尧的小动作。不过胡彦涛可以确定，落在自己脸上的水是从简俊尧方向过来的。老爷，您到底怎么了？肯定是简俊尧使坏，对，就是他，他对我用毒。你们领头的中邪了，还是换个正常点的人来与本王妃交易。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没有零食怎么行？这个麻辣王子辣条就是我刚发现的零食，解馋香辣，太适合看剧了。我最近都在抖音商城大牌试用探索好吃的零食，身边的朋友嘴馋都直接在这里试吃，超多好吃的零食都有上新，基本领券后才不到9点9。趁过年回家前，大家记得提前选好吃的零食，提前给家里置办好吃的零食年货。点商城，进大牌试用，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直接开选。时候不早了，王妃不如早些安排交易，我等也好回去复命。杨明上前一步，态度倒是恭敬很多。至于太子交代的，交易成功以后就将对方全部做掉，他是打算放弃了。刚刚那些黑衣人的惨状昭示着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那就是战王的人马惹不得。很好，太子的手下并不都是傻缺。对于胡彦涛，杨明也很是不喜，听到傻缺2字，他都恨不得大笑一场。王妃，您看咱们是不是现在就可以交易战马？既然你痛快，本王妃也不打算多废话。6200匹战马，31万2白银，咱们一手交银子，一手交货。胡大人，王妃同意交易了，快给银子吧。王妃想顺利交易，就必须把解药给我，否则我是不会将银子给你的。简俊尧被他的话逗笑了。解药，这家伙还真的将辣椒水当成毒药了。既然他认为是毒药，那就是毒药好了。此毒无解，半个时辰后，皮肤会慢慢溃烂，直到死亡。什么？你说没有解药？胡彦涛彻底不淡定了，他中毒了，而且半个时辰后就会毒发。小贱人，今天你要是不把解药拿出来，咱们谁都别想活。大胆，竟然敢对王妃动手，真是找死！大胆，竟然敢对王妃动手，真是找死！胡彦涛抹了一把脸上湿漉漉的水渍，再看手掌心鲜红一片，只以为是自己毁容了。简俊尧小贱人，你竟敢毁我的容貌，都给本官上！本官今日一定要取了小贱人的性命！好啊，既然你们没有诚意交易战马，尽管动手好了。本王妃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取谁的性命。战王妃请息怒。今日的确是胡大人不懂礼数在先，我等奉太子殿下命令前来，就是诚心与您交易的。本王妃的耐心有限，想交易就速度些，早些处理好，本王妃还能回去补个眠。杨明见状，连忙走到胡彦涛身边，伸手就朝他的胸前摸去。杨明，你要做什么？本官才是这次交易的领队，本官说不给就是不给。胡大人不要忘了，你已经中了战王妃的毒，命不久矣的人说话还有什么分量？话落，杨明已经将胡彦涛怀里的银票取了出来，然后将人狠狠推倒在地，又数了31万两银票交给简俊尧。本王妃不像某些人使些个奸诈手段，看好了，6200匹战马，一匹不少。看到这里口渴了，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冰爽清凉解渴，6瓶不到9块9，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下官自然信得过王妃，如此，下官就告辞了。慢着，你们若是想平安离开这里，就把这人给本王妃留下。听王妃的。杨明想都没想就回答，他巴不得回去的路上能少一个搅屎棍。大胆，你们竟然敢不管本官的死活！我回去以后定让丞相去太子殿下面前告你们。行了，在场的人谁不知道，你都没有命回京城，还是少在那里大放厥词了。说完，杨明一刻都不想再次停留，招呼着人就走。胡彦涛见那些人真的将自己留在这里，顿时傻眼了。不可以，你们不可以把本官留在这里。京城有那么多名医，只要本官回到京城，毒一定能解的。把人给本王妃带回去。小贱，不，战王妃，你我无冤无仇，为何要如此对我？宋清对王妃不敬，要如何处置？启禀王妃，敢对皇亲国戚不敬者，轻者杖责50，重者砍头示众。你刚刚辱骂本王妃在先，我手下的侍卫都可以作证，按理应该将你砍头示众。不过本王妃可以给你个将功折罪的机会，机会只有一次，就要看你如何把握了。王妃，下官愿意立功，只求您饶下官一条贱命。既然如此，你就说一些本王妃想知道的事情，若是能够让本王妃满意，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帮你解毒。下官知道简相府的一个秘密，如果告诉王妃，不知道这算不算将功折罪的机会？哦，是什么秘密？说来给本王妃听一听。
是什么秘密？说来给本王妃听一听。下官去相府的时候，无意间在后院的西北角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地方。有何不同之处？下官喜欢捉各种个头大的蟋蟀，恰逢那次去相府的时候碰到了一只，便一路追赶着蟋蟀的踪迹，到了后院一个满是荆棘的地方。下官这才发现，这里与其他地方的富丽堂皇相比，显得格格不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下官穿过那片荆棘，走到墙角的时候，发现那里有一口水井，上面的盖子竟然用锁头锁住。下官当时就觉得那里可能藏了什么宝贝，就想着下次去的时候带一些能够开锁的工具下去查看一番。谁知在我离开的时候，好巧不巧的碰到了你爹。你爹见我从那片荆棘里面出来，顿时就黑了脸，还问我是不是已经走到最里面了。下官当时反应快，就说追蟋蟀追到这里，看不到就出来了，并没有走到最里面。后来你可有找机会再去那里查看？后来我几次去相府，想去后院都被人给拦住，再没有机会接近。无奈之下，我只好将此事告诉你母亲。注意你的言辞，那不是我母亲，我母亲姓蓝。是下官说错话了，是告诉了简夫人。简夫人也不对，胡艳茹一个外室硬生生浮成的技师，不配被称作夫人。简俊尧不知道为什么听到提起胡艳茹就莫名的反感，也许就是因为原主对他怨念颇深的缘故。看到这里口渴了，这么好看的视频边喝边看更过瘾。我刚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买的经典碳酸饮料，冰爽清凉解渴，6瓶不到9块9，而且现在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买到就是赚到。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下官将此事告诉胡艳茹以后，想着让她找机会去看一看，谁知自那以后，去往那片荆棘的路上就时刻有人看守，任何人都不准靠近。我和胡艳茹即便对那个地方再过好奇，也没能成功靠近。时间久了，我们也就将此事淡忘了。看胡彦涛的表情，简俊尧可以判断他并没有说谎，只是这口井到底有什么蹊跷，会令简尚安如此重视。王妃，下官说的这些您可还满意？不错，你说的这些本王妃的确有些兴趣。既然这样，请王妃给下官解药吧。去扯掉他的衣襟，然后沾些水来，让他擦擦脸。亲卫领命，麻利的扯掉胡彦涛的衣襟，然后用水囊倒了些水在上面。胡彦涛怀着满肚子疑惑，按照简俊尧的吩咐去擦脸，下一秒便觉得脸上那股灼烧般的刺痛感减轻了很多，而且脸上那些红色的东西也都擦得干干净净。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貌似上当了。小贱人，你竟敢戏耍本官！你说话不算数！简俊尧再不济也是靠着灵泉水练出一点内力的人，他本想用胡彦涛试试水，看看自己的武功到底可以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没想到林烨这速度还真是快，他想练练手的机会都不给。属下保护不力，让王妃受惊了。无妨，把尸体处理掉，本王妃先回去休息了。回去荣华城的路上，简俊尧一直在思考胡彦涛口中那口井到底有什么蹊跷，然而他绞尽脑汁也猜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不过他可以断定那个地方肯定有天大的秘密，否则简尚安不会连胡艳茹都瞒着。王明，你再说一遍，本太子的3000亲卫全死了。回太子殿下，此事千真万确，战王的人不知道用了什么奇怪武器，下官离得远远的就能听到如同炸雷般的响声。碍于当时的计划，胡大人并没有让我们前去支援，而是等到那可怕的声音停止后，才派人去前方打探，发现您派出去的3000亲卫无一生还。不但这样，而且他们很多人尸骨无存。胡彦涛呢？让他来见本宫。太子，胡大人他……胡彦涛他如何了？胡大人他被战王妃下了毒，属下离开的时候他已经命在旦夕。战王妃说那毒半个时辰便会毒发，恐怕这个时候人已经死了。你的意思是说战王妃给胡彦涛下毒？的确如此，是下官亲眼所见。好个简尚安，瞧瞧他养的好女儿。来人，给本宫将简尚安叫来。太子息怒，虽然咱们这次损失惨重，幸好的是下官不负众望，将战马的事情交易成功，如今已经送去了京郊大营。你辛苦了，先下去休息吧。太子殿下，您这是怎么了？简尚安啊，简尚安，生了那样一个好女儿，你还敢问本宫怎么了？太子殿下，若是嫣然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臣这个做父亲的自然会去管教，请您高抬贵手，饶过他这一次。本宫说的不是简侧妃，是你的大女儿简俊尧。听到简俊尧这个名字，简尚安本能的头皮一阵发麻。太子，俊尧他到底做了什么？太子虽然愤怒，不过还是将杨明带回来的消息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而听了太子的叙述，最令简尚安心惊的不是那3000太子亲卫，而是胡彦涛的死。他竟然会死在简俊尧的手里。简尚安，今日你必须给本宫一个说法。太子殿下息怒，那丫头从小就被大师算出命硬克亲，才被臣狠心送去乡下的庄子上。皇上赐婚臣的嫡女为战王妃，臣就想着将那丫头嫁给战王。若是她的命格能够将人克死，也能消去您和皇上的一块心病。谁知这丫头如此狠辣，
竟然做出毒杀娘舅的事情。就因为你的好女儿，让本宫损失了3000亲卫，本宫命你，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让简俊尧去死。太子殿下，您这不是在难为老臣吗？那丫头铁石心肠，毫不顾念与老臣的父女之情，更何况还有战王护着，老臣要如何做才能将她抓回来呀？本宫不管，当初父皇下旨赐婚，你我都心知肚明，赐婚的对象是谁？你耍小心机将简俊尧送去战王府，如今适得其反，你必须给本宫一个交代。太子殿下，老臣无能，真的无法给您一个交代啊！太子根本听不进去他诉苦，一挥衣袖走出书房。给你1个月的时间，本宫必须看到你做出来的诚意。太子大步朝着后院走去。简上安再不济也是朝廷重臣，他不好出手伤人。不过后院那位简侧妃就不同了，进了太子府就是他的人，随便他如何折磨。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王妃，蓝公子来了，属下已经将人请到了会客厅。好，我这就过去。表妹，最近可还顺利？一切都很顺利，表哥尝尝这茶如何？哦，表妹这茶还是战王在他国的战利品。以蓝景轩对茶的了解，碧渊国绝对没有这般极品茶叶。这茶就产自咱们荣华城，是我亲自研究的炒制方法。表哥觉得这茶如何？若是放到市面上售卖，能否卖个好价钱？表妹的意思是愿意将这些茶叶卖给表哥。我这次请表哥过来，就是打算与蓝家合作的。表妹，你说说咱们要如何合作？依表哥看，这茶若是放到市面上，能值什么价钱？表妹，这茶若是放在蓝家的茶庄售卖，至少可以卖1000两1斤。1000两？当然，这种价格也只有咱们蓝家的茶庄能够做到。这样吧，表妹，这茶叶表哥送去蓝家的茶庄帮你售卖，每斤茶叶蓝家只收取100两的人工费用，其余900两都给表妹，如何？100两太少了，就按表哥说的，此茶定价1000两银子1斤，不管咱们双方投入多少，我决定按照售价55分成。不，就按照表哥说的，咱家每斤茶叶收取100两。表哥若是执意如此，我们的合作就不必继续谈了。至于其他想与表哥合作的物品，我也不打算往外拿了。简俊尧的态度很坚决，他心里清楚，蓝家人真心为他着想。来人，把本王妃带回来的茶每种泡上1盏，给蓝公子送来品尝。虽然我决定不与表哥合作了，可表哥大老远的过来，我还是想让你尝尝我们荣华城产出的茶。被这样一说，蓝景轩竟然有些手足无措。这么好的茶，不想赚钱是傻瓜，可他是真的不想和表妹抢利润。表妹，要不咱们再商量商量？没什么好商量的，眼前这几种茶表哥也看到了，若是你同意我说的55分成，这4种茶我就打算全部与你合作。蓝景轩也算看出来了，表妹的态度不是一般的坚决，若是他再说些什么的话，这次的合作恐怕会真的泡汤。好，就按表妹说的，咱们2家55分成。既然表妹不想收更多的利润，我可以用茶叶赚来的银子变相补贴给她，到时候还不是一样的道理。表哥再尝尝这几种茶，看看定价能达到几何。初步达成了合作事宜，蓝景轩心中的大事终于落地，他坦然地端起茶盏，仔细品尝几种茶的妙处。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刚刚表哥喝的茶叫做普洱，你现在喝的这个是铁观音，这个是大红袍，还有这个叫龙井，这些名字都是表妹你给取的？简俊尧面露尬笑，他一个取名废，能取出如此好听的名字就怪了。我就是为了好区分，随便取的名字。这大红袍滋味醇厚，非常不错。表哥觉得这几种茶售价多少合适？大红袍表哥觉得1200两1斤，铁观音、龙井与普洱同样1000两，这些都是表哥自己估算出的售卖价格。当然，这价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要根据未来的售卖情况进行调整。好，一切由表哥安排就是，我这里不会有任何意见。简俊尧觉得还是要将丑话说在前面，毕竟他的荣华城是比较特殊的存在，若是这些茶叶卖到百姓手中，顶多也就5两银子1斤。他本以为蓝景轩听后会不高兴，谁知蓝景轩并没有一丝不开心。茶是荣华城的，表妹想如何安排，表哥绝无意见。更何况荣华城不与外界联系，即便茶叶售卖价格再便宜，也影响不到咱们的生意。不，荣华城不会永远都封闭的，早晚有一天，我要让荣华城以外人望而不及的面貌出现在众人的视线当中。当然，这一点表哥也不用担心，到时候我的所有商品虽然不会对荣华城的百姓涨价，可外人也别想拥有这样的待遇。表妹的想法是好的，可到了那时，你又要如何区分是不是荣华城的百姓购买商品？还有，你就不担心荣华城的百姓低价购买这些商品以后，再转手卖给外人？这一点我自有办法，表哥就拭目以待吧。茶叶的事情定下，简俊尧便将几个工厂负责人叫了过来。蓝公子，请看。
这是我们荣华城纺织厂生产出来的羊毛线。白薇讲得很仔细，无论是毛线的粗细和颜色，都说得清清楚楚。看着这些漂亮又保暖的毛衣，这毛线生意想不赚钱都难。表妹，毛线的生意兰家也接了，合作方式还是由你来定。好，等表哥看完了其他商品，咱们最后再决定合作事宜。紧接着，月见给蓝景轩展示印染厂的纯棉布，染布的染料是简俊瑶在空间商城购买的，因此纯棉布的颜色很多都是这个时代没有的。另外，这些纯棉布还有10几种花色，绝对会深受这个时代女子的喜爱。表妹，这种纯棉布不管荣华城生产出多少，兰家都要了。好，都听表哥的，咱们继续往下看。陆竹拿出了食品厂加工出来的零食和糕点，零零总总加在一起，竟然有20几种。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这些都是吃的，这些都是咱们荣华城食品厂加工出来的各种零嘴儿，蓝公子可以先尝尝。这是什么？脆脆的，味道也十分可口。蓝公子，您吃的叫薯片，是烧烤味道的，制作所用的食材就是咱们常见的土豆。什么？你说这美味的原材料是土豆？是的，的确就是土豆。一番品尝下来，蓝景轩就将陆竹带来的样品吃掉了大半。表妹，这些食品咱们兰家也要与你合作。好，稍后咱们一起商量细节。蓝公子，这是我们荣华城日化厂生产出来的洗发水，这是浴液，这是洗衣液，还有这些都是女子用的护肤品，这个是面膜，这个是香水。这些东西没办法当场实验，不过闻着与众不同的味道，蓝景轩就知道全部都是好东西。表哥，这些东西一会儿都带去你休息的院子，你先用上几天感受一番，再决定不迟。好，都听表妹的安排。表妹，你别告诉我，这酒也是荣华城自产的？这就是我们荣华城酒厂自产的高粱酒，表哥要不要先尝尝？要尝尝。这酒比较烈，表哥不要喝太多。哪有你这样品酒的？这可是烈酒。表妹，这的确是好酒。这高粱酒闻着香气四溢，喝起来口感醇厚，而且并没有上头的感觉。这样的烈酒在碧渊国内绝对是绝无仅有的，肯定能卖出天价。荣华城目前的商品已经全部给表哥展示过了，不知表哥可满意？满意，太满意了。看表哥的样子并不是很舒服，我这就命人给你安排客院，你先休息一晚，顺便想想这些商品的合作事宜。好，就依表妹的安排，表哥先去客院休息。简俊瑶亲自将人送去了客院，看蓝景轩的反应，他就知道合作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了。回到听雪堂，简俊瑶就闪身进入空间，习惯性的给玄战讲每天发生的事情。今天我观察表哥，他好像比以前更好看了。他这么好看又多金的男人，不知道要什么样的女子才能配得上。玄战正拼尽全力在黑暗中奔跑，一阵莫名的窒息感遍布全身，这种感觉很熟悉，曾经因为瑶瑶对蓝景轩好的时候出现过。与此同时，简俊瑶惊喜地发现玄战的手指动了一下。玄战，你是不是听到我说话了？告诉你，你要是再不醒来，我就真的去找小白脸。玄战再次加快了奔跑的速度，他绝对不允许他的瑶瑶去找什么小白脸，也不可能给他那样的机会。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表哥，这是着凉了吗？我的确有些着凉，不过并没有大碍。这是我自己研制的成药，只要用清水吞服即可，而且药效也比那些苦药汤好上很多。表妹此言当真？这丫头从小就生活在乡下庄子上，若不是家里特意派了一位识文断字的嬷嬷过去，恐怕她连大字都不识一个。她竟然会配药！简俊瑶自然看懂了蓝景轩的表情。不瞒表哥说，我曾经意外获得一本制药的书籍，经过多年的实验，终于按照那上面的药方制作出成药，而且这些成药的药效得到过无数次的验证，治疗效果不是一般的好。若是表哥不信，亲自试一试就知道了。听了简俊瑶的解释后，蓝景轩二话不说就将药吞服下肚。表妹，这药丸能与表哥合作吗？药丸合作的事情不着急，荣华城内的药田春天刚刚种下，很多草药需要到秋天甚至更晚的时候才能收获。我这里目前药材不足，所以昨天才没有急着给表哥看这些药丸。表妹这里都需要什么药材，表哥都可以帮你弄来。昨日给表哥看的那些东西，想必出现在市面上就会造成一时的轰动，到时候荣华城势必要为此赶工，所以药丸上市的时间，我打算推到秋收以后，使用自产的药材制作药丸，成本降低是一方面，药效方面也会更加有保障。表哥说是不是？表妹说的极是，是表哥欠考虑了，药丸的事情全听表妹安排。表妹看一看，
这些都是表哥连夜给那些商品定出的价格表。简俊尧不想将合作搞得太复杂，毕竟合作对象是自己的外祖家，因此那些成本低的商品全部与蓝家55分成，至于那些成本相对高一些的商品，则是扣除成本价以后，剩下的利润与蓝家55分成。两人商量了一个上午，终于签下了合作协议。表妹，咱们合作的这些商品，若是在蓝家能够全部承揽销售的情况下，你能不能不再另卖他人？表哥放心，只要蓝家一直把我当亲人，我一定不会将这些卖给他人去抢蓝家的生意。表妹放心，我这次出来的时候，祖父就让我带给你一句话，只要蓝家还在一天，就永远都是你的后盾。好，表哥只管放心，荣华城生产出来的商品，只要有我简俊尧在一天，除了我们城内自销以外，绝不会与外人合作。就在两人为了第一次达成合作而开心的时候，老管家急匆匆地跑来。王妃，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王妃，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管家莫急，有什么话慢慢说。王妃，咱们地里种植的西瓜成熟了。西瓜成熟了，快命人拿几个来给本王妃尝尝。蓝景轩从来没听说过西瓜这个名词，不过以他这2天在表妹这里所见，他可以断定这西瓜肯定是个好东西。表妹，这就是你们口中的西瓜？是啊，这东西我听玄战说，他曾经见到国外使臣进贡给皇上，他们都跟这个叫甜瓜。不过我想着这东西出自咱们西北，所以想跟他叫西瓜。简俊尧借此机会给甜瓜改了名字，他感觉还是叫西瓜比较顺口一些。叫西瓜不错，很有西北的代表性。简俊尧亲自上前将西瓜切开。表哥，吃中间红色的部分即可。说到这，我都说饿了，真想晚上出去吃顿好的，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像我出去消费都用美团团购，团咖啡奶茶、快餐零食、简饭美甲9块9就够了，特价团还有更便宜的，在美团搜特价团9.9，或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团，吃喝玩乐全都有，不用就亏了。美团团购，店好多，省好多。蓝景轩一口西瓜下肚，舒爽的整个人眼睛都眯在了一起，露出一副陶醉之色。表妹，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美味？汁多如泉，味甜如蜜，简直太好吃了。表哥，这西瓜若是放在冰窖或者水井中冷藏一段时间，绝对是解暑的佳品。表妹，这么好的东西，若是你这里多的话，表哥能否带出去售卖？绝对可以卖到高价。蓝景轩眼睛亮晶晶的，仿佛已经看到了人们疯抢西瓜的场面。管家，咱们的西瓜目前有多少成熟的？老奴初步查看了一番，如今成熟的差不多有3成。好，3成全部摘下来，留一些售卖给城中百姓的，其余全部给表哥带走。是，老奴这就去安排。1个时辰后，老管家回来禀报，如今统计出成熟的西瓜大概有1万个，荣华城内暂时留下2000个售卖即可。当蓝景轩听说自己可以带走8000个大西瓜时，震惊极了。荣华城到底种了多少西瓜？仅仅成熟的3成就有1万个。表妹，那8000个西瓜可以都卖给表哥？是啊，表哥若是能够吃得下，这8000个西瓜全部与表哥合作。没问题，没问题，咱们继续合作西瓜生意。蓝景轩此刻已经兴奋得像个孩子，他这一趟荣华城来得太值了，甚至已经憧憬到了这些产品大卖的场面。表妹，表哥感觉身体舒服了很多，看来你的药丸真的很好。为了这药丸，表哥决定秋收以后再来一次荣华城。表哥随时都可以过来，可能还会有意外惊喜等着你呢。好，只要表妹不嫌麻烦，表哥定会时常过来叨扰。蓝景轩在荣华城停留了3天，受寒的身体彻底养好，才带着数十辆马车的货物浩浩荡荡的离开。宋清，发生了何事？王妃，属下有什么事情你尽管直说。王妃，到了明天就是属下等毒发的日子，如今王爷不在，这解药的事情该怎么办？若不是宋清提起，简俊尧都把这件事儿忘在脑后了。通过这1年的观察，宋清是完全值得信任的，甚至已经成为了简俊尧的心腹。宋清，我若说你去年吃的毒药无解，你会如何？若是那毒药真的无解，宋清也绝无怨言，能跟着王爷与王妃过上1年正常人的生活，宋清此生已无遗憾。其实你们吃的并不是毒药，而是一种对身体有好处的药丸。王妃，这都是真的，所以不需要什么解药。宋清只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没想到战王和战王妃都是如此良善之人，即便当初他们受命来加害他们都没有真正对自己和那些亲卫下毒手。属下宋清愿意一辈子忠于战王与王妃，忠于荣华城。快起来，你知道我不喜欢这些礼仪，咱们荣华城就是一个大家庭，只要大家团结一心，以后的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王妃，求您给宋统领解药吧，翠柳以性命保证，她一定会永远忠于荣华城的。翠柳，我根本就没中毒。说到这，我都说饿了，真想晚上出去吃顿好的，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像我出去消费都用美团团购，团咖啡奶茶、快餐零食、简饭美甲9块9就够了，特价团还有更便宜的，在美团搜特价团9.9，或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团，吃喝玩乐全都有，不用就亏了。美团团购，店好多，省好多。简俊尧眼神在2人身上来回游走，只见翠柳满眼的焦急之色，宋清则是怜惜的看向他。你们2个被主子询问，翠柳的脸刷一下就红了，眼神躲闪。启禀王妃，属下与翠柳姑娘
娘两情相悦，请王妃。宋清，我不嫁人，奴婢曾经已经发誓，这辈子都不会嫁人，一辈子留在王妃身边伺候。我不会自私到因为自己让身边的人孤独终老，这样你不快乐，我也不会快乐。王妃，这件事本王妃今天就做主了，回头找人给你们选一个黄道吉日完婚。宋清，虽然翠柳只是个婢女，可在我的眼中从没拿她当下人看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情同姐妹，希望宋统领能够真心待她。多谢王妃成全，请王妃放心，翠柳姑娘嫁给属下，属下定然会真心待她。翠柳，你不要想那么多，咱们都生活在荣华城，即便你嫁人了，也要来我这里工作，咱们每天依旧可以见面。王妃说的有道理，即便咱们成亲了，我也不会整天把你拘在家里，你每天依旧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宋清在荣华城生活了1年，思想观念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翠柳跟着简俊尧学的也不再像曾经那般，遇到事情就扭捏，因此她也就不再拒绝。翠柳一切都听王妃安排。好，明日我就请人看日子，将你们的婚期定下。另外，宋统领也抓紧时间准备。我丑话说在前面，我的翠柳出嫁，没有3媒6聘可不行。王妃放心，属下定不会失了礼数。好，翠柳的嫁妆我会亲自安排，绝不会输给那些大户人家的小姐。20天后，荣华城内迎来了第一件喜事，那就是宋清与翠柳的大婚。女人竟在古代打造出一条豪华商业街，火锅店、烧烤店、茶楼、客栈、剧院等，无论是这个时代有的还是没有的，在这条街上都可以找得到。与此同时，简俊尧还利用从空间购买的制卡机和照相机，令人给百姓们制作了荣华城的身份证。9月初8这一天，随着震耳欲聋的鞭炮声落响，荣华城正式对外开放。然而开放当天就擒获了不少心怀不轨之人。经过审问，这些人的背后主使甚是全面，有皇帝，有太子，有简尚安和胡艳茹。更令人意外的是，竟然连皇后都参与进来了。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配上美味的炸鸡薯条。正好我在闲鱼上买了不少肯德基的超低价套餐券，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肯德基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玄战，你已经沉睡快2年了，你知道吗？京城那些人已经开始狗急跳墙，咱们的荣华城刚刚对外开放第1天，他们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派人进来探查。我给你3个月的时间，你若是还不醒来，我就一个人杀去京城找那些人的晦气。你如果放心我一个人那样做，尽管继续睡。听说京城内有很多好看的公子哥，没有你在身边，我正好可以好好欣赏一番。此时玄战正在努力奔跑，因为这几天他隐隐有一种感觉，貌似距离尽头不远了。听到简俊尧的声音，玄战的危机感愈发强烈，他一定要快点跑到尽头，绝不给这个女人去看帅哥的机会。翌日，简俊尧带着王富贵一起出了王府，一人一壶走在宽敞的大街上。荣华城原本那些百姓对这样的画面早已司空见惯，然而那些外来的客人对此却陌生得很。妈呀，有吃人的老虎！你们别害怕，王富贵是我们王妃养的宠物，性子很温顺的，只要你们不伤害王妃，他都不会看你一眼。是啊，王富贵特别乖，还帮老奶奶扛过包裹呢。兄弟，你刚刚说的王富贵不会就是那只老虎吧？是啊，我们王妃的老虎就叫王富贵，和我们村好几个人重名呢。那个，我也叫王富贵。废物，都是一群废物，做个卧底都能一去不回，真养着这些酒囊饭袋有何用？父皇息怒，其实儿臣也派人去了荣华城，如今也同样一去不回。真不知道战王使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连咱们派去的卧底都能发现。若不是当初你总想着多看看玄战的笑话，阻止我派人去刺杀，估计这个时候玄战的坟头草都长老高了，哪里会惹来这些麻烦？玄天齐对待自己的儿子自然不好发泄心中怒火，只能将矛头指向简尚安。简尚安，瞧瞧你生的好女儿！简尚安，瞧瞧你生的好女儿，竟然帮着玄战那个逆贼一起跟朕作对。如今朕不得不怀疑简俊尧是不是听了你的命令才会如此做。微臣冤枉啊！微臣对皇上的忠心日月可见，怎么可能指使俊尧跟您作对？更何况老臣这次为了打听荣华城的消息，也派人过去，如今同样杳无音信。既然咱们派去的人有去无回，朕决定派你亲自去西北走一趟。朕就不相信简俊尧会连自己的亲爹都不放过。这简尚安，你想抗旨不成？臣不敢。既然不敢，你明早就立刻启程，步上快马加鞭行进。半个月后，朕要从你口中听到玄战和简俊尧的一切消息。另外，西北封地的地形你也要掌握清楚。臣遵旨。行了，你先退下回去准备吧。简尚安走出御书房，太子也借着帮岳父准备一番的借口溜之大吉。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末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岳父不用担心，俊瑶是你的女儿，就像父皇说的那样，
他总不至于连自己的亲爹都不放过。其实父皇这次派你去西北也未必是坏事，如果你能成功完成任务，回来后肯定是大功一件，父皇定会好好嘉奖于你的。嘉奖个屁！就简俊尧如今那性子，还能管是不是亲爹？怕是皇帝老子亲临西北，他也不会放在眼里。不得不说，简尚安做爹做的渣，可却还能将自己女儿的性子分析出个大概。微臣此去不知还能不能活着回来，只希望太子殿下以后能够善待嫣然。若是你连一个女儿都降服不了，本宫还真要考虑一下是否再对你重用了。翌日一早，简尚安就带着随从和侍卫骑马朝着西北方向赶去。然而4天后，他就带着一群人灰溜溜的回来了。臣此去西北遭了大难，请皇上给微臣做主啊！到底发生了何事？启禀皇上，臣顺利抵达荣华城，本以为臣的那个不孝女会出来迎接，谁知她根本不将臣当父亲看，进城刁难不说，臣在王府外面等了1天，她和战王都不肯见臣。等到天黑之时，臣不小心又中了宋卿手下的圈套，住进了一家黑店，臣和手下10几个人住上1晚，竟然花了6000两白银。这还不算，臣在睡到深夜之时还被人迷晕，随身携带的财物全部失窃，以至于臣连回京城的盘缠都没有。臣本想着继续去王府找战王妃，谁知那黑店的人根本不准臣离开，让臣赔偿2万多两的银子才可以。就在那时，战王妃带着一只凶猛至极的老虎来了，臣本以为有救了，谁知那个不孝女竟然不认我这个亲生父亲。那后来如何了？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那后来如何了？后来，那个不孝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根本不认识微臣，还让微臣签下3万多两银子的欠条，这才放臣离开。臣彼时已经连回京的盘缠都拿不出来，无奈之下便想跟逆女借一些，谁知他竟然让臣去做苦力换取。臣起初是不愿意的，后来臣想着皇上交给臣的任务，若是臣在荣华城内干活，还能有机会多观察一下那里的情况，因此臣才忍辱负重的答应去做工赚取回京的盘缠。那你可打听到西北的情况？启禀皇上，荣华城内的确与外界传的那般，甚是与众不同。哦，有何与众不同？荣华城内的道路平坦宽阔，百姓们都有事情做，生活富足。那里的最大亮点就是有一条繁华的商业街，商业街售卖的商品大多数都是咱们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那里的物价也分为2种，本地的百姓拿着一种名为身份证的东西，购买物品的时候享受的都是最低价，而外来者购物则比荣华城的百姓贵上无数倍。臣还听说，荣华城16岁以下无论男女都要去学堂里面念书，那里如今差不多人人都识字。除了这些，可看到那里的军事布防？启禀皇上，战王手中有一种武器，那武器从天而降，能将地面炸出一个深坑，而且破坏面极大，若是打到人身上，定会让人尸骨无存。你有亲眼见到战王可以行走自如吗？臣无能，这次去西北并未见到战王。玄天琪现在已经彻底意识到了，简尚安这一趟西北之行和没去一样，什么有用的消息都没有带回来。也由此可见，战王已经彻底不将朝廷放在眼中了，一国丞相去了，他竟然可以做到不露面。皇上，战王如今羽翼已丰，想要武力解决，怕是不妥。刘演是三皇子的老师，明面上他保持中立，可私底下却一直在想方设法帮三皇子争夺储君之位。三皇子玄晴俊对此并没有什么好的对策，可见到老师都出列跪下了，肯定是给自己争取一个立功的机会。儿臣也赞成刘大人的说法。俊儿和刘爱卿可有什么好的对策？启禀皇上，如今想要对付战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理由召他入京。父皇，儿臣赞同刘大人的意见。战王在西北军事力量强大，咱们想攻下荣华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若是将人召回京城，就等同于请君入瓮，到时候战王还不是任由父皇处置。刘演听了玄晴俊的话，心中暗暗给他点赞。他只是提了个醒，三皇子就能贯穿全部计划，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才，比那位整日只知道女色的太子强了无数倍。皇上，万万不可将战王召回呀！如今战王的底蕴咱们都不甚清楚，万一他入京以后不受咱们的控制，岂不是因小失大？简尚安，既然你反对他们的建议，就说出一个更好的办法给朕听。哼，既然没有好办法，就给朕把嘴闭上。你们继续说，要如何做？父皇，这件事儿臣觉得不宜当众说出来。具体的细节，玄晴俊并没有想清楚，他打算给自己争取些时间，与老师沟通之后再回禀。你们2人跟朕去御书房议事，其他人退朝。玄晴俊跟着刘演一起去了御书房，路上刘演就将自己的计划讲给玄晴俊。父皇，下个月就是皇祖母的大寿，儿臣想着可以借此机会宣战王入京，到时候咱们可以在寿宴上。玄天琪越听越满意，最后大笑出声。还是我的俊儿聪明，这件事就这样定了。朕这就命人去西北宣旨，召战王回京。
说到这，我都说饿了，真想晚上出去吃顿好的，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像我出去消费都用美团团购，团咖啡、奶茶、快餐、零食，减饭美甲9块9就够了。特价团还有更便宜的，在美团搜特价团9.9，或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团，吃喝玩乐全都有，不用就亏了。美团团购，店好多，省好多。表哥，这位是？这一定是瑶瑶吧？和你娘的眉眼一模一样。您是外祖父吗？是外祖父，孩子，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都是外祖父不好。是瑶瑶不孝，本该去看外祖父的。外祖父一路舟车劳顿，先跟我回王府休息。表妹，祖父这次过来是给你过18岁生辰的。被蓝景轩提起，简俊瑶才恍然大悟，如今都10月初3了，还有几天就是他的18岁生辰。上一次过生辰还是16岁的时候，玄战在空间里给他做了很特别的长寿面。瑶瑶感谢外祖父的记挂。几人正在闲话家常，林烨在外面敲响了房门。王妃，皇上派人来宣旨，人就在王府门前候着，让他先候着，本王妃准备一番便过去。简俊瑶对于玄天琪的圣旨根本没放在心上，然而蓝家祖孙俩的表情中却透着一股子紧张。瑶瑶，你可有什么好的对策？外祖父无需担忧，我心中自有计较。既然瑶瑶心中有数，外祖父就不多言了。若是外祖父不放心，可以跟着我一起去看看，到时您不要出面，就躲在门房里。祖父，孙儿陪着您一起去。简俊瑶可不打算让玄天琪的人进入王府，因此他直接来到了大门外。传旨的是一老一少2个太监。两人看到大门内走出一位美艳的女子，猜测她应该就是战王妃。只不过战王妃也太不懂得礼数了，接圣旨的时候不但没有穿上王妃的朝服，竟然还素面朝天的，而且只有王妃一个人，根本没看到战王的影子。大胆战王妃，竟敢藐视圣上威严！难道你不知道圣旨如同陛下亲临吗？小太监语速太快，老太监感觉不妙，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哪里来的狗奴才，竟然敢对王妃不敬！简俊瑶出手没有林烨快，结果一鞭子打空了。王富贵见状飞快窜了出去，将小太监拖了回来，想让他家主人的鞭子重新抡一次。小太监被老虎吓得当场尿失禁。就这点道行，也敢在此耀武扬威，真不知道谁给你的胆量。王妃娘娘恕罪，这小子不懂事，您大人有大量，不要跟他一般见识。听说你们是来传旨的？老太监极有眼力，知道王妃是不打算跟他们计较了，连忙从怀中取出圣旨。战王妃接旨。说完，老太监又扫视了一圈，见战王依旧没有出来接旨的打算，而简俊瑶双手环胸站在原地，那样子明显是在等他宣读圣旨。老太监也不敢让他跪下，稳了稳心神后，便开始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简俊瑶根本没有耐心仔细听圣旨内那些知乎者也，不过圣旨的大概意思他还是听清楚了，就是要召他与玄战回京参加太后的寿宴。这么明显的圈套，还真当我们是傻子了。只可惜玄战如今还在沉睡，只能我一个人去京城。我要给玄战找一个什么样的缺席理由才合适？老太监宣读完圣旨，见王妃依旧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以为对方打算抗旨不接。如果是这样，他回到京城定会被皇上惩罚。思及此，老太监竟给简俊瑶跪下了。老奴求王妃接旨。林烨看到这一幕，差点笑出声来。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传旨官跪着求人接旨的。简俊瑶是有意愿去京城的，倒是没有什么犹豫的接过圣旨，然后直接忽略还跪在地上的老太监，招呼着王富贵回府。瑶瑶，如今战王不在荣华城，这要如何是好？外祖父放心，这件事我心里已经有了计划，绝对可以万无一失。去京城这么大的事儿，蓝老爷子还是有些不放心，尤其是想到10几年前的事情，他生怕外孙女在京城施展拳脚的时候，他的好父亲简尚安会将那张底牌拿出来威胁。蓝老爷子衡量了许久，最终还是选择将事情告诉简俊瑶。瑶瑶，外祖父要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你听了以后肯定会生气，但外祖父希望你不要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外祖父请讲，我保证不会冲动。是外祖父无能，没能保护好你和你娘。你娘是我们蓝家唯一的女儿，从小被娇生惯养长大。她16岁那年出去游玩的时候，在路边救了一个快病死的乞丐，那乞丐就是你的父亲简尚安。简尚安是从外地来京参加科考的举子，因寒颤被人骗光，又生了一场大病，故而流落街头。你娘心善，得知简尚安的遭遇后，二话不说，命人抬着他去医馆救治。期间，他多次去医馆探望，这一来二去的，你娘就对简尚安产生了感情。后来，她不顾家里的反对，执意要嫁给简尚安。无论我和你外祖母如何劝说，她都不听。我一气之下放了狠话，说她若是嫁给那个乞丐，一件嫁妆都不会给她。尽管这样，依旧没能阻止你娘嫁给简尚安的决心。2个月后，你娘用梯级银子在京城内租了一处民房，与简尚安拜堂成亲。说到这，我都说饿了，真想晚上出去吃顿好的，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像我出去消费都用美团团购，团咖啡、奶茶、快餐、零食，减饭美甲9块9就够了。特价团还有更便宜的，在美团搜特价团9.9，或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团，吃喝玩乐全都有，不用就亏了。美团团购，店好多，省好多。你外祖母心软，心疼
你娘手里没有银子，生活不好，偷偷派人去接济他们。我和你大舅舅都心疼你娘，对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观察了一段时间，我们发现简尚安对你娘还不错，就不再反对接济他们，甚至每月按时给他们送去生活费。后来简尚安科举成功，入了翰林院任职。我和你外祖母考虑他已经不是白身，就在京城繁华地带给他买了一处宅院。当时简尚安对兰家可以说是感激涕零，一再保证这辈子只对你娘一个人好。谁知好景不长，你刚出生半年，你娘就发现简尚安拿着我们兰家供给他的银子，在外面养了外室，并且生了一个只比你小几天的女儿。我听说后，就带着你大舅舅去找简尚安理论。我当时扬言，若是简尚安不将外室处理掉，以后再也不会在经济上支持他，甚至提出让他与你娘和离，我们兰家可以将人接回来。简尚安当时就跟我们保证，3日内将外室的事情处理掉。结果3天后，我们再次找到简尚安的时候，一切都变了。他直言已经将你娘软禁起来，让我们不要试图寻找，否则让我们永远都见不到你娘。同时，简尚安还提出一个让你娘活命的条件，那就是兰家每年要给他白银10万两，并且不可以与你有任何交集。以兰家当时的财力，每年拿出白银10万两给简尚安并不是什么难事，难就难在我们银子给出去了，看不到你娘是完好的，这个银子拿出去也不会安心。为了从长计议，我并没有立刻答应他的条件，而是回到家中与家人仔细商量对策，同时也悄悄派人出去打听你娘的消息。直到第3天，出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禀报，没有找到一点和你娘有关系的蛛丝马迹。当天下午，简尚安带着人亲自登门，带来的是你娘的一截小指。你外祖母心疼的当场就昏迷过去。为了你娘不再受罪，我们也只能暂时委曲求全，答应简尚安的条件。从那以后，我们每年都会如约送给他白银10万两。之后的时间里，我们兰家动用了大量的财力，雇佣那些江湖高手悄悄寻找你娘的行踪，仍旧一无所获。还有一次调查的时候，不小心被简尚安发现，他再次派人送来一根你娘的手指进行威胁。我是真的害怕你娘再受伤害，便停止了寻找。直到你娘被他挟持5年后，简尚安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得到了皇上的赏识，爬上丞相的位置。简尚安坐上丞相之位的第2天，就亲自来到兰家，与我在书房中谈了2个时辰。他说，如今自己已经做到了丞相的位置，只要他一句话，兰家就会不复存在。只不过他还念着和你娘的情分，不想赶尽杀绝。今日过来，就是要给兰家一条生路。简尚安不会是要求兰家每年给他的银子加倍吧？你只说对了一半。简尚安为了防止兰家人在京城继续寻找你娘的行踪，逼着我们连夜搬离京城，不得再踏入京城一步，并且将兰家在京城的产业悉数交给他，每年给他的10万两变成20万两。这几个条件若是我们做不到，他就立刻除掉你娘。兰家的能力根本无法与一国丞相抗衡，更何况还要顾虑你娘的性命。因此衡量之下，我决定答应他的条件，带着兰家搬离京城，只求能够让你娘活命。当时我和你大舅舅考虑你没有亲娘的照顾，无法在相府内好好生存，便要求简尚安准许我们带着你一起离开，却被简尚安当场拒绝了。他的理由很简单，你是他用来威胁你娘活下去的筹码，不允许任何人带走。而且他找到我们的时候，你已经被送去了郊外的庄子上，没能成功将你带走。我又提出送去2个下人照顾的条件，这一点简尚安倒是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在后面的事情，想必外祖父不说你也清楚。此刻的简俊尧已经猩红了双眼，若是他提早得知这些事情，简尚安来荣华城的时候，他做的绝对不会是让他写张欠条那么简单。听外公的意思，我娘她还活着。这些都是你娘这几年的亲笔信，她的字迹我认识，不会有假。简俊尧将所有的信全部看完，已经泪流满面。简尚安，你不得好死！表妹，你不要冲动，姑姑的性命还握在她的手里。表哥放心，我不会冲动的。此时，简俊尧想起1年多以前，胡彦涛被自己用辣椒水设计吐出的事情。相府后院西北角荆棘丛里有一口水井。外祖父，你们当初派人调查的时候，可有去过相府的后院？别说相府的后院了，甚至还跟踪他很久，都没有发现任何端倪。尽管蓝老爷子这样说，简俊尧也没有排除相府后院那口井关押着蓝雪晴的可能。究竟如何，只有他亲自去了才知道。外祖父，表哥，就算为了寻找我娘，给兰家报仇，这一趟京城我也去定了。瑶瑶，你娘已经失踪10几年，只要她还活着，咱们就有找到她的希望。救人不急于这一时，如今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安危。表妹，如今战王不在封地，你更不可以孤身一人去京城。一切等战王回来以后再议也不迟。简俊尧也清楚此去京城凶险万分，可他不想等了。玄天琪一直对玄战虎视眈眈，今日又得知了渣爹的所作所为，他若不亲自去将这些事情解决干净，恐怕日后也会过得寝食难安。皇婶，你在吗？是晴雨啊，快进来。蓝老爷子也听说过11皇子被玄战所救，如今也居住在战王府内。他与蓝景轩同时起身，准备向玄晴雨行礼。2位都是皇婶的家人，
我也是皇婶的家人，咱们自家人无需那些礼节。说到这，我都说饿了，真想晚上出去吃顿好的，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像我出去消费都用美团团购，团咖啡、奶茶、快餐、零食、剪发美甲9块9就够了，特价团还有更便宜的，在美团搜特价团9.9，或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团，吃喝玩乐全都有，不用就亏了。美团团购店好多，省好多。晴雨是因为圣旨的事情来的吗？皇婶，我刚刚从学堂回来，就听说了此事。如今九皇叔不在，晴雨愿意陪您走这一趟。京城就是个龙潭虎穴，我不允许你去冒险。皇婶，晴雨再不济也是个皇子，陪着你一起回京，多少能照应一些。我既然敢去京城，自然会有自保的手段，我不想多一个人跟着我一起涉险。皇婶应该清楚，京城中最想对付您和九皇叔的人，除了父皇，还有一位太子。太子的生母是皇后，您去京城必然要去后宫觐见皇后与太后，到时皇后一定会各种刁难。这一点简俊尧并没有反驳，他前世看的那些宫斗小说里面大多都会有这样的桥段。皇后在宫里有一位死对头，那就是康贵妃。康贵妃最受父皇宠爱，也是最不害怕皇后的人。若是你带着我一起回京，我会去找康贵妃帮忙，请她帮您化解皇后那边的危机。你说的办法的确不错，可你又凭什么能够让康贵妃为咱们所用？康贵妃受宠多年，却膝下无子，她曾经隐晦地找过我，希望将我收在她的名下抚养。只可惜那时候我一心想替生母报仇，并没有答应她。我这次回宫可以认康贵妃为母，这样她帮咱们做些什么就顺理成章了。简俊尧知道玄晴雨的办法不错，只不过他对待敌人向来简单粗暴惯了，并不想绕来绕去的去解决，过程什么的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看结果。不过他并没有立刻回绝玄晴雨的建议，这件事容我仔细考虑后再定夺。简俊尧18岁生辰这天，沉睡了2年的男人终于跑到了尽头。此时简俊尧喝得有些微醺，他并没有像以往那般带着王富贵直接进入空间，因为他此刻有些伤感，他害怕见到空间里那个已经沉睡快2年的男人。玄战，你个大混蛋！我曾经答应你，到了18岁就做你的女人，可你却整日躺在那里睡大觉。如今我已经将荣华城打造成这个世上最令人向往的地方，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吗？玄天齐的圣旨我接了，我已经打算好一个人进京，我要搅得京城大乱，为你报仇。还有外祖父告诉我，我娘还活着，如今被简尚安软禁起来，我要救出我娘。说到这，我都说饿了，真想晚上出去吃顿好的，好好犒劳一下自己。像我出去消费都用美团团购，团咖啡、奶茶、快餐、零食、剪发美甲9块9就够了，特价团还有更便宜的，在美团搜特价团9.9，或点击评论区链接就能团，吃喝玩乐全都有，不用就亏了。美团团购店好多，省好多。你知道吗？我此去京城做这些事情，并没有表现出来的坦然，因为我不敢保证此行还能不能活着回来。简俊尧说着说着，眼睛不知不觉间已经被泪水模糊，这其中包含着无数的辛酸与委屈。而此时空间的小木屋内，沉睡了将近2年的人终于有了生机。玄战缓缓坐起身，扫视一圈，看着眼前久违又熟悉的一切，他穿好鞋子走出木屋，希望第一时间看到那抹熟悉的身影。然而他失望了。瑶瑶，瑶瑶，我回来了。其实玄战完全可以凭借阎王的一些经验从这空间内走出去，然而他并不清楚此刻简俊尧身处何地，万一他的身边还有其他人，自己这突然出现根本无法解释。原来是梦。王富贵，你说他是不是已经把我忘了？王富贵轻轻叫了一声，随即站起身，绕着简俊尧来回转圈圈。王富贵，你是不是饿了？说话间，简俊尧已经带着王富贵出现在空间。这一场踏尽山水，数多少离合远错，停在他肩头如蝴蝶起歇。他越过刀光剑影的窗间，只为不去我发间落雪。瑶瑶，对不起，我回来晚了。玄战张开手臂，简俊尧呆呆地站在原地，他生怕自己一动会打碎眼前的画面。玄战以为简俊尧看到自己高兴傻了，一把将人揽进怀里。瑶瑶，我回来了，以后再也不会和你分开。对不起，瑶瑶，这2年让你一个人面对那么多，以后再也不会了。我要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玄战，你个大坏蛋！我不许你继续睡，我要你留在我身边，我不能没有你，你知道吗？玄天齐给你下了圣旨，让你冬月17去参加太后的寿宴，他就是不想看到你过得好。我已经准备了好多炸弹，打算一个人进京，哪怕同归于尽，我也不要那个混蛋继续活在世上。如果我这次进京真的与玄天齐同归于尽了，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玄战的心如刀绞般难受，这一切本该由他来承担的，却偏偏赶在他沉睡的时候，重担落在了瑶瑶的身上。瑶瑶，对不起，我回来了，这些事情由我去面对。简俊尧感受着玄战那有力又均匀的心跳，这一刻他忽然有了那么一瞬的真实感。
玄战，我不是在做梦吗？你没有做梦，我真的回来了。玄战，你总算醒了，我真的好想你。瑶瑶，祝你生日快乐，许个愿吧。简俊尧虔诚地走到蛋糕面前，双手并拢，微微合上双眸。差不多过了1分钟，他才睁开眼睛。希望我的愿望可以实现。神神秘秘的，到底是什么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想知道的话就自己去猜。两人一起切开了生日蛋糕，玄战看了王富贵一眼，随即丢了一块生日蛋糕给他。你这2年表现得不错，这是给你的奖励。瑶瑶，我没有海誓山盟的誓言，我没有你认知中的浪漫，我有的只是一颗永恒不变的真心。我会用余生呵护你一世，请你嫁给我好吗？这突如其来的现代式求婚让简俊尧一点准备都没有，不过他真的好喜欢。好，我愿意。闻言，玄战立刻取出2枚古香古色的戒指，只见戒指上雕刻着繁复的纹路，还隐隐可见泛起的光芒。等两人互相给对方戴上戒指后，玄战一把将简俊尧打横抱起，大步朝着小木屋走去。简俊尧有很多话要问玄战，然而一夜已泯，让他根本没有那个精力讲话。宝贝，你辛苦了，多睡一会儿。都怪你，害得我全身酸痛。如今外祖父和表哥都在府上，我若是不出现，他们会担心的。乖，睡吧，一切有我呢。可是我睡了，你要怎么出空间？你忘记我的真正身份了吗，小傻瓜？这戒指是我沉睡时利用最后一点法力炼化而成，只要你清楚上面的纹路，对着戒指讲话，我就可以听到。若是换作以往，简俊尧肯定会立刻实验一番的。然而此刻的他实在太困了，迷迷糊糊的嗯了一声，便沉沉睡了过去。王爷，是本王。对于除了简俊尧以外的人，玄战没有任何耐心解释过多。他刚刚走出听雪堂的院子，附近隐匿的林氏3兄弟便现了身，他们还以为是王妃出来了，结果定睛一看，居然是消失了2年之久的战王殿下。下等见过王爷。都起来吧，本王不在这段时间，你们辛苦了。带本王去见兰家家主。如今这座王府对于玄战来说还很陌生，由林氏兄弟引路再合适不过。嬷嬷，本王回来了。王爷，真的是你回来了吗？宋嬷嬷说话的同时，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王爷，你一切都还好吧？本王很好，只是被一些事情牵绊住，让嬷嬷挂心了。只要王爷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末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和宋嬷嬷寒暄了几句，玄战被林氏兄弟引着去了蓝老爷子的院子。此刻蓝家祖孙俩正在绞尽脑汁的帮简俊尧想去京城的对策，奈何两人做了一夜，一点好办法都没想出来。外祖父，本王可以进来吗？爷爷，是战王殿下。都是自家人，外祖父无需多礼。玄战在来的路上已经听林氏兄弟说了个大概，他不在的这段时间，蓝家人没少照应简俊尧，这个情他玄战领了。王爷，您回来的正好，这2年可苦了我们瑶瑶了。都是本王不好，让瑶瑶受苦了。对此，玄战除了认错以外，真不知道要说什么。毕竟是他沉睡了将近2年之久，将这么大一个烂摊子丢给简俊尧。不知瑶瑶可有与战王殿下提起皇上下旨召你们入京的事情？本王已经知晓此事，外祖父无需担心，去京城的事情本王自有打算。老朽虽不知道战王殿下的具体计划，蓝家别的忙帮不上，若是需要银钱支持，王爷尽管开口便是。多谢外祖父鼎力相助，如果有需要，我不会和您客气的。玄战与蓝家爷孙俩寒暄过后，便带着林氏兄弟一起出了王府。他刚刚从沉睡中醒来，首要做的就是在一些人眼前露个面。当然，在林氏兄弟的提醒下，阎王庙他也象征性的拜了拜。看着挂在庙宇正中央的画像，玄战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那张棱角分明的俊脸。我这张脸无论做阎王的时候还是如今，都是这个样子，哪有画像画的那般丑陋。已经去见过外祖父他老人家了，我跟他说不要担心京城的事情，我心中自有打算。外祖父年纪大了，我不想让他因为咱们的事情太过伤神。若是你不醒来，我就打算过些天一个人进京，卖战马的银子全部换成手雷，直接了断了那狗皇帝的性命。那位太子殿下，我自然也不会放过。咱们既然要进京，就一不做二不休，直接给那个座位换个人去做，以免日后徒增烦恼。你是打算让晴雨坐上那个位置？晴雨那孩子三观正，聪明睿智，我看这个位置非常适合他。你知道三观？我曾经的身份可以见到多个时代的事情，对于你们那个时代并不陌生。你空间内的一切我也会操作，包括使用那个大手机。当然，自由进出的话，还需要与你近距离接触的时候。简俊尧听玄战这样一说，那么昨天玄战给他准备的生日蛋糕、玫瑰花造型，还有那现代式的求婚，就完全说得通了。这样很好，他与玄战之间交流沟通就更加容易了。哎呀，怎么卡住了？
原来是没话费了，月初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九皇叔，你终于回来了。不错，长高了不少，看上去已经是大人了。九皇叔看上去也更加帅气了。你小子什么时候学的油腔滑调了？晴雨说的都是实话。九皇叔，进京的事情，您可有好的对策？晴雨有什么想法吗？如果可以的话，晴雨打算认康贵妃为母，在后宫帮您和皇婶出一些力。玄战自然清楚玄晴雨的意思，若是他没有阎王记忆的时候，也许还会考虑顾全大局，一点点的去对付玄天琪。此刻他却不屑去做那些优柔寡断之事。不过玄晴雨认康贵妃为母这件事，他并不想反对。你认康贵妃为母这件事，我没有意见。既然九皇叔没有意见，晴雨就跟着皇叔皇婶一起进京。同意你认康贵妃为母，并不是让你去帮我对付皇上，而是为了你自己将来的帝王之路。什么？玄晴雨满脸的不可思议，他心中最大的执念就是能除掉皇后和太子，为自己和母亲报仇。对那个位置从没有过什么奢望。你那位父皇昏庸，天下苍生需要一位有能之士去统领。闻言，玄晴雨沉默了良久，仔细斟酌九皇叔的话。晴雨定倾尽全力达成所愿。好，过几日我会安排进京事宜。玄战见侄子这么快就领悟了自己的意思，对他更是看好了几分。这时门房小跑着送来一封信。送信的人呢？回禀王爷，那人将信扔到小的手里就跑了。玄战打开信查看，信的内容很简单：进京之路埋伏甚多，太后寿宴酒水有毒。你在京城还有人？没有。那这送信之人会是谁？九皇叔，能把这信给我看看吗？这字好像出自康贵妃之手。你确定吗？当年我在御花园被人偷偷推倒，手臂擦破了皮，恰巧康贵妃在那里经过，她取出帕子帮我擦拭伤口，我亲眼看到她的帕子上绣了一个康字，与信中的笔体相似。除了她，我还真想不出第二个人。你和那位康贵妃很熟悉？也不是很熟悉，只不过是她刚刚入宫不久的时候，被宫里位分高的娘娘陷害，恰巧被我撞见，帮忙说了一句公道话而已。如果是这样，晴雨认康贵妃为母，还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事情就先这样计划着，具体要看情况而定。哎呀，怎么卡住了？原来是没话费了，月初该充话费了。我在抖音商城充值中心刚领了3元话费券，真的太香了，充值到账快方便，来给大家送福利了，超简单，点商城，进入充值中心，或直接点评论区，就有机会领1至4元话费券，记得点评论区，抓紧上车。冬月初，玄战与简俊尧在荣华城内度过了一段温馨的日子后，两人决定悄无声息地前往京城，目的就是先寻到蓝雪晴的下落，将人搭救出来。至于玄晴雨，玄战让林氏三兄弟护着他单独赶往京城，10日后在京城郊外的十里亭会合。至于康贵妃信中所说埋伏在路上的那些人，由宋清带领一队装备冲锋枪的队伍负责歼灭，一切安排妥当。简俊尧与玄战在深夜率先离开了王府，两人来到没人的地方，按照计划在空间商城购买了一架直升飞机，由玄战亲自驾驶赶往京城。在想什么？我在想，你是全能的吗？竟然连直升飞机都会驾驶？这不算什么，我会的东西你都想象不到。你还会什么？我还会宠你爱你，让你生多多的猴子。你讨厌，什么时候学的油嘴滑舌了？面对心爱的女人，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天还没有亮的时候，直升飞机就降落在距离京城20里以外一处无人的平地上。不愧是京城，比曾经去过的那些城池看上去繁华很多，不过比咱们的荣华城差远了。相府就在那边，咱们先随意走走，入夜后再行动。好。听说今年太后娘娘寿宴，皇上准备大摆。我家小舅子就在宫里做侍卫，听他说最近宫里那些下人忙得团团转，距离太后寿宴还有些日子呢，怎会如此忙碌？听说在太后寿宴以前，皇后娘娘还要举行一次赏梅宴，据说是要提前款待那些被召回的王爷家眷。这不会是为了对付我的一个圈套吧？太子交易马匹的时候，在你手中损失了那么多手下，想必他已经对你恨之入骨。皇后是他的生母，会以这样的方式为太子报仇，完全解释得通。看来我还挺被人重视的，为了对付我，搞出这么大的阵仗来。皇后阴毒，什么赏梅宴的，你大可拒绝，不用给他面子。不，我要去，我不但要去，还要当场给那个什么皇后难堪，都是要死的人了，竟然还这么不消停。既然你执意要去，我可以陪着你一起。看来这里应该是你爹的院子。这是画师粉，在你空间商城内买的。空间商城有这个东西售卖，我怎么不知道？小傻瓜，这东西的名字奇怪，在空间里面叫虚无药剂，你不知道也不奇怪。老爷，您整天愁眉苦脸的，也无济于事。那丫头若是敢跟着战王一起进京，皇上那边肯定有良策对付。
你就不要太过伤神了。你个妇道人家懂什么？我担心的不是那丫头会对我如何，她即便再大逆不道，总不能杀害自己的亲生父亲。既然这样，老爷还有什么可担心的？老爷，您不会是担心兰家那边吧？我的确是有些担忧。我从西北回来的路上发现，兰家很多铺子都在售卖与荣华城相同的货物，想必兰家已经与那逆女联系上了。老爷，您是担心兰家会将那件事告诉俊瑶？如今不排除这个可能。老爷，这件事您可要提前做准备才是，千万不能让俊瑶找到蓝雪晴。胡艳茹只知道蓝雪晴被简尚安藏了起来，却不知道具体位置。事到如今，她觉得对于蓝雪晴的下落，简尚安应该没有再隐瞒自己的必要。老爷，后院那口井，妇道人家，管好内宅的事情就好，不要操心那么多。简俊瑶和玄战在房顶听了一会儿，再听不到任何交谈声，才将瓦片放回原位，闪身离开。应该就是这里。这锁很特别，锁眼比针孔大不了多少，而且材质特殊。玄战能够感觉到制造这把锁的材料很坚硬，他凭内力绝对不可能打开。简俊瑶忽然想起曾经在渣爹身上取下来的那把钥匙，迅速从空间取出。试试这个。玄战接过钥匙插向锁眼位置，只听咯噔一声，锁头变开了。简俊瑶舒了口气，这次还真得感谢渣爹那一趟西北之行。你先留在这里，我下去查看，如果遇到什么情况，你就躲进空间。好，你一定要注意安全。瑶瑶，井底有一扇门，小心周围有机关。放心，这里目前很安全。怎么，简尚安死了吗？竟然派别人来了。这位夫人可是姓蓝？玄战已经大概猜出此人的身份，只不过他还要确认一番。你不知道我是谁，又怎么会找到这里来？我是简俊瑶的夫君。什么？你说你是瑶瑶的夫君？玄战听到蓝雪晴的话，不用等待他自证身份，就已经可以断定眼前之人就是他的岳母无疑。岳母不要着急，瑶瑶就在上面，我们是来救你出去的。你此话当真？是我的瑶瑶来救我了？是的，瑶瑶是特意来救您的。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还能见到我的瑶瑶，我此生足矣了。瑶瑶，我找到岳母了，她目前的身体非常虚弱，和我说了几句话就晕倒了。你等着我，我马上下来。她现在如何了？我刚刚已经探过她的脉搏，身体太过虚弱，不过目前并没有生命危险。闻言，简俊瑶一手拉着玄战，一手拉着蓝雪晴，三人同时进入了空间。玄战为了防止蓝雪晴突然醒来，特意点了她的昏睡穴。岳母起码能睡10个小时以上，你想做什么就去做。这么精彩的视频看得还高兴吗？再告诉你一个更高兴的消息，马上情人节了，这不得整点仪式感吗？我刚在抖音商城买的德芙巧克力礼盒，跨年送女朋友里创意礼盒，既好看又好吃，这一盒不到1杯奶茶钱，连价格都是理想型。这些小东西真是画龙点睛，毕竟情人节给最重要的人，是得准备迎接浪漫。点商城，进入秒杀频道，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买，还有超多优惠券限时发放，就在评论区先到先得哟，花小钱造大仪式感，我也点评论区看看去。简俊瑶烧了些热水帮蓝雪晴清理身体，在擦洗到她的左手时，的确如蓝老爷子说的那般，少了小指和无名指。虽然早已经知道此事，可还是令简俊瑶触目惊心。也许是血缘关系作祟，刚刚一直隐忍着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娘，你放心，我会将那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亲手送到你面前，任你处置。简俊瑶帮蓝雪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才端着已经变了颜色的水走出去。玄战一眼就看出她眼睛红红的，连忙走过来安抚。瑶瑶，想给岳母报仇，随时都可以，不要伤心。我知道，只不过是有些心疼娘罢了。时候不早了，我们先从这里离开。两人顺着来时的路回到井上，放了把火后，趁乱离开相府，直奔京郊。简尚安死里逃生般跑出去，才发现火势竟然一直朝着后院的方向蔓延，就仿佛有人故意给他画了一条线，引导他去查看一般。快天亮的时候，大火终于被扑灭。简尚安迫不及待地去那口井处查看，果然井盖已经掀起，上面那把特别的锁头也安静地躺在地上。他首先想到的就是简俊瑶，那把锁特殊，而钥匙却丢在荣华城的第一客栈内，都不用下井。简尚安已经可以断定蓝雪晴被人给救走了。战王简俊瑶，本相绝不会与你们善罢甘休。而此时另一边，两人已经平安抵达江南的水城，然后随意找了一家客栈。简俊瑶取出没有稀释的灵泉水喂给蓝雪晴，不多时，蓝雪晴就缓缓睁开眼睛，入眼的便是一对俊男美女。岳母，你醒了。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岳母，你醒了。你就是我的女婿。说完，蓝雪晴视线便定格在简俊瑶的身上，瑶瑶的眉眼还是小时候的样子，只不过现在更漂亮了。瑶瑶是娘的瑶瑶吗？娘，我是瑶瑶，你的瑶瑶已经不在了，不过我会代替她去照顾你。瑶瑶，是娘对不起你，娘让你受苦了。娘，一切都好了，你以后再也不用受罪了，我一会儿就带你去见外公和大舅舅。
不，我不要去兰家，我是兰家的罪人，我没脸去见他们，我也对不起你，我不配继续活着。娘，你知道外公和大舅舅这么多年为咱们母女做了多少吗？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你能够活下来，等待与你团聚的那一天。所以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我还会将那个人渣亲自送到你的面前，任你处置。蓝雪晴心中清楚，女儿说的一切都很有道理，她只是过不去心中那道坎儿。想到这么多亲人为她曾经犯下的错误去买单，她就恨不得一头撞死。如今外公年事已高，他老人家就盼着一家团聚的那一天。娘若是还有别的心思，可就彻底对不起他老人家了。瑶瑶说的对，娘前半生对不起你外祖父和外祖母，后半生应该留在他们身边尽孝。听蓝雪晴提起外祖母，简俊瑶就是心下一顿。外祖母早在几年前已经过世，恐怕他是见不到了。娘，你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买些吃的回来。这时，没什么存在感的玄战开口了：瑶瑶，你留下陪着岳母，我去买。蓝雪晴刚刚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的女儿，此刻才再次注意到玄战，让女婿见笑了。无妨，岳母先和瑶瑶说说话，我去就来。这种场面，玄战还真有些应付不来，做些跑腿的事情比留在这里要舒坦。瑶瑶看女婿的样子，为人应该不错，他是做什么的？简俊瑶并没有隐瞒，将自己如何嫁给玄战的事情大致说给了蓝雪晴听。都是娘不好，有眼无珠，不听你外祖父的劝阻，执意嫁给那个禽兽，才让你受了这么多苦。娘，一切都过去了，我现在不是很好吗？娘一眼就看出战王的长相并非奸诈之辈，他一定会给你幸福的。便宜娘若说其他，简俊瑶可能还会应和一二，唯独看人这方面，他是绝对不敢苟同。还一眼就能看出战王并非奸诈之辈，您若是那么会看，当初也不可能嫁给简尚安。简俊瑶虽然心中腹诽，面上却不显。是啊，玄战为人正直，对我也疼惜，娘就放心吧。瑶瑶，外公和大舅舅亲自来接岳母了。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晴儿，是你吗？晴儿，你受苦了。父亲，是女儿不孝，让您操心了。大哥，是雪晴对不起兰家。蓝老爷子原本有一肚子的话要训斥，结果在看到蓝雪晴的惨状后，生生咽了回去。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娘，你先起来，有什么话回到兰家再说。外祖父，如今找回岳母是好事，有什么话回到兰家慢慢说。王爷说的对，咱们先回兰家。大哥，娘呢？蓝文昭顾忌得多，蓝大舅母可没有什么忌惮。蓝家因为这个小姑子惹来了那么大的一场灾难，以至于他们搬到江南以后，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缓过来。虽说小姑子如今回来了，可她该承受的一点都不能比他们少。小姑子不知道，娘在听说你被简尚安监禁以后就一病不起，已经在10年前去了。你不要多话。蓝老爷子见儿媳妇不管不顾地说出实情，倒是没有多生气。在老七亡故的时候，他也一度的痛恨过这个不争气的女儿。听到这个消息，蓝雪晴如同五雷轰顶。娘，是女儿对不起您，对不起兰家，女儿有罪。看着眼前的一幕，简俊瑶和玄战都有些无奈，可又无法改变什么。毕竟蓝雪晴要为曾经犯下的错误买单，哪怕是心灵上的折磨，也是她该承受的。雪晴刚刚回府，不如先去拜祭你娘。我要去拜祭娘。蓝雪晴来到蓝老夫人的灵位前，再次嚎啕大哭，最后还是没能避免的晕倒在祠堂内。娘，我和玄战费了那么大力气，将你从暗无天日的地方救出来。外祖父为了让你活命，每年都会将白花花的银子往相府送。我们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不就是希望你能活下去吗？你若是一味的想不开，大家为你做的这些事情还有何意义？娘知道，娘一定会好好活下去，孝敬你外祖父，还要帮你和王爷照顾你们的孩子。听到岳母说他们的孩子，一直保持沉默的玄战终于不淡定了。岳母放心，我和瑶瑶一定会生多多的孩子，送来请你照顾。好，娘一定好好养身子，将来帮你们带孩子。简俊瑶小手在玄战的腰上拧了一下，随即给了他一个眼神，示意他不许胡说。玄战貌似不知道疼般，竟然没有一点痛苦的表情，反而露出一抹势在必得的笑容。蓝老爷子为了避免女儿再想那些有的没的，连忙跟着附和：雪晴，你还年轻，把身体养好了，正好可以帮着俊瑶带孩子。爹放心，女儿一定好好养身体，不但要帮俊瑶带孩子，还要多多孝敬您老人家。蓝老爷子刚走，蓝大舅母就端着熬好的药送来了。辛苦大舅母了，我去为我娘喝药。蓝大舅母虽然不待见蓝雪晴这个小姑子，可一直都很心疼简俊瑶。小心烫。蓝大舅母越看简俊瑶越喜欢，只可惜和他们家锦轩没有缘分。简俊瑶偷偷加了几滴灵泉水喂给蓝雪晴，蓝雪晴迷迷糊糊睡了一夜后，身体所有的不适感都消失了。
外祖父、大舅舅、表哥，你们是在商量事情吗？表妹，我们是在担忧简尚恩发现姑姑不见后会找兰家的麻烦，正在商量对策。大家尽管放心，本王不会让他有这样的机会。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配上美味的炸鸡薯条。正好我在闲鱼上买了不少肯德基的超低价套餐券，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肯德基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老少三人面面相觑，战王和瑶瑶面对皇上的打压已经够棘手了，他们真心不想给两人再添麻烦。王爷，更多的话本王不想说，不过请你们相信我，简尚恩很快就会自顾不暇。是啊，外祖父，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把我那个渣爹绑到我娘面前，让他随意处置。既然王爷和瑶瑶已经有了打算，能用得到兰家的地方尽管开口，兰家从今日开始与你们共存亡。好，有用到兰家的地方，本王定不会与你们客气。吃下这颗定心丸，大家又询问了蓝雪晴这些年的具体情况。原来她的那2根手指是胡燕如亲手砍断的，原因就是简尚安当时不忍心下手，同时还道出了一个简尚安不为人知的秘密，那就是钱阁老保他坐上这个位置的时候，曾经私底下跟皇上有个交易，简尚安每年会偷偷送给皇上20万两白银，以此来充实皇上的私库。还真有他的，将发妻囚禁换取银两，竟然是个过路财神。蓝家人对此唏嘘不已，打心底里觉得简尚安就是个大冤种。外祖父、大舅舅，你们这几天抽空将京城被简尚安讹去的那些铺子信息整理一下，也该到物归原主的时候了。好，这些铺子大舅舅都记得清清楚楚，回头就整理好，将信息写清楚交给你。3天后，简俊尧和玄战与蓝家人道别，赶往京城。到达京城后，他们第一站目标就是相府。如今的相府内可以说是5步一岗7步一哨，不过这些对于简俊尧和玄战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两人一路走一路丢着迷药雾化弹，来到主院。今日简尚安并没有在这里休息，只有胡燕如一人已经睡成了死猪。简俊尧将主院的所有物品全部收进空间。这些年你欠的债，咱们一笔笔算清。一个剑字刚刚写好，胡燕如就被疼醒了。就在他刚张开嘴巴想要呼救的时候，玄战就麻利的点了他的穴位，以至于他不能动弹又无法开口。醒了？醒了？哦，我忘了，你现在是个哑巴，你不需要说话，听我说就可以。我刚刚在你左脸上写了个剑字，这个字笔画有点多，是不是很疼？和我娘断掉2根手指相比，还差得远，也没有崔嬷嬷被活活打死那么疼。好了，2根手指先还给我娘，剩下的就是还崔嬷嬷的命了。右脸上的人字写好，简俊尧又将胡燕如翻了个面，扒开她背上的衣服。玄战瞬间别过头，刻刀笔走游龙般，在胡燕如白皙的皮肤上写下他所犯下的罪行。是不是特别恨我？没关系，你死了可以化作厉鬼来找我索命。不过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害怕，还能将你打得魂飞魄散。这么精彩的剧情，当然要配上美味的炸鸡薯条。正好我在闲鱼上买了不少肯德基的超低价套餐券，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肯德基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胡燕如死死盯着简俊尧，此刻他心知自己已经无法活命，正如简俊尧说的那般，只想死了化作厉鬼来索命。好了，眼睛睁那么大，小心你儿女替你收尸的时候合不上。说话间，简俊尧的匕首已经精准地插在他的眉心处。胡燕如的眼睛果然没有合上。玄战知道瑶瑶这是心中恨极了才会如此做。作为阎王的他，对于胡燕如死前这种眼神十分清楚，担心她很可能会化成厉鬼，早已从空间取出了桃木剑。果不其然，胡燕如的魂魄并没有离开，而是张牙舞爪地朝着简俊尧扑了过去。玄战动作更是神速，桃木剑直朝着胡燕如的魂魄劈了过去。胡燕如一个不留神，就被桃木剑打得魂飞魄散。走吧。简尚安是在书房中被找到的，书桌上摆放着2个精致的小木盒子。没想到我那位皇兄拿大臣的银子还有写字据，做皇帝能做到这个地步，还真是没谁了。简俊尧果断将盒子收进空间，继续查看下一个盒子。这下简俊尧笑得更开心了，盒子里面装的全部是蓝家曾经那些铺子和宅子的房契，还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一定是我这便宜渣爹料到事情不妙，准备将这些东西转移，幸亏咱们来得及时。这样很好，总比咱们浪费时间寻找的好。相府被2人收了个遍，连后院几只下蛋的母鸡都没有放过。正好迷药的药效也快过去了，2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相府。至于简尚安，他的这条命要留给蓝雪晴，现在收掉还有些早，毕竟他的爱妻胡燕如还等着他收尸呢。翌日一早，简尚安睁眼的瞬间就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相爷，不好了！相爷，夫人被害了，还有相府所有物件都被人搬空，包括库房。你说什么？夫人被害，府中所有物件都被搬空，就连1粒米都没有留下。闻言，简尚安的身子就是一软，瞬间瘫坐在地，他半生积攒下来的财物全没了。
本期视频由得物独家冠名播出。最近剪视频这么顺畅，多亏我在得物换的新电脑，关键是没花1分钱，因为抽中了得物2888元购物金，好多人都晒出了中奖记录，抽中了直接到账，快点评论区链接参与。这到底是谁干的？爹，您可一定要抓住凶手，给娘报仇啊！你们一个个都是死的吗？为何不找东西将夫人的身体遮挡起来？回禀相爷，不是奴婢们不帮夫人遮挡身体，是府中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遮挡的物件啊！闻言，简尚安这才注意到眼前这些下人，包括简君宝在内，全部是一身血衣，此刻已经被冻得瑟瑟发抖。你去附近的铺子里支些银子回来，买口棺椁给夫人。府中被偷得精光，不过简尚安认为，目前首要做的就是让胡燕如入土为安，毕竟是和自己过了10几年的人，总不能让外人看了笑话。而此时，简俊尧和玄战已经到达与林烨等人约定会合的地点。九皇叔、皇婶，你们也刚刚到吗？是啊，我们刚到。走吧，赶在天黑前进城。好。一行人快马加鞭朝着城门方向奔去，王富贵的速度丝毫不逊色于那些健壮的马儿，甚至更快一些。进入京城，几人的队伍瞬间成为最亮眼的存在，毕竟有那么大一只老虎跟着，吓得街上行人纷纷侧让，众人一直来到战王府门前，才勒住战马，先休息一番，明日再进宫。战王回来的消息很快就在京城传开，当然也包括玄天齐。朕派出去的都是废物吗？那么多人，竟然无法让他们死在进京的路上。皇上息怒，战王虽然平安抵达京城，可也等于进入了您的掌控当中，您还担心他跑了不成？哼，朕定让他有来无回。太子府内，太子听到玄战入京的消息，他真的有些寝食难安，毕竟他已经不止一次领教了玄战的厉害，他真的担心父皇不是玄战的对手。来人，去请魏大将军过府。满朝文武当中，武力值能与玄战抗衡的目前仅此一人，他必须寻求魏统领的庇护。相府内，简尚安也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随从所有铺子跑了个遍，也仅仅带回来100多两银子。这些银子给胡燕如办丧事都不够，简尚安只能派人去通知简嫣然，让他带些银子回来，顺便祭拜王母。爹，听说战王入京了。是啊，外面都已经传开了。得到了确切的答案，简嫣然的眸光暗了暗，瞬间划过一抹阴狠。深夜，玄晴与尤林氏兄弟将其悄悄送进了皇宫。他并没有回自己曾经的寝宫，而是直接去了康贵妃处。同时，玄战和简俊尧也没有闲着，两人再次踏足相府，将灵堂内的金银摆设全部顺光，连同胡燕如的棺材和衣服都没有放过。第二日一早，简嫣然得知这个消息后，差点被气吐血。不用想都知道，能做出这样事情的，除了战王和简俊尧，绝不会有第二个人。简俊尧，我要杀了你！简嫣然骂了一通，然后拿出一些银子交给下人，让他们去帮胡燕如重新置办棺椁，他自己则带着2名贴身婢女出门了。姐姐姐夫是打算进宫吗？简俊尧还是第一次见到简嫣然，从简嫣然那深陷的眼窝可以看得出，她过得并不是很好。谁是你的姐姐？姐姐，我是嫣然啊，咱们的父亲都是简丞相，你自然是我的姐姐。大家都说相府2小姐最讲规矩，没想到也不过如此，连出嫁从夫的道理都不懂。大胆！我家侧妃娘娘念在与你的骨肉亲情，喊你一声姐姐，你别不知好歹。姐夫，你这是做什么？我的婢女只不过是为了替我抱不平而已，不至于下如此狠手吧？住口！谁是你姐夫？这么精彩的内容，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现在大家都上闲鱼买卡券省钱，我就经常上闲鱼抢麦当劳超低套餐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每周还能0元抽奖，免费的麦当劳真香，大家快去看看吧，和我一起来省钱。简嫣然这才仔细打量马上的帅气男子，不仅长相比太子好看无数倍，而且看他的样子十分呵护怀中的简俊尧，这份宠爱本该是他的，结果都被简俊尧这个贱人给抢走了。你娶了我姐姐，我自然要称呼你为姐夫。简嫣然，嫁鸡随鸡的道理你懂吧？你如今已经成为了太子的一个妾，应该随着太子称呼我们为皇叔皇婶才是。难道这么简单的规矩还要我教你吗？简嫣然当然清楚该如何称呼面前的两人，不过简俊尧已经将话拿到明面上说了，他想继续装糊涂也不可能。嫣然见过九皇叔皇婶。侄子的小妾乖，先把路让开，不要耽误我们进宫面圣。饶是简嫣然再能装，听到这句话也维持不住形象了。简俊尧，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如今的身份是如何得来的？难道自己不清楚吗？若不是我当初可怜你在乡下不好过，怎么可能将如此好的姻缘让给你？听到简嫣然大言不惭的话，简俊尧都懒得与其多费口舌。王富贵，让他给咱们让路。不要吃我，简俊尧，快让你的老虎走开！
简俊尧即便想收拾简嫣然，也不可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他见效果达到了，便招呼王富贵一起直奔皇宫。大胆战王，进殿面圣竟然带着一头凶猛的野兽，就不怕惊到圣上吗？简爱卿说的有理，九皇帝上殿为何要带着如此凶猛的野兽？难道你不怕朕治你个大不敬之罪？皇兄言重了，您堂堂碧渊国天子，怎么会惧怕一只温顺的老虎？这事若是被传出去，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朕的确不可能惧怕一只畜生，只不过九皇帝为何会带着老虎上殿？启禀皇兄，臣弟这只老虎刚到京城，有些怕生，臣弟担心他离开我和王妃的视线会闯祸，便带着一起了。玄天齐根本不相信玄战讲的理由，他带只威猛的老虎来见自己，无非就是来耍威风罢了。启禀皇上，战王与战王妃昨日进京，今日才迟来见驾，可见这二人根本没将您放在眼中。臣觉得战王与战王妃此举乃大不敬，请皇上定夺。玄天齐这才仔细打量简俊尧，饶是阅女无数的他，也被震撼到了那么一瞬。简尚安还真是眼瞎，这样的女儿，他竟然说没什么心机好驾驭。九皇帝昨日入京，为何今日才进宫面圣？启禀皇兄，臣弟多日赶路，舟车劳顿，昨日入京以后就感觉身体不适，故此今日才进宫面圣。的确如此。西北到京城路途遥远，还真是辛苦九皇帝了。母后他老人家若是知道九皇帝如此辛苦，赶来为他贺寿，肯定会高兴的。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了。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上闲鱼有钱花，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玄天齐自知今日无法找到玄战的错处，索性顺着他的话说，这样还能让玄战少一些警惕，方便他将来对其动手。玄战和简俊尧进宫以前就做好了各种准备，谁知玄天齐今日的忍耐性还真是强悍，竟然没有当众与他们撕破脸。皇兄，臣弟如今身体还有些不适，若是没有其他事情，臣弟就打算带着王妃回去休息了。玄天齐也不想留他们在这里碍眼，毕竟眼下他并不能做什么。正当他准备答应玄战的请求时，一旁的太子却开口了：父皇，九皇叔和皇婶好不容易回京，按说应该去后宫见见皇后和太后才是。既然如此，战王妃就去后宫拜访一下太后和皇后吧。毕竟你和战王大婚这么久，还没有给太后她老人家敬茶。臣妾连日赶路，身体不适，恐怕去后宫会将病气带给那些贵人，还请皇上收回成命。玄天齐没想到，这位第一次蒙面的战王妃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正当他准备呵斥一番的时候，玄战却率先开口：臣弟告退，王富贵，我们回府。狂妄，太狂妄！今日朕就不与你们一般见识，朕看你们还能嚣张多久？退朝！玄战和简俊尧来到宫门口，再次被简嫣然拦住了去路。战王，你和你的王妃偷盗相府财物，杀害我母亲，这件事你们必须要给本侧妃一个交代。简侧妃这是何意？本王妃与王爷昨天刚刚到达京城，何时偷盗相府财物，又杀害你母亲了？再说了，相府是本王妃的娘家，本王妃为何要那般做？你这样污蔑本王妃和王爷，难道是有人示意你这样做的？简俊尧，你不用狡辩，是不是你做的你心里最清楚。本王妃刚刚进京，到底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让简侧妃如此不依不饶？简俊尧越是显得无辜，简嫣然就越生气。可若是让他将胡艳茹背上刻着的那些字说出来，他又觉得没有颜面。毕竟那些事情的确都是胡艳茹做过的。嫣然，跟这样的人没什么好说的，咱们回去。简尚安可不想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在这两人面前受挫。然而简俊尧却不想让他就这样离开。父亲请留步。你不要喊我父亲，本相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既然如此，简相就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给瑶瑶一份断亲文书，以后瑶瑶就与你再无瓜葛。好，本相立刻与孽女断绝关系。简尚安早就想这样做了，只是迫于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如今玄战主动提起，他一刻都不想耽误，立刻写了断亲文书给简俊尧。从此你我父女恩断义绝，再无任何瓜葛。简嫣然站在一旁冷眼看着这一切，心中一阵畅快。这下你没有相府这个娘家做后盾，将来等战王厌弃你了，看你怎么办。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真是太省了。上闲鱼有钱花，快去闲鱼省钱吧。本来我想着求求王爷将简相曾经欠荣华城的银子免了，毕竟我们之间还有那层父女关系，我怎么能去为难自己的父亲还银子？如今我们没有了任何关系，我再开口替你去求王爷，恐怕师出无名。既然如此，你今天就当着所有人的面
将欠荣华城的银两还上，咱们也就算彻底两清了。简尚安从荣华城回来闹心了几天，已经将欠条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如今相府被盗，别说让他拿出3万多两银子了，就连300两他都拿不出来。可简尚安又不想在简俊尧面前失了颜面。嫣然，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你先帮爹把那张借条赎回来，以后铺子有了收益，爹再把银子还给你。爹，女儿手里也没有那么多银子，您还是另外再想想办法吧。嫣然，你出嫁的时候，相府在嫁妆上可没有亏待你，甚至比太子正妃的嫁妆还要丰厚。如今相府有难，跟你借些银子使用，你开口就拒绝？爹，不是女儿不借银子给你，是女儿手中真的没有那么多。简嫣然的嫁妆多数都折合成银子贴补太子了，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他又没法说出来，只能含糊地拒绝简尚安。一国丞相哪里有跟出嫁女儿借银子的道理？太子殿下，您是知道的，微臣家中财物全部被盗，如今只能跟女儿借银子了。太子还想说些什么，玄战实在没耐心听下去了。你们的家事回去再说，眼下要做的是简相归还荣华城的银子。简尚安恨不得抓着一把银票甩在玄战和简俊尧的脸上，然而他现在去哪弄3万多两给他们？简嫣然觉得简尚安给自己丢尽了颜面，尤其是当着太子的面儿，恐怕回到太子府以后，太子会更加不待见自己。简俊尧，当初若不是你惹怒太子殿下，我又怎么可能失去和太子殿下的骨肉？不失去那个骨肉，太子殿下又怎么会待我如此冷淡？这一切都是拜你这个扫把星所赐。简俊尧，我恨你！说到最后，简嫣然几近嘶吼，简俊尧却被说得一脸懵。本王妃一直在西北，你失去孩子与我有什么关系？说话间，简俊尧忽然感觉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当着所有人的面儿，竟然没忍住呕了起来。瑶瑶，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王爷，我好像是有了。若是换作以往，简俊尧可能会请大夫把脉以后再说。不过刚刚简嫣然说她失去了和太子的孩子，他就莫名的想将此事拿出来分享一番。真的吗？瑶瑶，我们要有孩子了？本就处在暴怒中的简嫣然，在听说简俊尧怀孕以后，心中更是抓狂。简俊尧害得他没能保住那个孩子，他又怎么能让对方如愿生下自己的孩子？贱人，和你的孩子一起去死吧！嫣然，不可做傻事。玄战一把环住简俊尧的腰，躲过简嫣然的攻击，同时一脚踢在他的膝盖窝处。简嫣然顺势朝前方扑倒，好死不死的，匕首正好没入他的腹中。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真是太省了。上闲鱼有钱花，快去闲鱼省钱吧。太子本来可以阻止这一切的，然而他并没有那样做。若是损失一个后院不得宠的女人，可以伤到玄战，他何乐而不为？眼看着简嫣然趴在地上口吐鲜血，太子才像模像样的上前。嫣然，你感觉怎么样？本宫这就命人去请太医，你们还愣着做什么？快去请太医！九皇叔还真是个男人，竟然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出手。今日检侧妃若是有个什么3长2短，本宫定要与你讨个说法。他的死活与本王何干？玄战不再理会这群跳梁小丑，打横抱起简俊尧，翻身上马，准备离开。天子脚下，战王伤了人就想一走了之吗？滚开！大家给评评理，战王殿下出手伤人，如今却想一走了之，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玄战担心简俊尧的身体，看到简尚安如同妇人般拿出了撒泼的架势，顿时被气得血气上涌。王富贵，这里交给你了。欠荣华城的银子准备好，稍晚些本王会差人去府上取。简尚安刚刚赶出言为简嫣然讨公道，那是因为有满朝文武在场，他料定玄战不会做出什么太出格的事情，结果玄战根本不按套路出牌，竟然派个老虎追着他满街跑，差点跑丢一条老命。你把这老虎叫走，银子本相不会少了你的。哼！你快放我下来，我自己可以走。不行，你现在身体娇贵得很。哎呀，我刚刚只是为了气简嫣然而已，是不是真的有孕还不知道？你不要如此大惊小怪的好不好？万一不是呢？不管你有没有身孕，我抱抱自己媳妇儿还不行啊？很快，林业就请来了一位大夫帮简俊尧把脉。恭喜战王殿下，王妃的确有喜了。此话当真？千真万确。草民这就去给王妃开几副安胎药。好，快去开药。话虽如此，但大夫开的安胎药玄战是不会让简俊尧服用的。京城的水太深，不知道谁是谁的人，但凡有一点不安全的隐患，玄战都不会去碰触。你这几天哪都不要去，若是我不在，你就进入空间里面，任何事情都不要去参与。我哪有那么金贵？再说了，天底下哪个女人不怀孕生子？也没见谁整日躺在房间里面不出门的。你想想现代那些女人，哪个不是上班一直上到临近生产才休息的？这件事没得商量，你必须听我的。简俊尧撇撇嘴，拿出自己的杀手锏，霎时间他的眼圈就蒙上了一层水雾，楚楚可怜地看着玄战。
早知道怀个孩子还要畏手畏脚的，我就不和你生了。这还没怎样呢，我的自由就被限制了。既然这样，这个孩子不生也罢。简俊尧已经将皇后纳入了必杀名单当中，不亲手做个了结，他怕是睡觉都不香。最近忙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今天收拾出很多闲置的物品，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好之前在闲鱼上卖掉了不少闲置物品，赚了点零花钱。闲鱼复苏季马上来了，赶紧上闲鱼搜有钱花 ，AI 帮你轻松发布闲置物品，还能有机会抽取2025元红包。点击左下角去闲鱼复苏季 ，AI 发闲置抽大奖，上闲鱼有钱花。旋战对上简俊尧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瞬间破功了。好，我答应你还不行吗？不过必须有我陪着你一起，否则免谈。好，都听你的，还不行吗？简俊尧叫来林氏兄弟，将兰家那些铺子的地契交给他们。你们以最快的速度去这些铺子，告诉他们这铺子已经重新回到兰家，以后除了兰家人，谁都不可以去支取银两。而此时另一边，简尚安本想跟简嫣然借银子的，没成想他自己捅自己那一刀还真是个寸劲儿，请来太医都没救活。简尚安只是伤心了那么一瞬，更多的是在考虑自己要如何面对未来的处境。冬月16，太后寿宴的前一天，简俊尧接到宫中邀请去参加赏梅宴，旋战陪同一起前往。赏梅宴上，无非是一些贵女们才艺展示和猜谜游戏，这桥段对于一个经常熬夜看宫斗小说的人来说太过老套。简俊尧感觉无聊，甚至靠在旋战身上有些昏昏欲睡。宫宴可真是无聊死了。我都说不让你来，是你执意要来的。没想到康贵妃如此厉害，咱们准备这么多手雷都没用上。康贵妃虽然低调了些，可这么多年能在后宫无数女人当中屹立不倒，还能与皇后平分秋色，怎么可能是泛泛之辈？真不知道她是如何将皇后给咱们准备的毒酒换掉的。这些事情不需要咱们操心，咱们就不用去管。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安心养胎，给我生个健健康康的小世子或者小郡主。对于女人的那些阿杂手段，旋战是真的不想让简俊尧去学。启禀王爷王妃，刚刚宫里送来消息，说皇后薨了。为了太后的寿宴能够按时进行，皇上吩咐封锁皇后薨事的消息，一切要以除掉您为重。本王知道了。看来皇上想除掉你还真是不遗余力呢，连皇后薨事的消息都封锁了。既然如此，就让她驾崩的消息与皇后薨事一起公布好了。有刺客护驾。玄天琪看到2名黑衣人从天而降那一刻，脸都被气绿了。自己安排隐藏准备随时向旋战出手的人，他怎么可能不认识？但他面上却不能表现出任何异样。来人，把尸体处理掉。皇兄，依臣弟所见，要立即派人搜查黑衣人才是。你们几个仔细检查房梁和一些隐秘的地方，绝不能放过一个黑衣杀手。御林军统领二话不说，便指挥手下去搜查旋战说的几个位置。玄天琪想要阻止，奈何根本找不出合适的借口，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御林军将藏在各处的黑衣人给揪出来。好狡猾的战王，朕今日定会让你死无全尸。最近忙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今天收拾出很多闲置的物品，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好之前在闲鱼上卖掉了不少闲置物品，赚了点零花钱。闲鱼复苏季马上来了，赶紧上闲鱼搜有钱花 ，AI 帮你轻松发布闲置物品，还能有机会抽取2025元红包。点击左下角去闲鱼复苏季 ，AI 发闲置抽大奖，上闲鱼有钱花。皇兄，为了您和太后的安全，臣弟觉得这寿宴不如暂停吧。太后寿辰是大事，不能因为这些刺客而耽误吉时。玄天琪的第一招还没开始就以失败告终。说起古代这些招数，除了刺杀以外就是下毒。旋战一眼就能看出他和简俊尧的酒中有毒，只要喝上一口这毒酒，人就会当场毙命。九皇帝为何不喝？难道是担心酒中有毒不成？臣弟的确担心酒中有毒。九皇帝疑心太重，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哪个不长眼的敢给你下毒？如果皇兄眼皮子底下安全的话，刚刚就不会出现那么多刺客了。战王殿下竟然敢当众顶撞皇上，是不是太狂妄了些？九皇帝，你可知当众顶撞帝王是何罪？大胆战王，不得伤害皇上！你们哪只眼睛看到本王伤害皇上了？酒中有毒，老奴死得冤枉。这毒还真是烈呢，竟然死得如此快。敢问皇兄，这酒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不可能，酒中怎么可能有毒？玄天琪貌似为了证明酒中没有下毒，亲自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你给朕下毒！快去宣太医！九皇叔，你竟敢当众杀害父皇！来人啊！战王当众杀害皇上，谋反之罪已成事实，把战王给本宫拿下！不给本王站住！酒中下毒之事定有蹊跷，不知道是谁狼子野心，不但想要害本王，就连皇上都不放过。在没有找到真正凶手以前，在场的人都有嫌疑。本王现在决定封锁大殿，不可以放走任何一个人。御林军带人搜身。御林军带人搜身。
就在御林军领命去搜身之时，太医小跑进大殿，奈何玄天启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太医跑这一趟也就只有一个作用，那就是通知大家皇上已经驾崩的消息。太后一个重心不稳便晕了过去。直到此时，一言未发的康贵妃才起身。太医，去救治太后，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她老人家有危险。康贵妃在这个宫中唯一一个让她不讨厌的人就是这位太后。她和玄湛的想法一样，只要太后不出面干预这些阿扎的事情，她会让她安心养老直到寿终。最近忙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今天收拾出很多闲置的物品，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好之前在闲鱼上卖掉了不少闲置物品，赚了点零花钱。闲鱼复苏季马上来了，赶紧上闲鱼搜有钱花 AI 帮你轻松发布闲置物品，还能有机会抽取2025元红包。点击左下角去闲鱼复苏季 AI 发闲置抽大奖，上闲鱼有钱花。启禀战王殿下，什么都没搜到。他们当然什么都搜不到，因为玄湛的毒酒是玄天启提前派人准备好的，而玄天启中毒可就是玄湛的手笔了。他在趁着逼太监总管喝下自己那杯毒酒的时候，悄悄将一些粉末撒到了玄天启的杯中。太子身上还没有搜，属下这就搜查太子身上。本王亲自搜。这是太医查看一下，这是什么？启禀王爷，此乃剧毒七窍玲珑散。去将战王妃的那杯酒取来，让太医看看，酒中的毒可是这七窍玲珑散。战王妃的酒中被下了七窍玲珑散之毒，太子野心已经昭然若揭，竟然下毒谋害当今圣上与战王殿下，绝不能让这样的人继承大统。刘大人的意思是，三皇子可以接此大任？这什么这的？你的那点小心思，别以为本王和在座的大臣们不知道。诸位说一说，何人适合坐这个位置？臣觉得以战王殿下的文韬武略，继承大统无可厚非。本王对这个位置并不感兴趣。此话一出，大臣们愣住了。战王到底唱的哪一出？他的举动不就是想坐上那个位置吗？依本王之见，下一任皇帝不但要精通文韬武略，而且还要有个尊贵的出身。若论出身，只有太子殿下最尊贵，然而他却当众毒杀皇上和战王，即便出身再尊贵，也与那个位置无缘，恐怕连那条小命都保不住了。可是众皇子当中，除了太子，还有谁出身尊贵一些？不知诸位觉得本宫的儿子可算得上尊贵？大臣们一个个震惊地看向康贵妃，他们从来不知康贵妃何时有了儿子。本宫前不久收养了11皇子玄晴雨，如今晴雨已经成为了本宫的儿子。康贵妃话音刚落，玄晴雨就从容不迫地走进大殿。儿臣给母妃请安。敢问11皇子这么多年到底去了哪里？是太子皇兄，是他悄悄把我囚禁在青州府的地牢当中，幸亏九皇叔赶到，将我救出。玄晴雨选择性地说了一些他的遭遇，至于玄湛私吞银矿的事情，他也将罪名扣到了太子头上。太子还真是罔顾王法，不但私吞银矿，还不顾手足之情，囚禁自己的兄弟，这样的人怎能堪当大任？诸位对于11皇子即位可有异议？大臣们也只以为今日是皇上为战王设的鸿门宴，对于新帝即位仪式没有半点准备，眼下即便是不甘心，也不敢贸然反对。这么精彩的视频，你看开心了吗？再说个更开心的好消息，最近刚好在闲鱼买了一双跑鞋，超划算的。现在闲鱼推出了全新正品运动潮鞋品牌闲鱼小黄盒，全新正品超低价。现在上闲鱼搜索小黄盒，还有机会抽免单，让你买到新衣好鞋。上闲鱼有钱花，大家快去看看吧。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本王觉得就由11皇子玄晴雨继任新皇再合适不过。玄湛话音刚落，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第一个出来表示赞成的竟然是太子的岳父魏统林。我不可一日无君，臣为统领恳请11皇子立刻即位统领大局。臣等恳请11皇子立刻即位。既然大家愿意拥护本皇子，本皇子就接下此重任。玄湛让人取来清水将太子泼醒，太子在闻到一股异样的味道后，瞬间变得目光呆滞。玄晴浩，2年前你勾结宣州府总兵，私自开采银矿，然后占为己有，可有此事？确有此事。今日在本王与先皇酒中下毒，此事可是你所为？是我做的。本王赶往封地时，路上派刺客刺杀本王的，可是你所为？是我所为。玄湛接连问了玄晴浩10几个问题，玄晴浩全部供认不讳。总之不管是不是他做的，他都应下。来人，将玄晴浩拖出去，贬为庶人，立即赐死，立刻为父皇准备风光大葬。还有，将太后娘娘送回寿康宫休养，其他人明早上朝听命。等晴雨顺利登基，咱们就回荣华城吧。好，咱们继续努力，将荣华城打造成全天下最令人向往的乐土，安心在那里生活一辈子。只有一辈子吗？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有不舒服，只是有些累了。第2日，新皇登基，大太监例行公事般宣布了一些大臣以及后宫的任免。康贵太妃贤良淑德，端赖柔嫁，母妃待朕如己出，晋尊奉康贵太妃为皇太后，居安康宫。朕之祖母尊奉为太皇太后，居寿康宫。任命大学士王恒为左相。
一道任免圣旨昭告天下，众所归心。玄晴雨正式开启了他的帝王之路。唯独令人费解的是，他们以为战王会成为当今的摄政王，然而诏书里面并没有提到他。简尚安任职丞相期间，曾多次接受他人贿赂，并且对先皇趋炎附势，德行欠缺，不配为官，现革除简尚安一切职务，此生不得入仕，其财产全部充公。不，我没罪，你们不可以如此对待我。皇叔，你就真的放心将天下交给我，自己回去西北吗？你为人正直，皇叔相信你，一定能够打造出全天下的最强国度。皇叔此生并没有什么宏图大志，只希望和心爱的人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过完此生。既然九皇叔如此坚定，晴雨也无话可说。晴雨的一切都是九皇叔给的，这个晴雨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还有你和九皇婶的荣华城，那里永远都是你们的一片净土。晴雨会传旨下去，任何人不得在荣华城造次，否则以欺君之罪论处。好，你说的这些，皇叔都记得。玄战又嘱咐了玄晴雨一些事情，才从皇宫离开。林业那边早已接到王爷的命令，在简尚安被赶出宫以后，便带着人赶往江南水城。至于相府的宅子，玄战直接命人卖掉，银子刚好能抵上他那张欠条的数额。就在京城还处在大换血的阶段，玄战和简俊尧已经乘坐直升机悄悄回了荣华城。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配一些炸鸡跟薯条，边吃边看。最近我发现闲鱼有很多的省钱神券，点击左下角上闲鱼搜省钱神券，现在还能0元抽霸王餐。我在闲鱼买了好多低价套餐，真是太省了。上闲鱼有钱花，快去闲鱼省钱吧。外祖父、娘，你们过来，怎么没提前打声招呼？娘和你外祖父没提前通知你们，就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的。太好了，娘，你们这个时候过来，就留在荣华城一起过年吧，到时候好好感受一番别样的年味。外祖父和你娘已经做了决定，以后就留在荣华城内生活，明年你就生小世子了，正好让你娘帮你们带孩子。真的？你们真的要一直留在荣华城了？娘以后就留在这里照顾你和你外祖父。好，到时候让玄战亲自给你们寻一处最好的院子，而且还要距离王府近一些的，这样咱们走动起来也方便。还有，我要给娘和外祖父每人办一张荣华城的身份证，以后也可以享受和荣华城百姓同样的待遇。眨眼间进入7月，简俊尧距离预产期越来越近。娘，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瑶瑶，告诉娘，你哪里不舒服？娘，我刚刚感觉到了一阵腹痛，不过那种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啊，娘，又疼了。瑶瑶，你别紧张，你这种感觉应该是要生了，王妃要生了，快叫稳婆过来。瑶瑶，你别紧张，一切有我在。别担心，我身体好着呢，不就是生3个吗？这没什么。玄战不停地帮简俊尧擦着额头上的汗，一旦瑶瑶出现危险，他宁愿再次违背天意，也要将人留住。所幸有惊无险，简俊尧最终顺利产下3胞胎，一次生了3个，却没能给你生一个女儿。我不要女儿了，有他们3个足够。你不是说要生个足球队吗？不了，以后咱们再也不生了。简俊尧生产的时候，那种担心失去的感觉太可怕了，玄战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感觉。他们的名字你都想好了吗？他们几个都是你冒着生命危险生下来的，取名字的权利就交给你了。取名字的事儿就别难为我了，万一取出来的名字和王富贵类似，你是不是要哭？我玄战的儿子，可千万不能取那种歪瓜裂枣的名字，若是这样传出去，还不得成为天下的笑柄。既然如此，他们的名字就由我来取吧。大宝将来要做世子，所谓子承父业，就取名为子承。2宝和3宝相对来说身上的担子轻了很多，就叫子木和子涵吧。好，就叫子承、子木和子涵。最近忙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今天收拾出很多闲置的物品，不知道该怎么办。正好之前在闲鱼上卖掉了不少闲置物品，赚了点零花钱。闲鱼复苏季马上来了，赶紧上闲鱼搜有钱花 ，AI 帮你轻松发布闲置物品，还能有机会抽取2025元红包。点击左下角去闲鱼复苏季 ，AI 发闲置抽大奖，上闲鱼有钱花。玄战说话果然算数，无论如何宠爱简俊尧，都没有让他再有孕。直到他们进入古稀之年，身边除了有3个孝顺懂事的儿子外，还有10几个孙子和孙女。10月初6，简俊尧70大寿，战王府内热闹非凡。这辈子有了你，我的生活精彩又不枯燥，还有这么多懂事的儿孙，此生足矣。是啊，我也没想到能够在异世过得如此圆满。次年8月，简俊尧昏昏沉沉地靠坐在躺椅上，玄战眼中满是不舍。玄战，你还记得吗？咱们刚认识的时候，我对你提了3个条件。当然记得。第一，你的安危必须由我负责；第二，你的秘密我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还好，这些你都做到了。真希望你的第3个条件我也能做到。我现在就要对你说第3个条件。好，你说，只要是你提的条件，我一定做到。
玄战，我知道你的身份，也清楚你本该在50几年前就回到地府，你是为了我才破例留下的。本以为能够与你共度此生，我就会觉得很满足。然而我现在并不满足，因为我觉得一辈子太过短暂。我希望还能在另外一个世界与你相见，到时候我会用我的全部去爱你。瑶瑶，我答应你，我答应你的第3个条件。主上，属下现在将王妃的魂魄带走，也请您尽快归位。你也老了，不如随着我们一起。王富贵似乎听懂了主人的话，最后发出一声悲鸣的吼叫声，随即合上了双眼。瑶瑶，我和王富贵陪着你一起，路上不会孤单。宽敞明亮的病房内，简俊尧仿佛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中他进入了末世，在抢夺一个空间神器时意外穿越到古代，在古代他遇到了此生挚爱，他们披荆斩棘，创造了一方乐土，还孕育了3个儿子。再然后他在心爱男人的怀中安然离世。瑶瑶，你终于醒了，你知道吗？自从你出了车祸变成植物人，妈妈和爸爸感觉天都塌了。原来这一切都是梦，只是这梦为何会如此真实？病人刚刚醒来，尽量不要让他的情绪起伏太大。简俊尧顺着声音看去，一抹高大的白衣身影出现在他的视野当中，还是那张帅得人神共愤的脸。玄战，你认识我？